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每次送的这个杯子，没用过，喝个椰子水吧。冰块喝个椰子水才是很好喝。椰子水，我喝的椰子水。这个杯子是你买这个酒送的，买2瓶这个酒会送你这个杯子。欢迎大家，大家好，抱歉啊，昨天那个身体不舒服，就把大家给割了。今天其实也并没有舒服到哪去，但是也连割2天，实在不好意思。哎，不知道是不是感冒，不知道，就是浑身难受，五官发炎。欢迎大家啊！阳了，应该不是啊，应该没有，没那么难受，它就是有点发炎，就是那个中耳炎和这个咽喉炎、鼻炎一起来了，我就觉得有点不舒服。如果是阳了的话，没有这么容易把我放过吧？阳了挺难受的啊。阳没阳？我一直觉得这个咖啡的名字起的特别幽默。Positive Hotel， 咱不懂啊，这个品牌方也别生气啊，我确实有点，为啥呢？就是阳光吧啊，阳光吧，这跟阳了没关系啊。积极旅馆啊，阳光旅馆。Positive， Your life will change beautifully. Trust us 啊，相信我们。你的生活将要变得特别的美丽 ，beautifully。他打的 hashtag 是 self love 啊，自爱 ，guilt free。guilt free 是啥意思？给我翻译翻译，朋友们。guilt free 啥意思呀？这咖啡挺好喝的，但是我确实不知道这名字啥意思。无罪恶。无罪恶，我以为是因为感到自由而罪恶呢，我就说这跟这 positive 也不一样呀，这也 too negative 了啊，人家还是 positive， 意思是说不要感到罪恶，我以为是因为太自由了感到了罪恶，那就应该是 feel guilty about free 是吧？啊，人家是 guilt free 啊。好喝挺好喝，我一直都不太明白它的这个路子，它挺好喝的。这个我以前在那个交个朋友那儿就卖过，喝过，这挺好喝，很方便啊。你们见过这玩意儿吗？打开以后它是啥样的？见过吗？它是一堆弄好的，我给你拿一个展示，别全拿回来。然后就拿这袋喝，就这么着往里一倒。这一盒几袋，然后有个管儿，有一堆这个吸管给你都备好了，你就直接拿这袋整。它这咖啡是啥呢？一个是西兰肉桂黑咖啡，一个是阿拉比卡黑咖啡啊，混在一起。这个去年特别火吧？这是去年特别火还是啥时候特别火？特别火，就是到处都能在机场看到有人拎个这个，就手里举个这个喝。喝是挺好喝，我以前喝过，就是在那个交朋友那，就这。
一盒几袋？我给你数数啊，朋友。1、2、3、4、5、6、7、7袋啊！一周7天，7袋啊！7袋，7袋。然后有吸管，我数吸管不完了吗？我又傻，我数吸管多方便呢！你看，这不7根吸管，7根吸管，7个袋，里头就直接拿这袋喝就行。你冲点奶啊，像我一样冲点椰子水啊，或者是冲点这个就是水也行，冰水都行，摇晃摇晃。需要放冰箱吗？这应该不用吧？它咖啡粉应该不用啊。我给你看看啊。至于阴凉干燥处就可以了啊，没说非得冷藏啊。保质期12个月，它是那个固体饮料啊，粉啊。它是怎么个事儿呢？它是这样。我跟这些袋子有仇，我要是弄不开它们。你听，它是这样的东西，2袋，然后你倒点水，摇一摇，插根吸管喝。水温建议低于60度，别整太烫的水。其实就冰着挺好喝，常温的也行嘛，茶呀、奶的、椰子水。手势舞是啥？我喝的是椰子水。哦，我们还买2赠2啊！啊，买2赠2包咖啡，1包果蔬粉啊！有赠品啊！赠品我没找着，反正这个就是去年特别火还是啥时候特别火，我确实不记得了。就是到处你们有人记得吗？就好多这个人在那个机场里一人抱一袋这玩意儿喝。我其实不太，算了，我也别说人家，我不太明白他这个品牌理念，我只能说还挺好喝的。今年火了啊，椰子水挺好喝。不要要求一个病人载歌载舞了。我浑身发炎呐，我7窍发炎呐，我就别载歌载舞了。这啤酒是啥意思呢？这啤酒啥意思呢？这啤酒上来就给卖出去了。今天我可以喝了哈，朋友们，注意看啊，无酒精啊，平台小红书的朋友们注意啊，无酒精啊，我一会儿就喝这个，这可以喝的啊，这是可以喝的啊，无酒精啊，我把这椰子水喝了。不对，他说他无酒精，为啥后面又来一个酒精度小于等于0.45？意思就是有时候可能会有，是吗？它配料表是这样的，跟你们说一下，它这配料表就是水、大麦麦芽、小麦麦芽、龙井茶，它是有一股茶香味儿。然后呢，放个啤酒花，放个酵母，但是他说它酒精度小于等于0.45%，意思就是 almost 没有，是吧？那我喝还是不喝？这能喝吗？哦，人家介绍了，你看看多严谨，人家自己配料表就介绍了。根据国标 GB-T4927 定义，无醇啤酒就是指酒精度小于等于0.5%就是了。
原麦汁度呢，原麦汁浓度得大于等于3度的啤酒就是无醇啤酒，它的原麦汁浓度是5度，酒精度小于等于0.45啊，那就是没有。那我喝一罐吧，我等我同事再确认一下，别直播一会儿给我掐了。你体内的酒精都比这个高，这话让你说的。你以后说话别这么准确，行吗？净说那实话，干啥呀这是？大礼包还有，大礼包有，啊，赫温贝尔大礼包还有。我先喝点这个，感觉上应该是病人喝的东西嘛，姜茶。但是我也不拿热水喝，我还是打算拿这个冰块喝。上一次是不是就说我说这个好喝来着，配大闸蟹，但我没找着那个样品，找着了啊，其实也没找着，人家品牌给补发的，对不起啊品牌。来自云南精耕细作，一盒里是3啊，3包姜茶。人家意思呢都是你就要最好是拿热水是吧，混热水，1秒即溶啊，温暖不等待。但是他也说了，你也可以姜汁奶茶，也可以倒起泡水，他没说可以加冰水，但是我给他试试可不可以，应该也可以。哎，试一下，喝完会不会更不舒服？I don't care。这玩意儿真挺好喝，我就爱喝姜的这种东西。姜汁，它的配料表就是姜汁和甘蔗汁。我觉得喝完能挺得劲儿。你们是不是看到我把姜汁倒在冰块里都是眉头紧皱？感觉是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怎么能这样呢？怎么能把姜汁往冰块里倒呢？有没有感觉到被冒犯了，朋友们？有没有被感受到？有没有感受到被冒犯？无所谓啊，开心就好啊，开心就好。哎呀，水倒多了，我还是喜欢它再浓一点那个姜辣嗓子的感觉，水有点倒多了，还是很好喝，我真的很喜欢他家这个味道。这谁呀？天真啊、哦，天真好，喝点姜茶吧，天真对身体好啊，拿热水喝啊，别像我似的，像我这样就是好喝了，对身体好不好就不知道了。但是你说啊，朋友们，是不是心情好？心情也算身体的一部分，对不对？所以说心情好了，是不是也算身体好？我喝酒就是这么劝自己的，喝酒对身体好不好？肯定不好。但是我喝个酒心情好，心情好也就是身体好，对吧？咱们冰块兑姜茶这么喝，好不好？不知道。但是我心情好了，那应该就是好，不知道是吧？爽。好的，我的同事，你看我严谨一把，对不对？我同事就查了，说这个还是不能在直播间喝啊。它可以定义为这个无醇，但是他还是不允许在直播间喝，不让啊，我就不喝了。推荐给大家，你们可以回去喝喝，挺来劲的。我已经喝过了，但我不能在直播间喝。喝了可以开车吗？我的同事帮我查查，喝了可以开车吗？我再喝点椰子水吧。我这个杯子现在很复杂了，已经跟做化学实验似的。它现在是残留的姜茶的味道，再混一点椰子水，我品品怎么个意思？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这个杯子呢不卖啊，这个杯子是你买2瓶这个绿酒送你一个这个杯子。笑死我！怎么又笑起来了？这个也很幽默吗？谢谢啊，这样就能给你们带去快乐吗？哎呀，我太荣幸了，谢谢啊。我不知道啊，我们不能说开车可以喝啊，不能说啊，反正就是这个要遵守这个规矩，平台的规定。反正你就别非得喝这玩意儿开车了呗，还是别开车喝它了呗，好好喝呗。感谢感谢，与有荣焉，与有荣焉。那这钱是捐给谁了呢？感谢啊，与有荣焉。我一哥们儿做个款酒，然后让我签个名去做那个公益拍卖，然后就做公益了。我是浑身发炎。今天有故事吗？有啊，肯定有。但我们这不还没开播呢吗？现在是抢跑啊，先下播一会儿，先缓缓，先把这个新品给大家稍微讲解一下，讲解一下，咱们就开始。哎，这个水塔墩墩怎么还是上了呀？我的同事，那这水塔墩墩我讲不讲呀？我看到了一个那个啥，啊，我的老朋友益生菌 ，Wonderlife 的益生菌，还有啥？还有个燕麦，这个燕麦片儿，这个燕麦片儿我就不吃了哈，我没找着合适的那个拌它的东西，我给大家展示展示吧。我是空口尝了一下是没问题啊，它还是挺丰富的。我到哪儿给你展示？哎，好的，万能的超干条，贡献一个盖儿。嘿嘿，给你们看看它这个燕麦的内容。怎么样？没想到吧？超干条的盒还用上了，怎么样？很丰富啊！具体有啥呢？你肉眼可见的有啥？我能看到，感觉这个是椰子干吧？这是。当然，主要还是燕麦啊。这还有啥？我别瞎说了，我给你看看配料表。啊，燕麦片、椰子油、干椰丝、可可粉、海盐，还有曲子醇半球形酥性饼干、黑巧克力、扁桃仁碎，啊，就我举的这个，这个燕麦片啊，南瓜籽儿、无糖椰子片，你看我就说有椰子片吧，我就看见了，应该就是这个，这就是椰子片，啊，生可可粉、树莓干、火龙果干，树莓干在哪？哦，这红的是不是啊？这红的这个是火龙果干，应该是。树莓干呢？啊，这更红的应该是树莓干，应该哦。我看还有啥？哎，还挺酸。哎呦，哎呦，这树莓干有点酸哈。哎呦，酸我一激灵。南瓜籽仁儿还有。啊，推荐给大家哈。梅子加芒果，讲一下青梅加芒果。
那是我们老朋友米店的一个新品，米店就我们之前卖过那个大汉饼啥的。别慌啊，你们别慌，我也别慌，我找找他去哪儿。一般来说，他就在我附近。我一般都是灯下黑，就在眼前，我看不见的。我看看啊，咋回事呢？这回改全黑了，不应该呀。我昨天还吃了，又找不着了。哎呦，我惊了呀！它就是梅子中间夹了一个芒果。这怎么能找不着呢？怎么可能呢？拿过来了呀，应该是。我有时候也挺无奈的，他们就好像有自己的意识一样，经常的就是需要施工玩这套。瞧到？Where are you？ 找不着了。我一会儿再找吧。我一会儿等咱们8点钟发券的时候，我站起来找找。现在找不着了，我一会儿再找找吧。他应该是没走远啊，没有走远。嘿，太好了，太好了，这酒必须喝了。牛板筋讲一讲，也没啥好讲，你看看，这我咋一找就找？它就是个朴素的包装，然后一口一个的这种厚切的板筋，独立包装的，一包，好吃，塞不塞牙？肯定塞牙啊，板筋肯定塞牙，看你运气吧。我有时候吃就不塞，有时候就塞，好吃。麦片可以看看吗？哎，刚不是看了吗？刚我看了吗？朋友，那个新来的朋友，你点开那个品，我讲过，你看那个讲解，应该是有讲解的啊。我刚展示过了，谢谢啊，谢谢，感谢你的理解、包容与支持。而我为何？我吃个益生菌吧。这个益生菌真是我的老朋友了。我接下来说的，我这个脑子有点那什么啊，我正好是那个有点感冒。我接下来说的全部都是我个人体验啊，朋友们，没有不是人家益生菌承诺或者我们说有什么功效啊，没有啊，我就说一下我自己的体验。就这个益生菌是咋回事呢？我去年不是治那个幽门螺旋杆菌嘛，吃那个抗生素，治完了之后呢，就肠胃一直不好，一直难受，一直疼啊，拉肚子。就治完以后，治完以后我就很费解了，我就说，哎，我这都治好了吗？怎么还这么难受？然后医生就说呢，因为你吃抗生素治幽门呢，它就是说会把你的肠胃里的所有100多种你曾经拥有的这个菌群全给干死、消灭掉啊！你就废了啊！你就这里头啥也没有了，废了。我说那咋办呢？他说你可以吃点益生菌，然后呢补一补。哎，正好我其实跟这个人我就很熟啊，这个他们家王德盖，我就问他，然后他就给我弄了一堆。我那段时间我没说这一定有效啊，
但我确实是那段时间连吃了一段时间这个益生菌，每天就是我咋吃呢？我这个吃法可能你都会觉得有点，我懒得冲水啊，我每次都是就这么着我就吃了。我那段时间就是睡醒了，饭前饭后睡前没事我就。往嘴里倒一个。反正那段时间确实，我觉得是，我没说人家有什么哈，我就确实我那段时间是这么弄的，然后慢慢的就好了。到嘴里什么味儿？酸酸甜甜，它都处理了，它都有味道的，它不会让你那么那个什么。我反正是直接到嘴里。我看看我今天这个，它有一些科学上的说法，但我觉得大家其实也听不懂啊，咱们也没必要说弄。你看我给你念念它这个科学上的说法，听着头贼晕。甄选6株菌株啊，1瓶400亿活菌，这听不懂啊。然后什么只有益生菌、益生元加麦芽糊精，菌株来源于人体有益菌。使用方法：每日1到2次，每次1到2瓶，饭后半小时使用，掰开直接食用或者用水冲饮，保质期18个月。它这个太复杂，念出来你看3株菌叫什么副干乳酪乳酪杆菌 LPC-37，这后面全是这种名字啊。有一个咱们经常听到的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是吧？这经常听到。反正就是6株菌株，我呢就是换环境啊，比如我不是到处吃吃喝喝嘛，我有时候去什么贵阳啊。吃吃喝喝，吃那些辣的、酸的，有时候不舒服了，我就整点这，整点这个。不建议的人群是3岁以下、3岁及以下婴幼儿不要啊。然后同时服用抗生素药物的话，需要间隔2小时服用。然后呢，男女老少就都可以，除了刚刚说的这个不建议人群，他说的这个他的这个范围啊。我就是那个什么，西小野，我觉得那个玉米须的好。我确实就是那个吃完抗生素以后彻底废掉以后，就是吃了一段时间这个就觉得舒服多了。哎呀，这个没提前说，我都没准备好样品，要么就先这样吧。你这得提前说呀，你这没提前说有点蒙圈呢。不过也不能怪你，你提前准备的样品我也没找着。我同事说我们又加了一个贪天的那个猪油渣，但是我也没找着。不过呢，他提前跟我说的那个米店我也没找着。还有3分钟发券哈，3分钟发券的时候我去找找，我如果能找着就那个什么啊，就给大家看看。啊，发券的时候去找找去。没事你挂着吧啊，你挂着吧。我一会儿去找找，你看我找着了，对，可以。梨还有吗？有吧，应该。有朋友问这梨还有吗？给大家谈一下这梨，这梨非常受欢迎啊。
还有啊，秋叶梨，有人收到了吧？这梨，朋友们有人收到了吧？好不好吃？这梨，这个梨好吃，应该是有人收到，是吧？个头挺大的，啊，收到，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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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有点厚，啊，有人反馈皮有点厚啊，大家注意啊。味道好香啊，对，味道是好香。常温哪个酒好喝？梨收到了，味道不错啊，谢谢。常温哪个酒好喝？不行，都得冰。有一些红酒吧，你看我那个购物袋里有红酒，那个常温喝可以。除了红酒之外，我推荐你都是冰着喝。还有1分钟发券啊，发券了，大家维持一下秩序，帮我那个什么吧。我应该还有一个没讲的新品，我找一个新品放在这儿，考验一下你们，看看我这个没讲过的新品该怎么卖呢？我没事干，考验你们干啥？我脑子多少是有点不正常的，我觉得。就这个吧，这个讲解难度也不大，朋友们，啊，帮我卖卖这个吧。首先你们猜猜这是啥，然后帮我卖卖这个。我去，还有1分钟发券啊，我去找找我那个莓果干去。还有油炸。哎呀，能在哪？不会在外面吧？再找一圈啊，没有就放弃了。感觉估计结局就是放弃，盲猜一个放弃。美国干儿 ，Where are you？Where are you？油炸，油炸，不行啊，他们都喊不出来，不听我的话，没办法，没有。哎，桌上也没有了。哎，稀里糊涂的。太迷糊了。这是过稀碎，可以说是。啊，咱这个日子过得可以说是稀碎呀。啊，稀碎找不着啊，找不着，放弃啊，没事。人生一定要学会死心，找不着找不着。好吃吗？肯定是好吃。我给你形容一下，它就是一个梅子，一块梅子中间夹了一块芒果，酸酸甜甜的。你看图片也能看见，其实。哎，我看看这个，居然卖出去了吗？我看看啊，我看看这个完全没有讲解的，可以，感谢你们。它是啥呢？这是啥？应该猜出来了吧？就这玩意儿，很方便啊。
比如什么呢？比如我们没吃完的梨，这很奇怪，为什么没吃完的梨要放？这梨有点大啊，这梨有点太大了。哦，居然也可以放得下啊！然后一封口，哎，好嘞，还是有点大，没封住口。当然，你也不可能把一整个梨拿这玩意儿封啊，这它就是一些没吃完的，比如说葱段啊，我是啥呢？我不是经常会煮羊肉吗？我那羊肉你可以抬一下。我煮羊肉呢，葱这个玩意儿，卖葱的朋友不都给你卖一大根大葱吗？那我一次煮羊肉我就放一点葱段，那一根大葱我不吃不完吗？我吃不完，我就会把剩下的切好，弄一些葱段放这里，然后呢封好，我就冻在冰柜里。然后我下次煮羊肉的时候，我就再拿2个葱段出来煮羊肉啊。反正这是我目前发现的一些比较好的用法。煮羊肉啊，煮羊肉就是那个羊肉可以给大家谈一下，我就煮那个羊肉。就这样锁起，反正就是这么着一卷。对，就煮这个，这羊肉很好煮，特别简单，傻瓜式操作。我都说累了，这个都是卖过好久了。这个是从我们小卖部开张第1天可能就有的一个品，不是第1天也是第2天、第3天就有的一个品。冷水下锅，水开撇去浮沫，转小火，然后呢往里放一个葱段，从冰柜里拿出这个袋子，掏出一个葱段放进去，撒一把盐，小火煮30分钟，不要超过40分钟，捞出来就可以吃了。就这个羊肉，我就这么做的。然后这就可以存储你没吃完的葱段啥，就各种各样的东西吧。比如我们之前卖那个鸭锁骨啊，就是这鸭架鸭锁骨，有一些它保质期不是短吗？我有时候也会把它弄成这个，给它冰起来。虾干儿啊，虾干儿你就剩了1个2个的什么的，你觉得这一大包你吃不完，你可以把它冰起来分开。我看，你看有人这个真的有生活经验的，香菜蒜苗切碎装起来拍扁，每次用掰一块，这是真做饭啊！这你这东西对我来说有点太复杂，我用不了这么多东西。感冒好点了，好多了。好多了，舒服多了，欢迎大家哈！感谢各位。我8点半的时候，我再出去找一回，我的这个猪油渣和没有芒果，无核青梅加芒果。我新品是不是讲完了？我是不是可以开始读信了？上次的朋友们有没有收到这些像我们这猕猴桃汁儿啊，收到这个猕猴桃汁儿啊，或者是梨啊的反馈怎么样？觉得好吃的可以帮我说一说。对，今天还有，但月饼还来得及吗？17号过节是吧？那应该也来得及啊。我们这月饼也还在卖啊。你没买月饼也可以看一下这个月饼，应该还来得及啊。24节气，它就是24种味道，24个小月饼。24个味道，这样小月饼，它这包装比较简单朴素典雅，也不难看，你要送礼也可以。17号嘛，反正是还是来得及的哈。虾干能看一下吗？太小了。这不可能吧？我上次不是打开过一回吗？
又打不开了。哎，哦，我就说我开过一回啊。买大号的就行，就这个。配个黄酒，摊天下酒菜你就配摊天黄酒就行。你不是卖密封袋吗？啊，这儿呢啊，这个好开。欢迎大家，我们8点半发券，我再去找一次样品。荞麦面，今天再泡一包面吃吗？上次你们记得我吃这个面吗？讲解里能不能显示我上次吃这个面呀？今天就不展示了吧。这个人一不舒服，食欲特别差，不想吃东西。配料表就是荞麦粉、黑全麦粉啊，然后加了点水，加了点盐，木有了。这很好吃，拌他自己那酱就行。然后盛浓，我们一直卖盛浓炸鸡，今天上了一个新口味儿，其实对我来说就还好，就是不是说那个叫什么，哎，反正就是挺好吃啊，特别简单。盛浓这个炸鸡大家翻一翻，我这个今天就不吃了，今天确实是没什么胃口，喝点冰水挺舒服的，不想吃了。你喷香水吗？我几乎不喷，我几乎不喷。今天读信嘛，读。等我那个稍微再冷静一下，我感觉我现在说话还是有点那种那样。你等我一会儿没有这样的那种感觉了，咱们就读信。昨天就不舒服，就给大家给割了，但是今天尽量就。今天其实也没有多舒服，但是就还是播吧。喝酒，好几天没喝酒了，都这样了还喝。欢迎大家，感谢各位关注。番茄汁好喝，对，好喝，不加一滴水。它的配料表只有番茄，这里头有差不多3.5颗番茄。喝点这些会不会舒服一些？就你不吃饭，你也得有营养，是吧？整点这个。酸，它就是番茄本身那个味儿。它水也不加，糖也不加，它就番茄那味儿嘛。你觉得番茄酸，它就酸啊，酸的。司康蔓越莓，对。猕猴桃超好喝，对。我看我新品讲完了。那个司康就是吃这个蔓越莓味儿的好吃，长这样，一大盒。
个吃一口无所谓吧。不吃不吃，又吃了。读信啊，读信，我们不是预告的是8点半吗？8点半读信。未知数啊，谢谢未知数。哎，这枕头怎么还有人在嗷嗷下单呢？这枕头有人收到了吗？上次买枕头的朋友们，你们收到了吗？这枕头怎么样？是不是不错？这枕头，这枕头很好啊，用法一目了然哈，功能分区一目了然，我就不用讲了吧。中间这一个区域放脑袋，这后面这垫脖子，左边是左边，右边是右边，驰骋在梦的海洋里，回忆，陷入回忆，陷入幻想，温暖啊，得劲儿啊，很舒服。有人收到了吗？这真挺舒服。你看，我就说我刚才没讲，就有人在这买枕头，欢迎大家啊！感谢各位，感谢各位，感谢各位，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听说大闸蟹都热死了，哎，每年都有这种说法，不至于吧？反正大家吃大闸蟹也是等那个天凉了再吃。我那天还去了趟阳澄湖，吃螺丝来着，很开心。但是蟹现在还小，你可以买个蟹卡，到时候换。对，我们有蟹卡，拍16只多送8只，一共24只，还是挺合算的。但是你现在别换啊，等那个气温降下来的时候，10月份、11月份你再去换就好吃了。对，它就是温州猪油渣，我们那个滩天的就是温州猪油渣，就那玩意儿，老好吃。不是那个，你看有朋友说这个猪油脆是不是温州猪油渣差不多？不是差不多，就一样啊，就是那个一模一样。它就是温州，我们不就温州特产吗？我们这个虾干不也是温州吗？那也是温州的，就猪油渣，好吃，这玩意儿老好吃了。我是在哪儿吃到的？有杭州的朋友去过一个酒吧叫酒饮吗？我是在那个酒吧的下酒菜吃的是这个，配威士忌。我说这什么东西啊？怎么这么好吃啊？这是什么？怎么这么好吃啊？后来我就跟这个老板成为了朋友哈，就经常吃这个他的这个猪肉渣，老好吃了。啊，滩天下酒菜系列都可以配这个黄酒。这玩意儿真的好吃，这玩意儿真的好吃。它不是我们经常那个理解中的那叫什么，比如说猪油渣炒个莲花白那个猪油渣，不是那种猪油渣，它是很紧实的一块肉，它主要还是肉，里头有油脂，直接吃啊，撕开就吃，就造，就是快乐，就起飞，开心。哎呦，哎
我们菊酒老板这个，他推荐的一款酒我还没讲，怎么就卖了5件了？他推荐了一个新的酒，就价格高一点的，这个味道丰富一点的，买1瓶送个帆布袋。酒标也很有意思，我看看他送的帆布袋是哪个。他送的帆布袋发个图片给我，我确定一下。我这手边有几个帆布袋，我不知道是哪个，别弄错了。哎，我让他给我把这个描述发一下。你把这个，你这个塞普拉斯干白的酒描述简介，你给我介绍介绍呗。袋酒，对，袋酒。哦，帆布袋就这个帆布袋，挺大的，就是送他来的这个帆布袋。买这个酒送这个帆布袋哈，它味道比较丰富，就不是那么入门了，稍微进阶一点点吧。度数是13度。酒是好喝的，但我给你形容，我还不如让那个专业的，我让专业的人士给你形容啊。这个是我们这个李泽，我等李泽给我介绍一下，给大家听一听，对吧？我形容肯定没有他形容的到位，他职业侍酒师。还有10分钟发券，10分钟以后我们开始读信啊。刷我朋友圈，哎，来了。咱们听听这个李泽是怎么介绍这个酒的啊？职业侍酒师。哇，这个酒也太好喝了吧！不管你是小白还是资深，必须要开一瓶。如果你要是想追求白葡萄酒非常好喝的那种味道的话，你也不差这些小小的一些预算，对吧？你可以用2瓶的钱买这1瓶回家，保证你好喝，必须好喝，不好喝不好喝来找我吧，不好喝，好喝的。你是不是已经喝了？喝多了吧你？这不才8.20吗？这开头也太浮夸了，再给大家听一下这个开头啊！哇，这个酒也太好喝了吧！不过我给你铺垫半天，我说我就别介绍了，我有请专业职业的侍酒师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开头就是哇，这个酒也太好喝了，太职业了啊！真服了。哎，他已经喝多了，老板娘已经发来了他最新状态，喝美了已经，介绍不了了。酒是好喝的，我有这个职业的哈。我给你看看啊，太有意思。朗格多克产区来自法国啊，采用生长在粘土和石灰岩上的年轻葡萄藤的果实，压榨后呢，直接在水泥罐中发酵陈酿8个月，100%的霞多丽葡萄啊，中等的柠檬色。闻香呢，非常的清新且浓郁，带有奶油般的质感和轻微的烘烤气息，啊，伴随着柠檬、青苹果以及一丝丝熟梨的香味啊。熟梨什么味儿？大家有人说熟梨是什么？梨是什么味道呢？你可以买一箱我们这个秋叶梨回去闻一闻。口感很明亮啊，带有柑橘的清爽酸度，令人愉悦的酸度和柔和的矿物质口感之间达成一种平衡感。畅饮配餐的绝佳酒款。
好吧，关键是送一个袋儿，关键是送一个帆布袋。还有7分钟，我们发完卷，7分钟发卷读信。这个酒怎么还偷偷摸摸卖挺好啊？这是跟那个毯子酒一家的，这是酸酸甜甜酒，这应该也有朋友收到了吧？怎么样啊？你们喝着感觉是不是酸酸甜甜？哈密瓜和荔枝提取物，然后白葡红葡混在一起，2瓶送个冰盒、冰格。我觉得是偏甜，看看各位的想法。我觉得是它就是水果味偏甜，然后呢混冰块喝。我一般也是倒在这个杯子里，加点冰块喝啊，加冰块喝。这个酒度数也就还好吧，应该是10度，我记得是我看看，哎，10度，对，10度。我都是掺冰块喝，特别过瘾，比较清爽，没有那个甜腻腻的感觉，这就是水果的那种甜，果甜。这是干型的，这个是干型，这个它就是偏酸嘛，你可以这么理解。我们这个杯子是买2瓶这个绿酒送一个杯子，还有5分钟。我喝的是水啊。我喝了水，我直播不能喝酒。感谢各位。你咋不喝酒？直播不能喝酒啊！一个是规定了不许，第二呢，我自己有原则，我工作的时候不喝酒。我从来工作的时候是滴酒不沾的。怎么就工作了？这也是工作，这很快乐，虽然很快乐，但它也是工作啊！你看我要卖这么多客户的东西，虽然我讲的稀碎吧，但我也不能喝多了给人家瞎讲啊，是吧？这个不苦啊，这个不苦，它就是有股茶香味儿。看着不开心，没有不开心，就是不舒服，有点不得劲儿。你没听声音听不出来吗？你以为我是在故意压低嗓音吗？我是有点不得劲儿，我不是不开心。但是你让我躺着吧，我已经躺2天了，这干躺吧更无聊，贼难受。我还不如播一会儿，我挺高兴的，跟你们聊聊天，我心情好一点，心情好一点可能就好了吧。不知道，病魔像弹簧，你弱他就强，是不是啊？不能太给他太多的那种attention，不能太把他当回事儿。怎么了就得静卧，就不卧，我开心起来，是吧？开心起来应该就好。我一般这种那个什么轻微的这种感冒啊，或者是这种什么发炎了什么，我都不吃药，我就是靠心情，我心情好了自然就好了。我一般是不吃药的。我不知道，我们这个好像从小养成的习惯，我是从小就是说，哎，别吃药，就是家里大人也是说，这吃什么药呢？
2天就好了。哎，果然2天就好了。我现在老了，我35了。我跟你们说，我20来岁那会儿，我就是这种状态，我就是现在这种声音，你听起来这样的，我就喝酒去了。我越难受那会儿，年轻那会儿越难受越喝，根本就不管，就是喝，哎弄，第2天起来要死的，晚上这个弄，继续弄个几天就好了。现在不敢了，现在就对他还是有点尊重了，不敢这么整。太猛了是吧？太猛了！还有2分钟发券哈。我怀疑跟这个就是阳过这个有关系。我就自从这个阳过以后，感觉就是不行了，不敢那么造了。以前根本就是还有1分钟发券，哎，发券我再去找一次啊！我刚刚说了，我说我再找一次我们那个产品。亲爱的朋友们，帮我售卖一会儿啥呢？售卖一会儿这个咖啡吧。我再去找一个找那个，我有一些样品刚才没找着。果然在外边，哎，刚才就应该找到了啊，朋友们，在外边，东西太多了。先给你们看看这个没有芒果啊，没有芒果，哎，这谐音梗，没有芒果，到底有没有芒果？其实有芒果，就是没有芒果啊。它是啥样的呢？它是梅子里边有一个芒果啊，没有芒果啊。哎，也挺巧妙吧？也不知道该咋评价，太巧妙了哈，真巧妙是吧？梅子啊，一个梅子里头一个芒果，没有芒果。嘴里没什么味觉，像我这种有点发炎、嘴里没味道的时候，吃个这种酸酸甜甜很刺激，偏酸哈，挺过瘾的。又有倒播的了，朋友们，又有倒播的了。我今天已经提前做好了防御手段，他那个倒播吧。我每次一说有倒播呢，他就把我声音掐了。我这次已经做好了防御手段哈。正在别处看的朋友们啊，你们正在别的平台看的朋友们啊，来小红书啊。嘿嘿嘿嘿非常简陋的这个，非常简陋的。哎呀，这字儿还写错了！天哪，雾霾！重新要打个字。这怎么还写错别字了呢？这可能是太激动了，觉得自己太厉害了，怎么想到这么巧妙的方法？结果这个字儿打的有点那个胡来了啊！重新来一遍。
哎，正在看导播的朋友们啊，嘿嘿嘿，我在小红书啊啊，很简单的防导播小技巧。正在别的平台看的朋友，你现在可能我的声音已经被掐了，我的声音被掐了呢，你就看这个字啊。你看这人一下涨了，肯定是别的平台过来的，呜涨，哎呀，这挺有用啊！你看那个人数，朋友们，太厉害了，这玩意儿太有用了吧？这也太有用了吧？这个这，哎呀，我这个智力啊，我这个智力喝酒喝的还剩一半了，但是还是够用了，够用，我这个智力够用。你看这人长得，帮那个小红书拉新了，小红书不给发点券吗？小红书，我就用很朴素的方法把你拉用户，你不给我发点券吗？这人瞬间涨了500多，你不，哎，500多位朋友，欢迎你们啊！刚刚是不是在别处看导播来着？突然来到这儿了，是不是啊？是不是在别处看导播了？啊，很简单，很朴素。我的同事们说：“哎呀，没办法，说没有办法，想不出什么办法来。说这个一举报呢，你就算举报他们那个抖音呀，就别的平台受理至少要2个小时以上。说人家2个小时够赚的了，人家2个小时赚好了就走了。我心想，那我开发一个简单的，这个也不用举报啊，非常简单的一个这种。”哎，一个防盗播系统，哎，很简单，一个人一张图片就完事儿了啊。哦，还有一个在播之前的录播，哎呀，这些人太厉害了啊！没事儿，就这样。但你们从他们那儿买呢，就容易出事儿，因为他卖的不是我卖的东西，你们容易出事儿啊。说已经有在放录播的了，你可以帮我看看哈，感谢。啊，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刚刚的那个这个东西，猪肉酥酥，其实就猪油渣，就是温州猪油渣。有温州的朋友吗？给我说一下这个，帮我说一下，这猪油渣老好吃。它也是一大包，然后里头都是这种独立包装，一块一块。它其实是压的瓷似的肉啊，油脂比较丰富的肉，非常好吃。这个它的配料表呢，就是这个叫什么呢？猪肉味精、香精，这食用香精、食用盐和这个叫乙基麦芽酚，我也不知道这啥玩意儿，我查查去。然后是温州的啊，温州的。5斤新鲜猪肉产出1斤香酥猪肉啊，这个呢，我很早之前在他们那个酒吧就吃过。热量炸弹，这肯定是热量炸弹。你说这玩意儿健不健康呢？哎，我吃的时候我就不想了啊，反正好吃，我只知道。它是酥脆，酥的，没有那么脆，主要是酥。录播不侵权吗？侵权呀，肯定侵权呀，他们正在处理，同事正在处理。保质期90天。哎，侵权这个事儿我倒还好，我有时候乐观的想吧，他帮我播也算是帮我宣传是吧？但他
他经常卖不是我卖的东西，那个我就不知道他在卖啥了。那个你吃了，你万一出事了咋办呢？就这个比较烦人。其实我对这个侵权吧，就也还好啊，就这么多年了，我觉得就算了，我乐观点想吧，你就侵权吧，也算帮我宣传，无所谓吧。但是他经常卖一些不知道哪来的东西，这个有点吓人，是吧？我的心态是这样的啊，我倒是，哎，我这太多年了，我从小写东西就被人抄袭，我从小写东西就被人抄袭。我那天无聊看了看，就是我校场里写的那些东西，最早抄我校场里那些东西那个人，那个账号都要拍电影了，算了吧，就这样，无所谓啊，我已经无所谓了，就这样吧。但是他要是卖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把你们吃坏了，这个就麻烦比较大，所以我就干涉一下。一般我连举报都懒得举报，抄去吧。我是一个，哎，我真是一个，哎，就一开始吧，还想想，啊，想想嘛，就哎这样。你们别跟我似的，我是算了，我经常是算了，但是推荐你们年轻的时候别这么轻易就算了，我这个算了吧，有时候也不太好，但我确实已经算了。啊，我有个问题，我和男朋友谈了3年，他对我很好，最近几个月我一直对他不耐烦，遇到矛盾他说什么话我都不想听，直接让他闭嘴，总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刷短视频或者看剧。我也觉得这样不太好，但我就是莫名其妙不耐烦，想发火。我回忆过去，这种不耐烦也在我和我妈的对话中体现。我和我妈平时交流少，去年暑假回家4天，我就对她不耐烦了，想赶紧离开家。我发现我对很亲的人会这样，不熟的人反而很友善。我很想改变这种状态，但是抑制不住心中的烦躁。请问我是哪里出了问题？蛋总啊，你就是你不相信别人能理解你啊？你为什么对不熟的人反而很友善呢？因为你不期待不熟的人理解你，你对不熟的人没有期待，你对亲人有期待，你对亲近的人，你觉得亲近的人应该可以理解你吧？啊，然后1次没理解，2次没理解，你就不耐烦了，你不想再解释自己了，不想再跟他交流了，你就变成不耐烦那个状态了。你不熟的人嘛，陌生人，你觉得哎，你爱理解不理解，我对你也没有那种期待，大家嘻嘻哈哈就完事儿了，所以你对陌生人很友善，你对熟悉的人嘛就不耐烦。你肯定是试图跟他们交流过1次2次，你觉得嘛，大家这么有默契，你是我的亲妈，你不是我男朋友吗？你爱我吗？不是，你不就应该我稍微说个1句话，你就应该理解我吗？不是这样的啊，姐妹儿，人和人的理解不是这样的啊。这种理解也有，但是很难得。理解呢，还是在大量的交流中产生的啊。你还是得跟他们说话，你还是得跟他们交流。你不跟他们交流，你总让他们猜，他们理解不了你。越理解不了你，你越不耐烦，越烦躁，恶性循环。最后呢，你就把心封闭起来了，觉得没有人能懂我，没有人能懂我，没有人能懂我。去哪儿不知道买个降噪耳机一戴，开始 emo。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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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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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别啊，别，还是要交流啊，多跟人说话。刚刚那是什么歌？听不出来吗？我刚唱的歌没听出来是啥吗？朋友们 ，emo 神曲没听过吗？这首歌，我们那一代的 emo 神曲啊，我不知道现在 emo 的人都听啥，我们那一代对 emo 我就听这个。
有人听出来，我看见了。哎 ，style。啊，人和人的理解不是那么，大家都是，因为这个影视作品吧，文艺作品呢，经常告诉你有一些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理解，你就以为，当然妈妈对你的爱应该是无条件的，那你觉得应不应该是也是无条件的理解我啊？不是啊，想理解你是很难的，你还得多跟他交流。从哪开始呢，姐妹儿？你就从这个不耐烦开始。你如果觉得跟你妈交流有困难，先跟你男朋友开始。你就说，哎呀，我也挺喜欢你的，我也觉得我老觉得不耐烦不太好，但是我为什么总是这么不耐烦呀？你能理解我吗？你跟他聊一聊，你可能会很神奇的发现，其实你男朋友能理解你。你男朋友会说，哎，其实我有时候就发现你有的时候呢，精神就陷入那种状态，你觉得我们理解不了你，你就想自己一个人待会儿，倒也无所谓了。其实聊一聊就聊聊就好了，就聊一聊，不聊就不行，不聊没个好啊。不想聊就不聊啊，不想聊就没办法了。有的人是enjoy啊，有的人enjoy这个沉浸在自己的降噪耳机的，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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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有一种令人愉悦的忧伤。有的人enjoy这个是吧？但是给我写信的这个人呢，肯定是有点不enjoy了。给我写信这个姐们呢，想摆脱这种状态，那你就得跟人交流啊。对，还得有下雨的声音，没有下雨的声音不对了。它这个完整版本必须有下雨的声音啊。你们这是真没听过吗？我已经年纪这么大了吗？你们年轻的朋友连这歌都不听啊？听过。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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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起来了吗？是不是这样就想起来了？我说我脑子也发炎了，我怎么了？我干嘛呢？啊，我们柚子酒卖光了，桃子酒还有啊。桃子酒喝起来像桃汁儿的感觉，就桃子罐头的那个罐头汁儿的感觉。当然，牛脆脆还在啊！哎，牛脆脆今天是现货还是预售啊？朋友们，牛脆脆今天有多少啊？当然可以，当然可以啊！但我本科谈了一个男朋友，感情非常好。牛脆脆是48小时发出啊，但是也没有多少啊。孜然味的一共就1500罐，这个是香辣味的1500罐，原味3000罐啊，估计一会儿就卖光了。卖光了就改预售，预售的话就是5天之内啊。感情非常好，谈了1年毕业了，我出国上学，他留在国内考研工作，我们就这样异国了5、6年，异国了5、6年。期间我一直想让他来新加坡，他都不愿意，我们都舍不得对方。异国期间靠电话维系5、6年，感情还是很好。哇，那感情还是很好。但是在我博士毕业前半年左右，感情变了。他想要回家照顾他的家人，我想要回我家。
工作，两个人都没办法妥协，就分手了。分手很不愉快，感觉自己心里一直都有个坎儿，有个遗憾。后来回家，家里催得紧，就找了个老实人。现在到了结婚的档口，老实人这3个字用的，我一开始以为两个人可以培养感情，但是相处下来发现，有人天生就不会谈恋爱，没有恋爱体验，他很木讷，我觉得挺难过的。感觉在未来的生活里，爱情这一块就是普普通通吧，让人没有期待啊。找了个老实人是什么意思？找个老实人呢？哎呀，姐妹儿，你是为啥遗憾呢？因为你的炙热的爱情，结果有5、6年都是异国，你遗憾是吧？结果觉得终于可以在一起的时候，这感情不是说感情变了，你说感情变了，不是，你是感情终于撑不住了。这异国恋能撑5、6年也挺夸张的，终于撑不住了，这很正常，撑不住了就很正常啊，没啥好遗憾的。已经撑了5、6年，已经很了不起了，撑不住了，找个老实人，这也哎呀，我不知道啊，我怕你后悔啊，我感觉你将来会后悔的。你是一个，因为我觉得你是个啥人呢？你为了爱情啊，你可以异国恋撑5、6年的人，你不像是那个随便找个人，老实不老实吧，咱就不说了，你随便找个人就能嫁。我觉得你不像那样的人啊，你是一个为了爱情能异国撑5、6年的人，所以爱情这玩意儿呢，在你生命中就是站位很高啊，所以不推荐。哦，对，这个没讲啊，我们这个爆浆的这个手工，哎呀，没事，别慌，你们别慌，都别动。这个我爱吃这个黑芝麻的，你爱吃那个另外的馅儿，你就买那个另外。它是一大盒，贼多。就它的意思是啥呢？直接吃，我上次直接吃只是浓郁，但是呢，它拿微波炉加热以后就是爆浆流心儿，挺来劲的这个。我可以拿它当会儿道具。你直接吃就是浓郁，你要是能拿微波炉稍微叮一下，它就是爆浆。你看这里头黑的，就是黑芝麻。一股蛋卷味儿啊！我爱吃黑芝麻的，但你看你爱不爱吃花生酱嘛？肯定也有人爱吃花生酱，它就是就是那个黑芝麻酱，就是那个花生酱，没有什么变化。你要是爱吃花生酱，那想必花生酱也很好吃啊，对不对？蛋卷是古巴产的吗？啊，不是啊，这不是啊，我给你看一下。正经是咱们浙江的啊，生产商是正经是河南的啊。2个口味都吃，俩口味都吃就可以买2个口味。感谢。我想问蛋总，我想自然而然脱单，但是我又错过了自然而然的阶段。我是一个牡丹。前几天和好朋友聊起我的理想型，好朋友说他认识一个有这几点特质的男生，恰好就是我以前的同班同学，让我主动联络一下看看。但是我们已经有10年没有联络了，也不知道他现在是什么样子。我应该怎么开始聊起来才会显得我没有那么目的性？为什么你朋友认识的一个人恰好是你10年前还没有联系过的同学？这是缘分呐。然后你居然要问我怎么样聊起来
才会没有目的性，显得自然而然。这还不够自然而然？多大缘分呢？你10年没联系的同学，男同学，被你朋友推荐给你，这不就是自然而然的缘分吗？你还觉得这还不够自然而然？这就是自然而然呐！这太自然了，这不缘分吗？这比大自然都要自然啊！太自然了。我是否应该让朋友先打探男生的口风，让男生来找我聊天会比较好？啊，都行啊，方法不重要，首先要扭转你的这个心理啊。一，我俩都是母胎单身，没有什么异性朋友。二，我的交友状态是在生活中不期而然的那种。你这还不够不期而然，这已经是不期而然了啊。所以请蛋总分析一下，我要不要主动去找他？我就喜欢自然而然的脱单啊，就这种感觉，这就是自然而然啊，这就是自然而然。你就是关键扭转一下心理。这姐们是啥呢？没谈过恋爱，觉得去主动追求一个男生显得目的性太强，不够自然啊，不够自然嘛？觉得自己不喜欢，喜欢自然而然。你对自然而然的定义有问题啊！你这就非常自然而然。你10年没有见过的一个男同学，你给你的朋友说我的择偶标准是啥啥啥，他说哎，我认识一个男的谁谁谁，这不就是自然而然吗？你把你的心理扭转过来，怎么样都是对的。你这个心理不扭转过来，怎么都是错的啊！10年，10年怎么了？你问他喜不喜欢陈奕迅？要不要？还有6分钟发券啊！你请他看陈奕迅演唱会。哎，道具可以吃吗？可以吃。我是那个稍微有点生病，有点胃口不佳。哎我天！今天是啥日子？怎么又这么多叫我喝酒的呀？今天是咋了？放假了是吗？咋这么多人找我喝酒了？放假了是吧？哦，放假了。啊，没有那些世俗的欲望，不爱喝酒。这个酒杯呢是买2瓶这个绿酒送你一个这个酒杯，这绿酒是干型的，清新的青苹果的香气的感觉，酸酸的啊，不甜，微微甜吧。我喝的是水啊，直播不能喝酒。我工作也不喝酒，你们为啥不相信呢？我工作真的从来不喝酒。越是爱喝酒，就越不能喝酒误事儿。因为我爱喝酒，所以我就觉得我绝对不能喝酒误事儿。如果我喝酒误事儿了，那就，对吧？那就太不好了。那我这以后爱喝酒，这就是个问题了。所以我就是开始工作，我就给自己定的就是，只要工作就不喝酒，因为我不可以喝酒误事儿，所以我就可以理直气壮的坚持我这个恶习，一直喝下去。买酒还送毯子吗？哎呀，那个毯子暂时没有了，彻底卖断货了。你可以买他的这个好朋友啊，毯子酒的好朋友，Sangria 啊，水果味的酒，这个也是可以2瓶送一个那个冰盒啊，冰盒。抱歉啊，这个脑子感觉也有点炎症，转的不是很快。
这个现在在谈的酒是有甜味的啊，它里头有荔枝和哈密瓜的提取物，它就是有点甜味儿，但没有那么浓甜，它是清甜啊，清甜。然后呢，你还可以往里加点冰块，挺好喝的。有羊肉嘛？啊，给谈一下羊肉，有啊。卡扣旺啊，喝不了酒啊，喝不了酒，工作呢。而且你听我这个动静，喝不了酒。啊，酒量奇差无比。还有2分钟发券，我就稍微这个讲讲为什么全是吃的，也有喝的呀，也有喝的啊，也有喝的。有人说那怎么全是吃的喝的呢？啊，也有穿的啊，我这个衣服也卖啊。有人说怎么只有吃的穿的还喝的呢？啊，也有书啊，也有书，还有课啊。今天上了一个庞颖的那个，也是看理想平台的那个思辨力那个课，经常在我们小卖部不是经常说，哎，大家逻辑啊，什么提升逻辑什么的，你可以听听他这个课。我看听了听，他这个课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讲一些最基本的逻辑问题。就以前奇葩说那个朋友，我挺喜欢他这个。我给你看一个，我今天看了一个，有一个就是看破，给你稍微读一读他这个内容啊。相关不等于因果，这个题叫女性到了中年收入会下降，所以一定要结婚吗？这是不是我们小卖部经典问题？说女性到了中年收入会下降，所以一定要结婚吗？哎，他在里头就分析了，这你到时候听就是这样的一个听的课，这声音是这样的，给大家听一下。就是制作了一下，有一些音乐。你好，我是庞颖，不知道你在生活中有没有被这样劝导过？比如说，我妈叫我锻炼延迟满足能力，因为她说有实验证明，懂得延迟。反正他就给你分析了一下，就是相关性不等于因果性，这是大家经常犯的一个逻辑错误。其实他这个课里头就是辨析了很多这样大家经常会犯的这种东西啊。其实我们事实那里头也是，就是经常会犯的这种逻辑错误。什么稻草人谬误啊，这都听过啊。三段论里的前提不证自明啊，样本谬误啊，偏差呀，回避论证过程的循环谬误啊，进退两难，也许只是假象啊，哎，就好多这种。充分但是必要吗？哎，就这种。其实经常你思考这些问题，这个课听起来嘛，得认真听啊。就是一个这样的课，你要想提升一下逻辑能力，可以听听，挺有意思的。我对这个相关因果，我觉得我自从知道了相关性不等于因果性以后，我的人生都变得开心了很多。发券了，刚才发券了。给大家举个例子，行，我就给你看一下他这个里头这个例子啊。找一下他这个，就是说这个女性到了中年这个问题，就直接念一下人家说的这个说法。你看啊，有一个说法，我给你念一段，你听一听这个就是这门课里的内容啊，庞颖这门课里的内容。女人到了中年，收入会下降，所以一定要成家，依靠婚姻才会有保障。这个呢，这句话挺符合很多人的想象，女人不善于挣钱，得靠男人，得靠家庭。但其实女人到了中年收入会下降，这个数据你要看得再具体一些。女职工是生育后工资才下降，女职工生育后工资待遇下降的有34.3%，其中降幅超过一半的达42.9%。所以是因为女性收入下降，所以要依靠家庭吗？不是的，恰恰是因为我们进入了家庭，我们为家庭付出了奉献了，在工作上投入的时间减少了，所以收入降低了，并不是家庭解决了女性收入降低的问题，而是家庭创造了收入降低的问题，这是一个因果倒置。其实在工作环境中，类似的逻辑有很多啊。比如有数据显示，数字化程度高的企业业绩更好，但这是不是就能证明企业可以投资数字化转型就能提升业绩呢？不是啊，这个数据本身只说明了相关，没有证明因果。说不定是因为业绩好的企业才有钱去搞数字化，对不对？并不是因为搞个数字化所以才业绩好，对不对？就是他就是这个课里就讲了很多这种逻辑，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实很多时候就是逻辑，很多时候就是逻辑。有的朋友逻辑乱了，他就有困扰。好面熟，对，很多人都说我长得像刘德华，谢谢，饿不得啊，再熬啊。好，接着读信了啊。现在在谈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些新品啊，卖的比较好啊。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生不流泪。目前我和我男朋友刚毕业在一起不到半年，是不是声音也很像？哈。目前我和我男朋友刚毕业在一起不到半年，两个人都在北京。刚毕业在一起不到半年，两个人都在北京啊！我在工作，他在读书。他家里人因为我父母没有退休金，一直不同意我们在一起。但是我觉得我工资挺高的，也可以弥补后续父母的养老压力，包括补缴养老保险啊。男朋友态度呢是说先这样谈吧，一直磨下去，父母肯定会同意。但我就担心这样谈久了还是不同意，最后被影响的还是我。所以想问问这种情况我还要继续吗？还要继续吗，朋友们？嫁是吧？嫁。你们不就是刚毕业在一起不到半年吗？我觉得是这样啊。这封信的内容呢，哎，我再展开跟大家多唠会儿。我这个生病了，可能就是话多，跟你们多聊会儿，扯开谈谈啊。他这封信很简单，就是说一个女生给我来信，说跟男朋友刚毕业在一起不到半年，然后呢，他家里人因为这个女方父母没有退休金，不让他们在一起。男的说再磨一磨，女方说我担心这样谈久了还是不同意，最后被影响的还是我，所以要问一问这种情况我还要继续吗？这封信我可以扯开谈两个问题啊。他这个具体方案怎么解决一会儿再说，这扯开谈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刚毕业在一起不到半年，刚毕业呀，刚毕业不到半年，不要做什么，不要自以为自己可以给你的人生做出什么多么重大的规划。你当然可以做出规划，但你现在做的规划大概率都是无用的。听得懂吗？我说明白了吗？以你22岁的智力，休想规划自己33岁的人生，听得懂吗？你22岁的人生经历、智力、眼界，你怎么能规划自己33岁更聪明、更有经历、更被毒打过的人生呢？好吧，啊，别这么着急规划自己的人生，就是你规划不清楚的，哎呀，走一步看一步吧。然后说走一步看一步是什么意思？他后面就说了一个，说哦，那他有一个很好的，他有很强的规划思维嘛。他说我将来这个，哎，说我跟这个男的不在一起又浪费这么多年，是吧？他的意思就是浪费这么多年，不是耽误的还是我吗？那我要最后没跟他结成婚，那我不就是浪费了吗？我不就失败了吗？别这么想问题啊！这个人生呢，叫个什么词儿呢？你可以有两种思维模式啊，一种叫成长思维，一种叫过关思维。它这个就叫过关思维。什么叫过关思维呢？它的意思就是人生就是一关又一关。哎，我今天高考过了一关，毕业过了一关，工作过了一关，我结婚又过一关。好，如果这过关结婚过关不顺利，耽误我，哎，我过关不顺利，我就痛苦，我就难受。不是的，成长思维是什么呢？其实你就怎么样，你都是在成长。你高考不顺利，你也是在成长；你找工作不顺利，你也是在成长；你结婚没结成了，结了又离了，都是成长。你如果用过关思维过的话，
你怎么就觉得跟他结婚就不是浪费呢？为啥就觉得说跟他结婚了好了，这事儿我办对了，哎，我没有浪费我的青春，我跟他谈了几年，非常的高效，谈完了呢，最后磨一磨，父母都同意，我终于嫁给他了。你觉得这事儿就完了吗？你觉得这事儿就完了吗？你是以为这是人生是打游戏吗？打游戏是这样的，打游戏呢，这关打完了，哎，就可以往前走了，这关就打过了，再回来随时打这个。但人生不是说你结完婚这个 boss 就搁这儿了，你就往前走了，不是啊，这是伴随你一生啊，这不还跟着你呢吗？那你明天又离婚了，你怎么理解这件事呢？那你说这是，那你觉得这是成长了？你觉得你是浪费了还是没浪费呢？但你要是用成长思维来想这件事，就是啊无所谓嘛。那我跟他在一起开心，我就享受这个开心，我就体验到了谈恋爱的快乐，这不就是成长吗？我分手痛苦啊，我知道了分手是什么样的滋味，这不还是成长吗？他父母不同意哦，我知道了，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奇怪的不同意两个人在一起的理由，说哦，原来我爸妈没有养老金也可以成为两个人不在一起，哦，社会这么复杂啊，这也是成长。我说明白了吗？你如果用成长的思维去想这些事儿呢，这就不是事儿。你老用这个过关的思维想，都是事儿，你一生都顺不了，因为这一生你的关是过不完的。啊，非要这个输赢是吧？有用没用？哎，这都是经常来信的人说，这有用没用？我的人生浪费了吗？没浪费吗？我这个赢了吗？我还是输了吗？这个网络不是流行吗？说这个我们关键的一生，每天都关键。为啥你觉得？为啥那个流行说关键的一生呢？为什么说我们是关键的一生？为什么？因为你就是觉得这一关过了就好了。你但凡有点生活经历，你就会发现哪有这种事儿啊？你是不是小时候就跟你说高考完了就好了？好了吗？为什么没好呢？还没有反思吗？我想想，我可能我能想通这件事儿啊。我想想，我能想通这件事，很有可能就是我复读过，我可能就是18岁那年复读把我给有可能给我提了一个很大的响，就是我从小是好学生啊，学习很好，然后我高中不是爱好文艺了吗？这听音乐那个看书去了，然后也没好好上学，哎，高考失利，没考上嘛，我爸我妈就很痛苦，让我复读，我那会儿稀里糊涂。但我那会儿确实也觉得，哎，就是在稀里糊涂，突然，然后复读开始了之后，我在那个懵的过程中突然反应过来，我说，哎，不是说高考没考上好的学校，我这一生就完了吗？我这不挺好的吗？我复读怎么了呢？没怎么样，我从此就比较自由活的，我就从此就不再相信这套叙事了。什么叫到什么年龄办什么事儿，什么叫人就要干这个就必须干这个啊，到点就得结婚，到点就得找这个工作，这个就稳定，这个就踏实。有稳定的吗？大家有生活经历，你回忆想一想，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东西是稳定的吗？有什么东西是不变的吗？没有啊，又要说老生常谈了，唯一不变的是变化，是不是？哪有不变的呀？你想想，哪有说你这一关过了就好了的？没有呀，从来不都是关关难过关关过吗？好吧，多说两句，我多说两句可能能解答一些根本上的痛苦。所以你说你问我，然后这个女生就问我要不要跟这个男生在一起，那你换一个思维方式，你就是觉得人生到了点就该结婚啊，不结婚就是浪费青春。你这种思维方式呢，你结不结你日子都会比较难过。你换一种思维方式，就是想结一下啊，结不了，但是我跟他在一起挺开心的，那就在一起啊，然后最后得到一个什么结果，你都是成长嘛，你把什么都当成你在成长不就行了吗？对不对？害怕出错啊，你害不害怕出错，你都会出错的。人生在世，怎么做都是错的，你就别想了，还害怕出错，越怕越错啊！不怕也错，怎么都会错，无所谓。感谢大家啊！
我们牛脆脆卖完了吗？我怀疑这个1500罐牛脆脆孜然味应该已经卖光了。感谢大家。哦，怕酸怕苦，喝这个茶咖，茉莉花茶的茶咖。我在这儿瞎白话，我的同事就猛弹链接，就大家随意下单，自助下单。我这个。你们点开这个品的那个讲解都能看到讲解，我就不反反复复讲了，也没有多少品，我们这个小卖部不是那种反反复复讲品的，就读信跟大家闲唠嗑。你们实在困扰，你就问一问客服，问一问评论区里的那些名字后面带粉丝团3个字那些比较丢人的人，他们会回答的。如果你也不嫌丢人的话，你可以点开头像加入群聊，你那个名字后面也会有那3个字。然后手机支架我这回那个整的比较全乎了哈，我给自己开发了一个展示手机支架的这个面板，比较全的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这手机支架也有哈，各种各样的。上次有朋友问狮子什么样啊，我小猫什么样都有啊，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挺可爱的，这个可以，这个小车可以那个小轮子可以转啊，还得摁着它。然后这个狮子嘛，你可以直接当支架，就是它比较大，可以支在这狮子可以支在桌子上。狮子不会转，狮子是那种可以支着你看剧啥的，吃饭啥的。这个小刺猬是脸转，比较别致。这个蜗牛嘛，就是这个。这个鹅是全身转。哎，它卡住了，它被它同事卡住了，算了。啊，反正大家就是随意挑选。我是用的是这个小海星，这挺可爱的，是吧？啊，大家随意挑选。上次我用这个小海星，大家说不可爱，我就换成小蜗牛了。我这次换一个，我换一个这个吧，我换一个这个小狗，小狗骑摩托，小狗骑摩托应该也可以。哎，小狗骑摩托也挺好玩，这轮子可以转。它应该也可以支哈，就是看个剧啥的。啊，没问题啊，看就放这儿了是吧？哎，还可以转，一边看剧一边玩。啊，你是小熊吗？小熊这么大耳朵啊？他说他是小熊，小熊外卖员。你对自己的身份有误会吧？大耳朵熊，长耳熊吗？这世界上有长耳熊这个品种吗？长耳熊啊，那可能是，不知道。他说他是小熊，行吧，我听你的。你说你是小熊就小熊，那我就不用你了。你这个人身份可疑，我还是用小蜗牛吧。嘿嘿，小蜗牛也很可爱。怎么架起来？就是你放平了，它不就很自然就架住了？啊，那狮子是可以立着架，竖着架，这个就不能竖着架。我看这狮子应该是竖着就可以架。哎呀，吸这么紧！哎，你看这狮子是可以竖着横着，应该是。哎呀，竖着有点困难，还是横着吧。这竖着也有点困难，不行啊，还是得横着，横着都可以架啊。看个剧啥的，狮子不是梳子，我说梳子了吗？你是梳子，你不是梳子，这梳不了啊，这只能梳那个一根头发了，这不是梳不了，狮子。
波勾包是这个，就不能转，但也可以支着波勾包。好吧，大家对这个手机支架这么好奇吗？小刺猬啊，小刺猬的脸可以转，很有意思。别人都是他可以转脸，保持笑脸。我小时候还养过刺猬呢，你们养过刺猬吗？我小时候养过刺猬。小时候我们那个地儿公园里有那种爬来爬去的那个刺猬，有一天就是特别小一只刺猬，我就抱回家养，养了一段时间，我爸嫌它臭，给我放生了，我永远都不会原谅它。哎，算了，其实也原谅了，但是真给我气够呛。刺猬贼臭啊，刺猬确实很臭。没那么扎，大家弄那个小刺猬那个它团成团，其实你抱起来的没有那么扎，它不是那么扎的，你找准那个角度可以抱起来。几号链接？就是那个手机支架链接，大家可以随意看看，随意挑选。猫就是一个猫，这种困的这种感觉。支在后面挺有意思的，看得到吧？支在这个牛脆脆盒盖上，你看个剧啥的。小时候特别有意思，哎，我想起来一个笑话，给大家讲讲。小时候我们哥几个就是一帮小朋友嘛，然后我养刺猬，那后来被我爸放生了，我就特别痛苦。后来呢，我们那个地方就刺猬特别多，都野生的。我一个哥们儿呢，就也养一个刺猬，然后那段时间呢。有一天我们正在外面跟玩啥呢？玩泥还是玩啥？岁数特别小啊，在那个正在那玩，然后他就特别激动的跑过来说：“紫薇生了，紫薇生了！”我们那会儿看那个《还珠格格》，我们说是紫薇生了，什么意思？紫薇生了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啊，是刺猬生了。最后我们去他家看那个刚生出来的小刺猬，特别特别小。很有意思的童年，我们的小时候就是很无聊的这么度过的。刚生出来不是，刚生出来那种小的那种，像个小老鼠似的，慢慢长。啊，大家可以买点牛脆脆，不知道牛脆脆够不够？今天牛脆脆有1000多盒吧，欢迎大家啊，感谢支持。就是各种口味，它这个是孜然味1000多罐，然后，但是这个牛脆脆吧，我看看啊，它应该是现在发货呢是48小时，预售嘛就5天内也无所谓啊。这个要是现货卖光了，大家也可以考虑买这个预售的。感谢支持啊！我接着读信吧。刚说哪儿？怎么说？哎呀，这是生病了，怎么说的稀里糊涂？说哪儿了？我这是。说稀里糊涂的。接着读信吧。大家是不是都那个回家过节了呀？但我有个烦恼，我不喜欢我男朋友，但是也不讨厌他啊，那就是不喜欢。我们谈了半年，我25，他23，都有各自工作，异地，但是会稳定见面。他对我非常无微不至，说过的话也全部都记得。但是我最近有点想分手，倒也没啥原因，就不喜欢呗。
我看待问题比较理性，所以很难完全投入。但是它确实是我谈到的现在恋爱各方面最适合的一个啊，以后还有更合适的。啊，要不要维持现状啊？赶紧分吧。蛋总好，我的故事简而言之就是老公去按摩啊，但不是那个按摩啊，就是老公那个按摩双引号的，然后网贷，然后当个小老板去摸鱼，但是我目前不离婚。行，那这后面我还看吗？不离呗。这后面还有这么长，不离又不甘心是吧？哇，这后面还有这么长，你不已经有答案吗？不离就是不甘心呗。那后面想问我啥呢？我看看啊。唉，我和他是自由恋爱加结婚7年，他比我小半岁，家庭条件比我好，但是我个人条件比较好，外貌、身高、学历、工作啊。他前任基本比他小好几岁，我前任都比他大好几岁。要说啥？我有朋友觉得他配不上我，但是他情绪稳定，而我是极端坚强又消极的倔驴。总之我们结合不符合常理，但是在一场手术的感动、冲动、害怕后结婚了，并且一直相对还比较快乐。当初看中他温和善良、道德感强，现在啪啪打脸。我认为这种人未来分开也不会很绝。发现端倪后，我当晚就决定先不离婚了，因为还有感情加上客观条件，辩证来看他人还不错。且我认为男人都差不多，分开以后我肯定还会恋爱，我喜欢恋爱，但是下一任就永远不会背叛我吗？我不相信我是那幸运的0.01%。我一直以为我较为幸运，他工作之余没机会乱玩，所属行业也比较单纯。结果他被一个老师朋友带去第一次之后，学会了大白天抽空去。反正要不了多久，我就不谈他网贷的事了，因为也没借多少，并且他爹会给他兜底。我的生活陷入了俗套，像是小红书发帖问该不该分手，被姐妹们嘲讽的姐妹一样。现在的流行趋势，要么是分手离婚后做大女人搞事业一鸣惊人，要么是找到下一任变甜宠剧小娇妻。啊，这是现在的流行趋势吗？不了解啊。这是流行趋势啊，我不太懂啊。咱们小红书大数据不一样，我刷到的不是这样的。是否我也应该分手去发展自媒体，搞离异大女主人设？这怎么就跳到这儿了？少刷点小红书，这怎么回事？这是不是又买谁的课了？这怎么了？你是不是买什么人课了？哎呀，还是不分开，等老了回忆起年轻的这件事，感叹一句：冰箱坏了得修，人坏了也应该修一修。他是不是买课了？我觉得很好笑又很迷茫，婚姻和生活的真谛是什么？世界变成了我不懂的样子，我好像失去了一些期待。以前希望当一个正常人，正常的工作，有正常的感情。我也知道世界不是非黑即白，但是当我明白大多数人都是表面光鲜内里混乱的时候，真的有点失望啊！你得习惯这种失望，苦多恶少也能接受，但我连伤心也不多，只是觉得无聊。啊，这后面怎么说了这么多？哇，怀疑人生了！这一个按摩整的怀疑人生了。我老觉得现在的人好像都是扁平的、机械的，没有立体的人物。但我自己也变得一样，我依然喜欢恋爱和活着，我也希望活到100岁。但我怎么才能积极起来？我不离婚的话，会被姐妹们看不起吗？啊，这么个弱点呀！我不离婚的话，会被姐妹们看不起吗？会吗？姐们儿，你自己看看啊！但我没有看不起你啊，我先声明啊，我冒着得罪姐妹们的风险，我没有看不起你啊。哎，这谈不到看不看得起，人生活着也不是说多为了让别人看得起啊，少刷点小红书。哎，你自己开心不就行了吗？人自己活着是吧？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看，我突然端起一杯水，你知道冰的还是常温的吗？
冷暖自知是吧？冷暖自知。冰的啊，对，确实是冰的。哎，你这上网又是一个上网上的有点太多，咋的呢？这怎么？为什么离婚这么丝滑呢？离婚下一步就是转型做什么自媒体，搞离异大女主人设，这么丝滑吗？离婚以后就不能好好做现在的工作了吗？这咋的呢？这我没看懂。姐妹儿俩建议啊，第一，没有讽刺你的意思啊，没有讽刺，我觉得你也相当痛苦。你一开头就说了自己不离婚，然后自己肯定是陷入痛苦啊，在这儿频频发出天问是吧？怀疑人生，怀疑人，怀疑现代社会，怀疑爱情，啥都怀疑了一遍。你听我说啊，俩啊，第一呢，我没有看不起你，我觉得这很正常。哎，谁的生活都是一地鸡毛，一堆烂事儿，没人经得起推敲，没人经得起审视。啊，人的生活很复杂，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离不离是你的事儿啊。不说那些，我也没有看不起你。然后呢，你活着也不是为了让别人看得起，这第一。第二，离不离，你这不就算是抓到他的这个那啥了吗？以后把财产啊都划拉写到自己名下就完事儿了啊。就2条建议给到你，离不离无所谓，离也这么操作，不离也这么操作。你就是家里有啥房子呀，有什么玩意儿，他赚的钱呀，慢慢的你就都弄到你银行卡里就行了啊，就这么简单啊！别整那些怀疑人生的，整点现实的。以后没钱了，你更怀疑人生。以后一离婚发现没钱了，你觉得我怎么人现代社会怎么更扁平了呀？怎么人这么扁平，更扁平了是吧？先把钱都划拉到自己手下，就没那么多事儿，别想那些。怎么还整上这么一堆大道理？不用想这些啊！好吧，发券了，9点半发券了，没注意，突然偷偷发券了，大家随意购买啊。在谈的这个是上一场卖的比较好的，思康汉月梅的，又可以吃一口。怎么突然有胃口了呢？黑枸杞没说一天能喝多少，反正它的配料表就是只有黑枸杞，他倒没说一天建议饮用量，你点开详情看看，你一天应该也喝不了多少。我怎么感觉好了呢？我怎么还浑身发热呢？难道是你？是你吗？我不是拿冰块喝的你吗？我怎么还出汗呢？感觉。那再喝一包吧，这么好使吗？这玩意儿？我挺爱喝这个啊。配料表就是生姜汁、甘蔗汁。哇，这有点太浓了，还是得兑点水。喝一个浓郁一点的。我就喜欢那个姜，特别辣嗓子那种感觉，特别舒服。尤其是这个嗓子有点不舒服的时候，它就格外舒服。晚上不要喝姜，晚上吃姜当成砒霜。喜欢试试呗，
我给你们活体实验一下，看看会不会变成砒霜。我也没吃过砒霜，咱们吃一回试试看啊。不知道，看看，没听说啊，我试试看啊。我没听说，我看他们说什么晚上吃姜胜过砒霜，我试试看啊。没啥吧，我从小吃姜也没有分过早晚啊。那晚上这炖个肉里头有姜，我还不吃了，也吃啊，应该没啥事。又有盗播了，又有盗播了。我这个盗播这个呢，我说语音，他们盗播的时候会把我的语音给拉掉，所以我准备了一个这个说明啊，文字说明，大家这个在其他平台看的朋友注意啊，快来小红书啊！你看一展示这个就涨人数，肯定就马上就从其他平台过来了。好吧，欢迎大家，欢迎各位从其他平台过来的朋友啊！我在小红书啊，还有人会给我打码吗？那我动一动啊！盗播的朋友还会很机智的给他打码吗？啊，动一动啊！一展示这个就涨人数，真的有用哈！小红书平台应该多给我点券哈！我正在从别的平台拉人过来。啊，欢迎大家啊！哎呀，这关心我的，我的朋友们开始关心我。看你这个身体也不太好，要不别播了。不是啊，你没看，没播的时候更不好，播一播身体反而好了。蛋总，这是一个10年的故事，不知道你会不会挠头啊？没顾上，马上挠。我和他互为初恋，同龄人，校园恋爱到社会，经历异地异国，今年第10年。他由于专业读的时间长，比我晚毕业。从他本科毕业到研究生毕业，再到他工作，我们一直在一起。去年在我的催促下办了婚礼，但由于买房等考虑还没有领证，一直住在我家。今年一直在看房，但他总是不急不慢，说不上来他想等行情还是不上心。但是今年30岁的我不知道为什么真的很焦虑，感觉感情没有进展。周围朋友都知道我俩其实结婚了，但是还没领证，让我觉得很离谱。我脾气暴躁，当然过去10年他一直包容我，我说过很多次分手。有过闹脾气，有过真的绝望。我有时觉得他无法理解我的焦虑，我对感情的着急。他冷冷的让我觉得很绝望。我做过过分的事情，比如把他从房子里赶出去。我认为这样的方式可以让他开始上心。我承认我太幼稚了，没考虑他的自尊心。他说我这次彻底伤害了他，让他失望，他想摆脱我。盛浓炸鸡加赠同款1份，抽3个人啊！而我承认我脾气不好，但是我初心是希望我们能一直向上向前。他提了分手，后来他妈也参与进来，坚决不同意我们复合。行了，那后面别看了，没戏了。8月初分手后，我情绪反噬，受了很大刺激，一直疯狂找他。不是你把他赶出去的吗？我觉得怎么10年的感情说断就断？
我没看错吧？是你把他赶出去的吧？他中间也有来看过我，也松口考虑过复合，但还是有隔阂。中间一天，当我得知他已经在对外宣称他单身，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崩溃了。那有啥不知道的？那就是不想分开呗，崩溃了。我又发疯了，大声质问。当然他还是不理解。近期他又一次坚定地提了分手。其实我也会对自己说，算了吧，没必要了。不甘心，好像也少了一些。现在我不确定他爱不爱我，他有没有分心。但是现在的我对初恋的执念没有那么重了，对爱情也没有那么纯粹了。前两天手贱找个算命先生，也不知道准不准。算命的说我们喜神互补，是难得的正缘。不过他的运势冲了他的恋爱宫、婚姻宫，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需要做法。那肯定需要做法。那不需要做法，你怎么续费呢？算命先生让我不要放弃，让我去挽留。对呀，你放弃了不就没客户了吗？说实话，我听到他说我们是正缘，我好像松了一口气。我把算命先生跟我的聊天截图发给了他。他今天说他相信算命的人说的话，但是花钱做法他不信。你这个男朋友也挺有意思。我不知道他什么想法，我不想去问了。我好像失去了那些热情，也害怕再次受害。有时候感觉心里是一个深深的洞，不知道该求助什么。复合不复合好像也不重要了，毕竟我努力过，我也真诚地承认过我的错误。但我一直认为感情问题一定是双方的。哎，希望得到蛋总建议。哎，放下吧啊，放下吧，放下，没戏了。没戏了，没戏了，没戏了。你跟你男朋友吧，初恋，俩人呢都是优柔寡断，两个优柔寡断碰在一起啊，那就是剪不断理还乱啊，很痛苦，很痛苦，很痛苦。非常痛苦，别做法了啊！别做法了啊！还要做法，别做法了。你现在需要的不是做法啊，你需要一些办法，不要做法。我给你想个办法。你这段感情也不是说不能挽回，我给你想个办法。你要是非听我的，分手不听的话，我给你个办法。从现在开始，你就当你俩已经分开了，你就当你俩已经分开了，然后你跟你这个男朋友也好，初恋也好，你跟他说，咱们就当分开吧。然后呢，我们先不要想领证的事了，婚礼呢就当是一个纪念吧，我们过去10年爱情的一个纪念。啊，你都冷静冷静，你把注意力从你俩这个10年恋情上转移，你就当你已经分开了。你从这个事情上转移开你的注意力，你看一看这个大千世界，你感受感受繁华的人间，红尘的滚滚啊，你感受感受，好吧，感受感受再说。我也不是说你俩肯定就，哎，我是说你这种状态呢，我说的严谨一点啊，你俩
未必就没戏。但你这种状态，你俩铁定没戏。你俩如果一直这么优柔寡断，这种搞啊，就这种心态，好个也是没好啊，好个等于不好。你必须跟他就是分开啊，然后呢自己感受感受，变成一个不需要相互依赖的成年人以后，也许你变了一个人，你俩就可能，哎，又能在一起了。但你现在这样又要算命又要做法，那没戏啊！法力无边也没戏啊，请谁都不好使啊。又有盗播了，又给我送人气。这个正在其他平台看直播的朋友们啊，我正在小红书直播，你在别的平台看到的呢，盗播啊。买东西呢，这个容易出事儿啊，快来小红书啊。进群，想进群的朋友点这个头像加入群聊就可以了，快来快来。哇，开心开心，下次来上海一起喝啊！感谢感谢，帮我感谢啊！与有荣焉，与有荣焉。群都满了，朋友们说群都满了，我的伟大的同事们，建点新群呗。正在小红书啊，欢迎其他平台的朋友们光临啊，正在小红书啊。今天是放假了，我现在都不是说只有上海的人在叫我喝酒，我台州的朋友给我发干哈呢？说一屋子人喝酒想你了。我这朋友他们这是同学聚会，在这个是这杭州的朋友也给我开始了，上海的就更多了。今天是放假了吧？这全国各地都喝起来了。欢迎大家啊！感谢各位，我们这个盛农炸鸡买盛农炸鸡抽3个人送1份啊！盛农炸鸡的这个我们新上了一个新品，盛农炸鸡那鸡块啊什么的，鸡翅很好吃啊！大家家里有空气炸锅非常方便。然后经常我没有承诺功效啊，我就说我自己啊，你像我要是经常吃一些不舒服的，或者说到一些新的地方水土不服，感觉肠胃这个菌群。感觉这个肠道菌群要跟我闹别扭，我说我自己啊，我就会吃点这个小蓝瓶，Wonderlife，这我吃好几年了，我跟他都很熟。我就是去年治那个幽门螺旋杆菌，吃完抗生素，整个把所有的肠道菌群好菌坏菌都干掉以后，又难受一段时间，人建议我多吃点益生菌，我自己感觉是有用的，就重新建立起了那个菌群。啊，随意挑选，随意购买，感谢各位。这个米店的没有芒果卖这么好吗？没有芒果，这，大家就喜欢这种谐音梗是吗？这个没有芒果，为啥大家喜欢这个呀？行吗？那给你再看一下，没有芒果，有芒果啊，它是没有芒果，哎呀，真服了。没有芒果是啥意思呢？是没中间有一个芒果啊，没有芒果。酸酸甜甜，适合这个有点不舒服的时候，像然后胃口不好。哦，我是不是吃这个给我吃开胃了？很好吃啊，酸酸甜甜。有可能是吃这个我吃开胃了。造个虾干吧。
怎么样？这虾干这个头，参天下酒菜系列，它是盐烤，就搁个点盐提鲜。它直接新鲜的虾烤嘛，它壳肉分离就特别好扒。我这是从冰柜里拿出来，还没有完全化冻，所以你看着上面有点水分的感觉，其实你不放冰柜就没有。看你自己多久吃完。我是很爱吃虾头给这个东西，我吃虾就特别爱吃虾头。没有冰柜拿出来化了一会儿，不是刚拿出来。但它本身干干的嘛，就化也很快就化可以吃了，而且是直接吃，我也没有烹饪。有的朋友说这个蒸着好吃，有朋友反映回去煲汤也好吃。他们官方建议是微波炉叮一下好吃，我都是直接吃。突然有点胃口。没有芒果卖完啊！朋友们说这个没有卖货，没货了，补货啊！真的假的？怎么又售罄了？补货啊！很无语。虾干好吃。你为啥没去喝酒？你听我这动静还喝酒，有点这个不舒服。沟通中啊，再补货吧。想买个牛肉干，买牛脆脆啊。朋友们，收到的朋友们就说一说好不好吃。你就说好不好吃，但确实前面几批有一些包装问题，但我们都在解决哈。抱歉啊，我这个合作方他也是说在解决。现在我们都换成了顺丰发，所以我们这个虾干都换成了顺丰发啊，给大家都解决哈，非常好吃，吃是没问题，它就是前面有一些运输问题，但我们现在都换成顺丰了，给大家解决啊。司康甜不甜？没那么甜。它放的也是赤藓糖醇，也没放多少，没那么甜。允许我吃点东西啊！突然有胃口了。我刚开播，身体不舒服，就没吃东西。我现在吃的是这个猪油渣，就是温州那猪油渣，老好吃了。这也是我们参天下酒菜系列，它是酥的。同样来自参天啊。一大包，虾我吃的是大号的，再吃一个。哎，虾干太好吃了，这虾干每次吃一个停住都不太可能。这是大号，还是大号的。这怎么死了还扎我手呢？大家小心啊！我被扎了一下，你们小心啊！拿的时候小心一点，我这都被扎了一下。它这上面这个虾的这个东西还是挺锋利的，小心一点啊！我就被扎到了。剥还是很好剥，所以吃的时候注意别扎手。它就是虾，新鲜的虾上岸烤了一下，盐烤了一下提鲜，完了呢就是壳肉分离，贼香。
要弄下线吗？我没那么讲究啊，你可以看一看，还好吧？这下线的事儿还好吧？我都没弄过，我也没觉得怎么样，还好吧？没有那么咸啊，没有那么咸。牛脆脆没了，对，今天牛脆脆现货不够啊，现货卖光了，我们就改预售啊，预售就是5天内也发货了。读信，一会儿读啊，一会儿读。让我吃点东西，我今天没吃东西，我就是不舒服。我刚吃了点那个话梅，喝了点姜茶，有胃口了突然。啊，马上读信啊，允许我吃点东西。哎，我真觉得喝的那个姜茶和怎么呢？心理作用吧，感觉就热乎乎的。哦，没有芒果加好了啊！我刚就吃了点这玩意儿，突然开胃了，也不知道是喝姜茶，喝的浑身发热，舒服多了。现在没有芒果就是梅子中间爆一个芒果啊，有芒果，酸酸甜甜的，很开胃。刚刚没货了，补货去了。其他平台又有盗播的，天哪！正在看盗播的朋友，快来小红书啊！你在别的平台看到的都是盗播啊，假的。来小红书啊！你看，一展示这个人数就涨，肯定是就有从其他平台过来的。太香了。你看这虾干，你说你打开了那一大包，比如说你买回去不是一大包吗？我这都吃了一些了，一大包，你又不想都放冷冻，有的吃的快，就可以用我们这个袋儿啊，就这个袋儿，你弄一对儿2对儿的，你塞这里，你就可以放冷冻也好，放冷藏也好，它就这么用的。我一般是那个比如说我煮羊肉，一次买1根葱。羊肉可以摊下，我煮羊肉一次买1根葱嘛，我也用不完，我就把它切成段，有的我就冻起来，放冰柜，然后下次再煮羊肉的时候就用。我觉得这袋儿挺好用的。还有盗播啊，快来啊！其他平台的朋友，快来小红书啊！我在小红书啊，太猛了！其他平台的朋友，我在这儿啊，别遮挡我这个。其他平台的朋友，现在有其他朋友、其他平台过来的吗？扣个1，我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有看了我这个从其他平台过来的呀？真的有吗？哈哈，真的有，哈哈，好开心啊！看我这个反盗播系统，非常简单，非常实用。我们同事说：“哎呀，抖音系统太大了，你去投诉，有人冒充你，每次要2个小时。你看我还用系统，我就一个土办法，不用系统啊。盗播的兄弟，差不多得了，谢谢啊，感谢你对我的喜爱，兄弟，差不多行了。今天休息吧，大过节的，你也休息休息啊。你看我都病了，兄弟，打感情牌，放过我吧，好吧。”你也休息休息，咱们都休息休息啊！让他们来小红书看我吧，你就别播了，你休息休息啊，好吗？抖音那个兄弟，谢谢啊，感谢你对我的喜爱啊！
欢迎啊，欢迎啊，朋友们。我们坛子酒10月就有货了，现在一直没货。喜欢坛子酒的朋友可以买这个，也是这个甜甜酸酸的，但没有坛子酒那么那个，它是果味更丰富，没有坛子酒那个味道那么直接简单。它里头是红葡萄酒、白葡萄酒，再兑上一个，你看后面有光，它就变得特别好看。哎，红葡萄酒、白葡萄酒，再兑上哈密瓜提取物、荔枝提取物，还给买2瓶送个冰盒。你说我不想喝这么复杂的果味浓郁的，我想喝纯净的葡萄酒啊！你喝这个白葡萄酒、绿酒啊，清新的青苹果味的白葡萄酒，还有1分钟发券，我奖品啊！感谢各位啊！买2瓶呢送一个杯子，杯子是什么杯子？就是我今天用的一直喝一切的杯子，就是这个杯子。听这动静，质量也不错的杯子，喝啤酒也行啊！买2瓶，这个是青苹果，这个香气它不是味道，它就是白葡萄酒。想进阶一点，不想喝那么入门的，买这个。这今天也是举酒老板推荐，李泽推荐，但是李泽的那个推荐语太不专业了，我给你们再放一下，我很伤感啊。啥？哇，这个酒也太好喝了吧！不管你是小白还是资深，必须要开一瓶。如果你要是想追求白葡萄酒非常好喝的那种味道的话，你也不差这些小小的一些预算，对吧？你可以用2瓶的钱买这一瓶，回家保证你好喝，必须好喝，不好喝不好喝来找我吧，不好喝，好喝的。不好喝去五花马找他，他已经喝晕乎，送的帆布袋长这样。李泽发券了，发券了！我发券的那个时间，我就稍微讲品啊，感谢各位，感谢各位的理解和支持啊，感谢感谢。我就再，哎，我看看啊，有什么福利吗？我看看。新品，新品，今天我觉得这个姜茶，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我喝了一包，真的感觉自己舒服多了，有活力了。我再喝一袋吧。这玩意儿是不是也不能喝太多？我连喝了2包了，我再喝1包没事吧？我真觉得它挺有用的，挺舒服的。赐我一给。它的配料表就是生姜汁和甘蔗汁啊。别喝太多，别喝了。哎，晚上生姜犹如砒霜。啊，晚上是什么呀？没事儿，我刚说了，咱们试试看。啊，就特别喜欢那个姜汁辣嗓子那个感觉，因为现在嗓子不太舒服。问题不大，连喝3包应该还好吧？无所谓吧，我觉得无所谓啊，试试看。我真的喝完了觉得很舒服，一直出汗，然后鼻子也通气儿，感觉。但是不得不说，今天因为啊，饮水过量了，因为这个嗓子不舒服，一直在喝水，饮水有点过量，要提前上厕所了。伟大的朋友们，帮我卖卖这个没有芒果吧，看你们也挺喜欢的。还有这个梨，这梨和没有芒果，帮我售卖一会儿啊，马上回来。
对对对，我上厕所去了。真行，真行。还有发微信催我回来直播的，说你播呀，你干啥去了？我说我上厕所。啊，感谢各位啊！哇，哎，我真觉得挺舒服的，不构成任何建议啊！我确实是连喝个3个这个觉得挺得劲儿。接着读信吧，快乐了突然。哎，瞅瞅怎么回事？我直播呢，朋友，咱们相聚小红书吧啊，买点牛脆脆啥的，感谢你。不好意思啊，我今天要回不少这个微信，因为这不知道咋啊，放假了，对，好多人叫我喝酒，不回人家也不礼貌。亲爱的蛋，你就像一个知心的朋友，给迷路的人指明方向啊，没那么大本事啊，我也是瞎指，我只是指个方向，不一定指明了啊。没想到这次轮到我这位迷路的人，因为开店的原因认识了一个有业务往来的男孩子，他的真诚开朗、阳光帅气，让单身4年的我出现了久违的心动。接下来很顺利，我们在约会那段时间很开心，每天都想见到他，只要一空出个时间就想去找他。故事的转折点在前2天，因为我的店转让了，很多东西要整理，那天他要上班，等快下班才过来，我也能理解。但是到下班了，他也没有留下来要帮我的意思，可能看到我们弄得差不多了，后面问了一句要不要帮忙啊？我生气的说不用，然后他就真的走了。这是第一次我对他生气，回去后也没有发信息问我弄完没有，也没有问我累不累，也没有问我饿不饿。接下来这2天也没有主动找过我，只是偶尔发信息问我在干嘛，巴嘎巴嘎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啊，在干嘛不是无关紧要的话啊，不要诋毁在干嘛啊。因为我还在生气，也没有找他。后面我忍不住的问他，你到底有没有把我当做女朋友？他说他不适合我。所以这段时间是我自作多情，以为我们是情侣吗？啊，我们做了所有情侣做的事情，还是他真的从头到尾就没有喜欢过我？如有机会读信，请回复啊，读了回复你。就是这个男孩吧，真诚开朗、阳光帅气吧，也不耽误他那啥啊，就是啊不喜欢你，但是对，把这个真诚开朗、阳光帅气这种就是这种滤镜那个啥小心点啊。小心点啊，小心点。又受窃了，啥玩意儿又受窃了？没有芒果又受窃了，干什么呀？没有芒果，多给一点，没有芒果。哦，这就是我刚刚上厕所让大家帮我卖的是吗？我觉得我伟大的同事们，第一，你们应该把没有芒果赶紧协调回来；第二呢，必须给大家安排一点抽奖，抽这个没有芒果，这太感恩了呀！这不是上厕所大家帮我卖光的吗？啊，让多给点，然后安排点抽奖。他实在不行，米店他不加米店的吗？米店安排点那个碱水面包干抽奖也行。我们还有这个米店碱水面包干啊，这是一直卖的好的。他们家有时候新品有一些，这个就是经典产品，一直都卖的好的。他实在没有没有芒果，你说这话说的都别扭。他实在没有芒果了，咱们就整点碱水面包干给大家安排点抽奖，跟这个米店的客户讹啊，就说你看我们没卖那么好，你看你不得啊，跟他们讹啊，勇敢一点。梨还有吧？梨应该还有，梨应该还有。姐妹儿，别迷糊了，姐妹儿，给别人我未必能指明方向，我给你我能指明方向。他就是，啊，就是因为
你就，我们这样吧，所有买了没有芒果的朋友，我们加赠米店的这个碱水面包干，它这个没有芒果还没货，正在协调。我们先把这个抽奖抽了，抽5个人啊。姐妹儿，你就当他是一个过客吧啊，他只是一个什么？他只是一个真诚开朗、阳光帅气的过客啊，跟一个长得奇丑无比的过客一样，都是过客。不要把这些滤镜加得太厚，都是过客。你不能因为他真诚开朗、阳光帅气，你就觉得啊，他是不是？我们难道之间啊没有啊，就是没有就是没有，不以外貌为转移，没有就是没有啊，没有喜欢过过客啊。我说的委婉一点。啊，虾干买那个大号虾干啊，买大号虾干，这么大个的，好吃，补货了，好嘞，没有芒果补货了啊，感谢各位，也感谢米店，虽然你补货，我很感谢你，但是你应该也安排一点那啥吧，抽奖吧，没有芒果这个这么受欢迎的产品，你给大家抽一点送一点呗，好不好？这个今天售罄2次了，你把这个东西给大家安排点抽奖啊，感谢你们啊！这也是老合作伙伴，因为这个就卖过好久啊，大家是挺喜欢这个，这确实很开胃。我今天就是在这喝这个姜汁儿，还要吃这个，就一下开胃了。刚才又炫了2虾，我再读会儿信再吃啊！我知道你们又要说别吃了，先读信。我今年28岁，超级迷茫，父母催婚。2022年通过相亲认识的男生，一直网上聊天。2022年5月奔现相识，3、4月确认恋爱关系。23年6月放弃1线城市工作，来到南方的城市。23年因为男方家里一直催结婚，说男朋友奶奶病危，要是不结婚，老人去世得守孝3年。必须马上结婚，在2023年10月摆酒，但是没有领证。结婚后，男方父母跟我们一起住，小矛盾不断，各种鸡毛蒜皮的事儿，一地鸡毛。男方是家里最小的儿子，幼稚，处理问题能力差。哎，正好我读这封信啊，朋友们，我读这封信，就是那些经常给我来信说我不结婚该怎么办呀？我不结婚怎么办？我到30多岁我不结婚该怎么办？你们好好听听这封信啊，你听听结婚以后是什么样。哦，不是说结婚以后都这样，就是说有一些人，尤其是特别着急，被家里催，随便找个人嫁了以后，或者找个人娶了以后，就随便结婚，听听什么样啊？男方是家里最小的儿子，幼稚，处理问题能力差，依赖他的妈妈，处理不了我和他父母的关系。我们因为婆媳关系、生活习惯、观念问题经常吵架，无比内耗。婚后这近1年非常不开心，非常不快乐。最近呢，男方又要强烈要求我生小孩，我不愿意。觉得还不是时候，我们没有能力对孩子负责，2个人的生活都磨合不好，然后吵起来了。男方大半夜把我赶出门，好好听啊，每个字都听进去啊。那些觉得30岁不结婚不行的那些朋友，我非常不能接受，我想离婚，但是我父母极力反对，说没有涉及原则问题。那什么是原则问题？大半夜赶到街上不是原则问题。婚姻不能儿戏，婚姻不能儿戏是最有意思的。这些催别人结婚的父母，催你结婚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就是把婚姻当儿戏。然后你要离婚的时候，他说：“哎，婚姻不是儿戏。”是婚姻不是儿戏，是你们的游戏，是吧？婚姻不是儿戏，婚姻是父母的游戏，婚姻不是儿戏。哎，但是我又不开心，所有人都觉得我不够温柔体贴，才导致一直吵架。难道我得改我的性格？父母觉得男方只是不会处理事情，情商低，没有大问题。所以我想问问蛋总，我想离婚，但离呀，觉得现在婚姻时间不长，也没有财产纠纷，结婚后也都是我自己养活自己，男方没有给我任何生活费，也没有生小孩，是不是应该及时止损？是的，但是父母的反应又让我迟迟下不了决心。你还嫌你父母害你害的不够多啊，姐们儿，你这一段让你痛苦的婚姻是谁给你安排的？
之前父母一直催婚，2022年相亲认识男生，这不就他们一手安排的吗？然后你还是怕伤害他们。我从小到大都是乖乖女啊，你从现在可以开始不那么乖了，好吧？28岁，该长大了啊！不想让父母操心，我理智告诉我不开心不快乐，这段感情让我很累，结婚过得比单身生活更差了，经济生活质量各方面都变差了，但是感性又让我瞻前顾后，不想让我和我父母关系变差，怎么办？蛋总，救救我，救救我！离呀！真惊了！你这次不离，你一辈子都完了。你这次不离，你马上就生孩子，你一辈子就活在这种痛苦中，然后又生一个痛苦的孩子。将来你孩子长大了呢，你已经变成一个痛苦的父母了，然后你又会让你的孩子过上一个像你一样，可能比你还痛苦的人生。这就是无尽的痛苦的家庭的循环啊！你想打破这个悲惨的前景吗？你只需要现在离婚。不对，你不是没领证吗，姐们儿？你直接跑不就行了吗？没有领证啊，就是摆了个酒吗？啥玩意儿？还婚姻不能儿戏，这都不是婚姻啊！分手啊，就是赶紧分。你没结婚啊？父母说婚姻不能儿戏，你说嘿嘿，我没结婚，哈哈，没想到吧？亲爱的爸爸妈妈，我没结婚，哎，走了。这没有芒果又没了吗？看看这没有芒果，有啊，没有芒果有啊，感谢大家。没有芒果能不能安排点抽奖？我看看，看我同事能不能给安排点抽奖。还没回我，安排点呗，大家热情这么高。你说说，是不是悲剧，朋友们？是不是悲剧？是不是悲剧？我每次读信的时候，老有人说李诞你怎么劝分不劝和？我还真不是劝分不劝和，他有的时候吧，他确实就是和不了啊。受气了，确实没货了。品牌方发来聊天截图了，说确实没货了。行吧，原谅他。那你们面包干给安排点抽奖呗，在你们都没货了。这米店安排点安排点面包干抽奖吧。改预售有预售啊。它这保质期有12个月啊，大家没那么着急，买点预售也无所谓的。咱们开预售吧，干脆。确实没货了。然后预售也没了啊，对不起啊，我多嘴了，预售也没了，对不起，没有了，一切都没了，全完了，毁灭吧，啥也没有了。面包干还有啊。我是真的李诞啊。我以前也没有想过有人会冒充我，直到听说别的平台上有人盗播，我才知道原来真的有人冒充我啊！我是真的李诞，我真没有想过有人还连我都冒充。我们给面包干抽奖加赠10包面包干啊！大家可以买点这面包干，这也很好吃。米店他们家这东西做的都挺好吃。你喜欢这种酸酸的小水果，你可以买我们那个后根贝尔大礼包，里头有一包这个东西。后根贝尔大礼包呢，就是我们这个小卖部一直卖的好的牛脆脆啊、奶片、奶脆脆，还有超干条之外呢，加个蓝莓干，哎，加个这个沙果干，这玩意儿老酸了，这个比那个梅子还酸。这是我们内蒙人从小吃的。这大礼包里有，你可以买个大礼包，也赶得上17号中秋节。这玩意儿老开胃了，贼酸，特别香。这个有西北的内蒙的朋友知道这玩意儿，特别好吃。
不是山楂，就是沙果，是我们内蒙西北的一种，就这个果子就叫沙果，它不是山楂。东北也吃，对，它就是沙果。你喜欢吃酸的，你试一次，不会后悔的。你不爱吃酸，千万别买，贼酸。兰州也吃，对，你看，北方的朋友很多也吃，对，东北也吃，对。波妞，谢谢波妞啊。读信嘛，我就刚刚也就说了30秒产品，我刚刚还在读信，正在一种气愤的情绪中。你看网友给我写信的朋友说：“哎呀，父母催婚，我要不要听父母的？”你看我为啥说你们听父母的，你也未必能过上好的生活，你也未必能让父母满意，因为你最后被你父母逼着跟一个你不喜欢的人结婚，过上一个痛苦的生活，你最后一直痛苦，然后你还要一直改变，你觉得？你们到最后就是互相怨恨，你也怨恨你的父母，你父母也怨恨你，你只能活得独立一点。他这个父母也是挺极端的，他这父母真的挺极端的，就他女儿已经过得这么不开心了，然后居然还要说别分开，他俩连结婚证都没领，就不让分开，还要让他要小孩。然后这个姐妹的这句这个题眼吧，这封信的题眼就是我从小到大都是乖乖女，不让父母操心的，啊，哎呦，这是什么全新的礼物？这怎么飞来一个我呀？这什么呀？这是？这怎么圆圆的头上面又飞来一个圆圆的头？这什么呀？这是？感谢啊，刚刚这什么老师我没看清啊，什么英语老师？感谢啊，这我都没见过这个礼物啊，感谢啊。没见过这个，第一回见，吓我一跳，感谢啊，美豆老师啊，感谢，不用送礼物，随便买点啥就行，谢谢。没看清，再看一下。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感谢美豆老师，我真服了。这句话叫我从小到大都是乖乖女，不让父母操心。别这么想，你的人生是你自己的。什么叫不让父母操心？你觉得这很了不起吗？你还指望我夸你什么？我从小到大是乖乖女，不让父母操心。你指望我给你一个这个吗？我觉得你很可悲啊！我觉得这种从小是乖乖女，然后不让父母操心，还觉得自己挺骄傲的，非常可悲，悲剧啊！我觉得是可悲的。你给社会贡献了一对非常离谱的父母，给自己奉献了一个悲惨的人生，将来生孩子你还要再带害1到2个这种啊，不知道你生几个孩子，还要带害几个孩子啊！你对这个社会只有负面贡献，你还指望我夸你吗？啊！我说对了吗？我不是我说对了吗？我说的你听懂了吗？我不是说大家非得同意啊，我也不觉得我说的对，我就是我说明白了吧？我说明白了吧？你觉得你是一个乖乖女，不让父母操心，你还特了不起是吗？你也让一对父母觉得他们予取予求，你让这2个中老年人觉得自己可以改变操纵别人的人生，这非常可怕。我觉得他们跟别人交往的时候也很可怕啊，一对非常离谱的父母。然后你非常痛苦，啊，过上了一个非常痛苦的婚姻生活。然后呢，我刚还忘说一个，你还培养了一个一样痛苦和离谱的这个老公，你也不爱的老公，行为模式也很离谱。哎，再生几个离谱的孩子，将来让这些孩子也过上这样的生活。快走！还上次我们直播我的那个 Kimi 不跟你说了吗？我上次那 AI 助手说的话咋不听呢？我再跟你问一遍啊，法律上的。我一个朋友，一个女生朋友想离婚，需要征求父母的同意吗？
离婚是个人的决定啊。根据大多数国家的法律规定，成年人有权决定自己的婚姻状态，好吧？何况你连证都没领，赶紧走。惊了！我其实读到哪儿我就头晕了。这封信我读到哪儿我就头晕了，朋友们。这封信从最开始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两眼一花了。我们网恋，网上相亲认识。2022年5月奔现，2023年6月，我为了他放弃一线城市的工作，来到南方的城市。我读到这句我就两眼一黑了。赶紧回到你那个一线城市吧，看看能不能把那个工作找回来，啊，好好的过自己的日子吧。你要干什么？好好的日子不过，你要干什么？从小不知道该跟父母怎么反抗什么。我刚看下面有姐妹说，她不是说要听话，她不知道该怎么反抗。最简单的方法，消失。你直接回一线城市找个工作，租个房子，他找不着你，消失一段时间，造成既成事实。你跟这个男的分手就是既成事实，让你的父母找不到你3个月，留下一封信是吧？留下一封信，手机也不用拉黑，留下一封信，说我觉得太痛苦了，爸爸妈妈啊，我还是很爱你们。一直觉得都听你们的，但是我的人生我想自己做主一回。拿笔记啊，就这么说啊，我的人生我想自己做主一回。我听你们的安排，跟这个男人在一起以后，我非常痛苦，我的收入也下降了，我的生活质量也下降了。我觉得我这么过下去，我说不准哪天就会选择做一些可怕的选择啊。说话说的可以重一点。所以你们还一直劝我跟他过下去，我实在过不下去了。你们也不要找我，你放心，我还是要去追求。我要过更好的生活，我会换一个城市，找一个我喜欢的工作，我会好好活下去的。你们哪天能冷静的接受这件事，我愿意回家，我们好好谈一下。但是我不会告诉你们我在哪。此致敬礼，见字如面，爱你们的女儿。很难吗？我能理解，有的人觉得说这些话很难。你觉得说这些话很难，你就一辈子活不了自己的人生。那就看你怎么选吗？说这些话的难和过一辈子痛苦的人生的难都是难，两瓶毒药，看你自己选吧。我觉得说这种话，违抗父母的意志不算很难啊，跟那个一辈子痛苦比起来，真的不算很难。好，感谢各位，欢迎大家。还有2分钟发券啊！哪个葡萄酒不甜？都不咋甜，这绿酒就不甜啊，就微甜。买2瓶送个杯子，你可以买这个。不喜欢甜的葡萄酒。你说我预算充足，我想喝点不那么入门的，我想喝点进阶的啊，喝这个。这个就进阶一点，他送个帆布包，这稍微贵一点，送个帆布包。哎，帆布包到这儿。沙果在那个大礼包里，暂时还没有单独链接。你可以买那个大礼包，因为那大礼包全都是我们小卖部畅销产品。你回去呢，中秋吃一吃也挺开心的。大礼包里包括了这个牛脆脆、奶脆脆、超干条，然后有沙果干、蓝莓干，都挺好吃的。还有那个烘温贝尔的空气、烘温贝尔的草，还有一个奶贝，比较值得。哪个是酸口的酒？我刚展示那俩就是啊。喜欢喝甜的葡萄酒，我看看啊，
我这儿好像没有那个，因为雷司令没了就没有特别甜的葡萄酒，你可以试试这个起泡酒，这个是甜的啊。莫斯卡托起泡葡萄酒，7度，有气儿啊，这是甜的，这醉的挺快的，虽然它只有7度，但是它有气儿。有人想喝甜葡萄酒，这就甜的嘛，葡萄的起泡酒，就是只是有气儿而已，就是葡萄酒。绿酒冰镇巨好喝，对，一定要冰镇啊！我刚推荐这些酒，你一定要冰饮。感谢这个你的 ID 我真念不出来啊，南欧什么朋友，感谢啊，不用送给我，感恩，你就随便买点啥就行，感恩。看你刷了好几个，我都不好意思，我这确实不会念。发券了，大礼包几号？给大家谈一下大礼包。直接买大礼包就完事儿了，这就确实都是我们小卖部一直都是卖的很好的销冠啊！你点开销冠，你看那个销冠里头，好几个一直卖的好的都在大礼包里，就是哈尼牧场。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虾干没有了吗？为啥说虾干没有啊？虾干有啊，虾干还是有的，虾干很多啊。这个销冠产品肯定是有的，买大号的就行。牛脆脆，你拍到现货就是48小时发货，如果是预售呢，就是5天内发货。这还好吧？路途遥远啊 ，Come from Inner Mongolia， 后温贝尔，路途比较遥远。感谢大家理解。对，那个芒果没了，那确实没了，没有芒果没有了啊。下次吧，这个又是这个客户备货不足啊。西梅干吃了真的减肥吗？没有啊，没人说这个，我可没说过。它是有点那个别的功效啊，就是那个功效我也不能说你，反正你自己看评论区吧。它的配料表就是西梅，没了。它的关键是这个。千万别吃太多啊！千万别吃太多。对，反正就挺好吃，但别吃太多啊。猪肉酥酥就是温州的猪油渣，但它不是说咱们理解的那个。吃的那个猪油渣，什么炒个莲花白那个猪油渣不是，它是这种一块，其实还是瘦肉为主，油的，这很香，很香，酥的，口感是酥的，然后油，怕油就别买了，这挺油的，它毕竟是油渣，虽然它主要还是瘦肉，但是挺油的，贼香。我拿一个放外头，不好吃。虾干是这样的，一大包，我这已经吃了很多了，我先吃很多了。买这个大号的就行，都是滩天下酒菜系列，买滩天酒配着。猪油渣一袋多少个？我伟大的同事，人家问。猪油渣一袋多少个？我们今天上了一个新的咖啡，但这个咖啡其实已经流行了一段时间了，我看别的很多人都喝过，都见过了这玩意儿。这咖啡已经流行过一段时间了。Positive Hotel 积极旅馆啊，一盒是7袋，每袋里头呢是2个这种咖啡粉，然后他就直接你就倒在这个袋里，拿这个袋喝。我看很多人在这个机场都这么喝啊，直接倒这里，便携，1周7天嘛，它是7袋，然后你说我咋喝？这咋喝啊？咋喝？倒袋里我咋喝？咋往嘴里倒？啊，有吸管，它有7根吸管。这个我看，这已经流行了一段时间了。啤酒嘛，就是无酒精、无醇啊，严格一点吧，无醇啊。就是一股茶香味儿，龙井茶的茶香味儿，挺好喝的。麦片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就开始读信。
展示麦片为什么需要到我们的道具抽烟干条呢？因为我需要这个盖儿，麦片不然没法展示。内容还是很丰富的，大家应该能大家看一看，给你稍微念一下。那里头有燕麦片就不说了，椰子油，然后呢还有黑巧克力、扁桃仁碎、南瓜籽仁、无糖椰子片啊，火龙果干、树莓干，那树莓干酸酸的，生可可粉啊，很多东西很丰富。看这超干条多么的多功能，我们小卖部离不开它。各种用途非常丰富。白色圆球是什么？高钙羊乳球，高钙羊乳球，白色的圆球，高钙羊乳球啊。尝一口。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为什么呢？感觉像吃奶脆脆，吃它这个高钙羊乳球吧，就像吃奶脆片，都是小时候偷吃奶粉的那个感觉啊，很像哈，看个人需求了。薏米水暂时没有了，暂时没有。牛肉脆，牛脆脆有啊，牛脆脆是预售，5天内发货，你要不着急还是可以买的。哎呀，这刚一封信读的我也是晕头转向。哎呀，我们的这个贪天的这个猪肉酥酥啊，猪油渣。抽奖啊，没抽奖，就说每包是15个左右。嗨，安排个抽奖吧，我话都说到这儿了，安排个抽奖吧，每包15个左右。但我为什么栽倒在同一个已婚男和相同的事情上？我被推荐2年前到他的公司工作，他年入几百万。但是他银行个人负债几千万，和他工作接触开始挺正常，后来觉得他对我有好感，也不确定。事情后来发展成我和他就走近了，他给我买贵重的礼物，交往4个月给我花了大概几万块吧。后来因为一些原因我被迫离职，在工作期间我为企业垫款不到3万，离职后我心里不太平衡，就和他说为什么不第一时间给我结清垫款还有我的工资，我觉得他出于情感方面应该在我离职后就应该给我结清，而他觉得正因为有情感才要互相理解而缓解金钱压力再还钱。当天晚上他还了我钱，然后我们就分手了，我很难过。事情过去2个月，他突然找我和好，我因为很喜欢他，我放不下就和好了。相处不到1年，他又为我花了7万多块钱。当然我除了为他付出以外，又在他经营企业困难的时候垫付了几万块。行，这个男的收入模式我大概感受到了。后因为我太内耗而和他说分手，但又是后悔，挽回过失败了，就这样再次分开。他承诺会在期限内还钱，事到如今我对这个人想起来有些恨，有些不甘心。当然因为他蛋总，我对他倾注了很多热情和爱，可就这么分开了。你觉得我曾经值得为这个人，我曾经为这个人的付出值得吗？不值得呀。哎，值得吧？创造了点 GDP 啊，这几万块倒来倒去的，这叫啥？庞氏骗局吧？这是一种比较也不是很新型的庞氏骗局啊，也不是庞氏，这还没有击鼓传花，这是啥呢？杀猪盘？哎，也不知道，哎，这是个啥？一种骗局，我心里放不下啊！哎，天。你就是他的一个，那叫啥呢？叫什么下线客户还是叫啥？你是他的一个就是好吧，能理解吧？啊，他的这个赚钱模式就是这样的啊。
没啥放不下的啊。不甜的酒是哪个？这个啊，绿酒，买2瓶送个杯子，送这个杯子。这个男的1年几百万，银行个人负债几千万，你还搁这舍不得呢？我跟你说，他最后被判那个限制高消费，开始还债，你都是往后靠啊！你这还行吧？你就被他骗了几万块，还行，可能还能 cover。他不也为你花个7万块吗？然后你给他花个几万块，不要再花钱了啊！他在你这就算是不太得手吧。绿酒好喝，正在喝酸酸的，应该不止一个，肯定不止一个呀，肯定不止一个。不是，而且他这还不是他主要生意模式。我说我的意思是，他不是说纯靠骗女生钱，就这个人跟朋友、跟客户、跟什么合作伙伴，应该都是这种的啊，假大方，假大方。然后呢，我们小时候有一个词叫撒米，听过吗？我们小时候看人那个打牌啊，就是我们那个大人哄小孩，大人哄小孩，哄我们这些小孩跟我们打扑克也好，打那个麻将也好，我们哪会玩啊？大人无聊教你，他就会一直输，故意输个3轮，输个3轮呢，哎，我们激动了是吧？把压岁钱什么玩意儿都拿到桌上了，说然后我的亲爱的亲戚们就会给我上一课，然后最后就把我们都赢得痛哭流涕，然后把钱还给我们，然后说。这个叫撒米，以后到社会上以后呢，不要觉得天下有这么容易占的便宜啊，好吧，还给你们了，以后不要再玩这些了。好的，谢谢，再也不玩了。很小的时候都是。你小时候过年不是在家里一帮大人在那打麻将、打扑克，这很正常嘛？你小朋友嘛，觉得自己也行，上去嘚瑟，啊，人家就故意输你几把，最后就赢你，然后教会你人生重要的一课，别贪小便宜啊！别老觉得自己这钱来的多容易。思考哪个味道好？蔓越莓。我真的胃口好了，我看现在思考我也想来2口。蔓越莓好吃。身体好点没？我觉得好，我连喝了3袋姜汁儿，感觉挺舒服。哎，不知道是不是心理原因，反正舒服。蛋总你好，我和我男朋友在我读书的时候在一起，那时候他已经工作了，天天出差，1个月也就见1次面，我们是异地。但是那个时候我是住集体宿舍，觉得异地也没啥。现在我工作了，来到了他家乡的省会城市，我是一名大学老师，以前想的很美好，以后就我到他的城市，哎，或者是我家乡附近的工作，然后一起幸福的生活。现在呢，我也到了他家乡省会的城市工作，但是他半年了，还是找不到跟我在一起的这个城市的工作，我有点焦虑了。半年找不到，感觉以后也不会找到。我一个人在外地很孤独，也没啥朋友。我现在想回家，我家在京津附近，离这儿也很近，可以找那附近的博士后工作，课题可能从头再来。我和我对象现在面临着分手的风险，他不希望我离开。啊，他也没跟你在一起啊，他未曾在一起，何谈离开呢？他也不在你这个城市。他认为我找到了稳定的工作就应该先干着。
我最开始的核心诉求就是他能够陪伴我，当然也有因为不喜欢这里的环境想离开，就是想离开。而且他目前找不到工作，我很焦虑，身边唯一的朋友离得还很远，我就想离开这里。你赶紧离开，你快点离开，你马上离开啊！你这短短一封信说了多少离开？有时候觉得因为异地恋分手很不值得。这不是你现在在这个城市，你俩不也异地恋吗？你快点离开啊！你赶紧离开吧，干啥呢？神经病啊！啊，姐妹儿，快跑！你又不是找不着工作，你不是家附近也能找着吗？完了，你这个男朋友在这个地方找不着，啥意思？你这不是他也多一个机会吗？他在你现在这个城市找不着，你换一个城市，他不是也能再重新找找吗？这男的要干啥？疯了，这干啥呀？他不希望我离开，这有啥？这什么呀？你们也没在一块儿，什么叫不希望？他凭什么不希望？不是他，首先他不希望的也不是个事实，他干啥呢？真头晕呢！这么糊涂吗？大学老师，别这么糊涂好不好？啊！独立自强，你们大学校训没有这俩词吗？干啥呢？这大学校训不一般没有独立自强也有近义词吧？独立自强懂不懂？我不知道你们大学啥校训啊，但一般校训都会提到这个概念啊，可能近义词吧，好不好？独立自强啊！你换个大学校训也有这个意思啊，赶紧啊！这听得太头晕了，神经病啊！这男的，哎，我不道德评判人家，我是觉得这个男的呢，有多少有点不负责任了啊，是吧？他跟你在一个城市呢，还则罢了，他不也不在吗？他也不住这儿，他让你在这留着干啥呢？为你好，是不是为你好？他认为我找到个稳定的工作就应该先干着啊，为你好是吧？但是你不想好呀，你不想这么好呀，你可以更好，对不对？你自己也知道风险，你也知道换了一个学校的重新的风险，但是你就想离开呀，你说了多少个离开？1、2、3、2、3，这至少5个离开啊！这短短一封信，至少5个离开啊！你赶紧啊！真头晕！哎呀妈呀，我们这个猪肉酥酥5个抽奖啊！刚刚我说错了，但是说错了也给抽啊！说这个五个啊，抽5个人啊！所有买了这个的朋友加赠1包。坛子酒10月份上。有时候这个正确答案，是不是太明显以至于怀疑？有时候正确答案是这么的呼之欲出，那么明显，但是就怀疑了，觉得啊，答案就这么简单吗？就这么简单，赶紧离开。离开了又不意味着分手，你们逻辑怎么这么乱呢？大学老师，你离开了又不一定意味着分手。我也没有劝你俩分手啊，我只是劝你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你换了一个城市未必会分手啊！你怎么逻辑这么乱？不是说换个城市就等于分手了。听听那个思辨课吧，咱们把那个庞颖的思辨课翻出来看看，这逻辑乱了啊！还有啊！哎呀，调一调，换点别的读一读。哎呀，这情情爱爱的，冲昏头脑，不光冲昏了他的头脑，也冲昏了我的头脑。一段恋情冲昏了1万多人的头脑，气死我了！
蛋总，我是一个极度讨好型人格的女孩，今年24岁，从小我就自卑、不自信，时常考虑他人的感受，多愁善感，心思细腻。我在职场上经常受欺负，不被重视。我想改变自己，但不知道如何改变，如何变强。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和他人交朋友，我的事业也是一塌糊涂。哎，我大学学前教育，毕业后工作1年，觉得不喜欢也不适合，老板经常 PUA 我，我辞职了。辞职半年学个视频剪辑，又被老板谈话 PUA，3个月后我又辞职了。我在考虑是不是我的性格问题，不知道如何和他人交往。以我的性格来说，到底适合什么样的工作？朋友，哦，别给自己这么多定义行不行？啊，我是一个极度讨好型人格的女孩，我就这么跟你说，你们这些喜欢用讨好型人格这个词儿的人，你们没有一个人查过讨好型人格是什么意思？你去查一下，查完你就头晕。哦，是这样吗？你就会反思一下啊，我是这样的吗？我觉得你对自己的总结是不对的。为什么呢？你至少这一封信里头有一个 bug， 你时常考虑他人感受，多愁善感，心思细腻。然后你是学前教育的，工作了1年做学前教育，你觉得不适合你。你如果性格真像你描述的那样，你不就正适合带小朋友吗？小朋友才是这个世界上最需要讨好的，小朋友是需要得到无尽的爱的。哎，你说你给不了，那就说明你对自己的描述和现实生活发生的事情是不一致的，是矛盾的。你对自己的认知啊是乱的啊，你对自己的总结啊，你就是上网上多了，刷了一堆什么讨好型人格，咔咔这标签拿过来就往自己身上贴，你就不知道你自己是啥样的人。你如果真像你这样说的，你这样真像你描述的话，你就很适合跟小朋友在一起。哎，你说不适合你。啊，你好好再认识一下自己，不认识你自己。咖啡液有啊，连咖啡还有，连咖啡送的是帆布包，那帆布包贼大。咖啡也有啊，我们都有各种咖啡。好吧。然后你反复提到老板，你可能我猜啊，我不是专业的，我也不想心理分析你，我只是猜，你随便一听啊。你第一个就提到一个老板 PUA 你，辞职待业半年学视频剪辑又被老板 PUA。然后你说你极度讨好型，你其实是可能不太善于跟，比你有权利给你发钱的人沟通啊，天然就被觉得自卑啊，觉得自尊心受挫，挣钱不丢人啊，你不要想着是他给你钱，你是用自己的本事换钱，然后你动不动就觉得他 PUA 你是吧？1年 PUA 你。又 PUA 你，2次提到老板，2次都是 PUA 你。然后跟小朋友怎么相处的，你是一点不提。视频剪辑剪的好不好，你也一点不提。啊，我不觉得你是不知道该如何跟他人相处，你是不会跟这些人相处，你不知道这个社会规则。赚钱丢人吗？你是极度讨好型人格，他能 PUA 得了你？你说你自己说话惯不惯？你如果是极度讨好型人格，那老板 PUA 你，你不觉得都是活该吗？你不都觉得啊，自尊受挫啊，不坚定，没事，挣钱不丢人。
实在难受打打零工吧。你不已经学会视频剪辑了吗？视频剪辑，你问我适合什么样的工作？视频剪辑你可以干零工啊，就那个给这个 freelancer 啊，给这个自媒体啊什么的，你就线上接点活，你是不是觉得这样平等一点？没有所谓的老板了，就只有甲方，你是不是这样你会好受一点？你先干一段时间试试吧，接点散活，把价格降低啊。别人收100，你收50，你肯定能接着活。然后你这样线上跟别人交流一段时间，你发现哦，原来大家是接受我的手艺的哦，我有自尊了，有这个自信心了，然后再出去看看啊。你先把自己自信心培养起来，你这个没有自信心太奇怪了。猪肉酥酥好吃啊，就猪油渣，就是猪油渣。他要发帖说你 PUA 他，很有可能啊，很有可能。这个人很脆弱嘛，学点词就乱用。有的时候什么叫批评啊，什么叫建议，什么叫 PUA， 这可是差很多的呢。这是不同的概念，这很多人都混在一起，说我就是 PUA 我。鸭酱也好吃，谢谢啊，谢谢，好吃啊，鸭酱也好吃。哎，救救我！我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乙方请我们吃饭，场子上有若干人，我的老板是一个50多岁风韵女子，我的直属领导，还有人事等等。在这其中，我是最小的小虾米。在一通推杯换盏后，大家逐渐颠化，整个酒桌上就我清醒。我要负责开车把领导们送回家。饭局到一半的时候，来了俩男的，也不知道啥路数，觉得感觉跟双方都很熟。乙方还准备了一些礼物，我把礼物都搬上了车，带着领导们回家。我在后视镜看到后面来的那俩男的一直开车跟着我们。我送走了人事，送走了直属领导后，带着我的大老板往他家开，停在小区门口。我打开后备箱，打算把那礼物拿给他。说时迟，那时快，后面跟着的那辆车飞速窜出了一个男人，一把把我的老板壁咚到路边的一棵香樟树上，环上了他的腰，在我的眼前耳鬓厮磨，说一些什么你想不想我之类的疯话。我手里提着2盒礼品，进退不得。那一刻我定住了。我在他俩马上就要亲上的时候，放下了2盒礼品，飞速的上车，唰的逃回了家，惊魂未定。第二天上班，很不巧，我又和我老板狭路相逢了。我有些不好意思跟他说你好，他也不像往常一样对我点头致意，我很尴尬，他也很尴尬，他也知道我看到他很尴尬。总之现在我们碰面就是一整个尬住了。谭总，我还挺想继续做下去的，现在还不适合离职，我该怎么缓解这种气氛呢？这太难缓解了呀！别缓解啊！我感觉我现在出任何主意让你缓解，只会让他更尴尬。你就当无事发生吧，你少出现在你老板的视野里啊！你少出现在他的视野里，离他的那个视野远一点。过段时间啊，过段时间，你就假装无事发生，啊，什么都不知道。太猛！在小区的香樟树
这么猛吗？路边的一棵香樟树。啊，这车来车往的，你老板不住这个小区吗？那别人看着不知道，也不知道你老板结没结婚啊，不知道，好投怨啊。尴尬是真的很尴尬，你只能装失忆了。你就别想着缓解尴尬了，啊！哎呀，他老板是女生，50多岁的风韵女子啊。他的评价，他自己（括弧50多岁风韵女子）。谈话针还有吗？可以谈一下，也有吧，谈话针应该也有。感谢大家关注。坛子酒10月份上啊。这家真是想起来不该想起的那个猪撞树上了，你撞猪上了。这应该是啥呢？老板撞树上了，完了呢，不对，老板和另一个男的撞树上了，然后你撞，你给撞见了是吧？哎呀，别缓解了，你就当无事发生。我估计你操作不了，其实能缓解，但是你操作不了。你就下次在喝酒的时候，点到为止啊，你就别缓解了。他如果下次还叫你喝酒，是这样啊。如果这个女老板呢，你俩已经这样了，你就装无事发生。他下次喝酒还叫你，你千万别拒绝，你肯定还得去，因为你不去肯定是就有问题了。你去了以后呢，就突然喝的又感觉整个全部都癫狂的时候，你突然来一句：“哎，酒嘛，哎，喝完了都一样。”说一点这种屁话就行了，千万不要说的特别具体啊，说了可千万别太具体啊，就是别说的人家好像不知道，你就形容自己，感觉是，感觉在形容你自己啊。说一句这种就行了，然后就不要再说了，就应该就过去了，装无事发生吧。鸭架椒盐原味的好吃，椒盐原味的好吃。他不能喝酒，他得开车。你下次喝就去，再叫你就喝，再叫你就喝。你说啊，各位领导、各位同事，今天我已经叫代驾了啊！我确实是那个看你们这么开心，我就控制不住啊，开心啊！喝酒，喝完酒就是开心。就随便说点这种模棱两可的话，但你别喝，你别真喝多，你可真别真喝多。我意思你假装喝多说一点，你还得千万控制好，你可别真喝多，真喝多这种更容易说错话，稍微喝点就完事儿了，意思意思。奶片好吃吗？好吃，就你小时候偷吃奶粉那个感觉，干吃奶粉那个感觉。特产大礼包，谈一下特产大礼包啊。后面黄色的布代表啥？不代表啥，代表他自己，它是一个床单啊，被套、床上用品啊，3件套还是4件套啊？大礼包里就有奶片，大礼包里就有奶脆脆、牛脆脆、牛肉干条。酸酸的沙果干和酸甜的蓝莓干，还有后跟边的空气、后跟边的草，还有个奶味，买大礼包比较合算。布盖住的是什么啊？是它一套的啊，跟它一套的
就什么嘛，床单、被套、枕套是吧？3件套啊，是吧？那就是盖住的就是他的同事。那单买也能买，不一定非得那个大礼包，单独买也能买。有链接吗？有，现在弹起来的就是啊4件套啊4件套。大家可以看看有别的款式，我是一直挂的这个款式，我懒得弄了。你可以看看别的款式，它的材质肯定没问题啊，母婴级别啥的都没问题，就是看你喜不喜欢这个样式，好多样式你可以翻一翻。刚刚是不是在我发癫的过程中发券了？我都没注意啊。今天这个头也晕，嗓子也哑，鼻子也不是很通气儿，有点稀里糊涂的。这大闸蟹是蟹卡啊，大家可以随意购买。牛脆脆，如果买光了就是预售，预售是5天内发货。了解一下，很好吃啊。风干薄切的牛肉片啊，风干烤干大片的牛肉片原切啊，浓浓的牛肉香味儿，但是我现在闻不到，为什么闻不到啊？我鼻子不通气儿，不是它没有味儿。孜然味好吃。鸭架咸不咸啊？没有这个咸，这个很多人说咸，鸭架没有那么咸。绿酒超级好喝，买2瓶送个杯子绿酒。有猪肉脯吗？有啊，我们有大片原接的这个猪里脊，也有小块的。你说大块一次吃不完，保存不方便，我们有小块的，一盒是16到18个这样的。甜口的猪肉脯，你要吃猪肉脯，吃不了甜口就算了，甜口的。猪肉渣好吃，对，就是温州猪肉渣，有温州的朋友知道这玩意儿。我们就叫猪酥酥。咖啡你要便携嘛，这个，它这里头是7个袋儿，给你吸管，然后直接回去呢，就直接把那个粉倒在袋儿里就喝了，这是便携。你要说不用啊，我有咖啡杯，我可以冲，你可以买干咖啡，这个咖啡液，你自己倒杯里喝。你说不行，这还是啊，瞧不起谁呢？咖啡液，我要磨，我要专业啊！我没有咖啡豆，哎，我咖啡豆呢？算了，找不着，谈一下吧。我们有那个挂耳咖啡，也有咖啡豆 ，Slab Town 的，你可以自己磨。你实在不想自己磨，它也可以磨成粉给你发货。喜欢甜的买那个粉色的酒。不喜欢想喝点酸的干型的买绿酒啊，这咖啡豆拼配的，这很香啊，这Slab Town的咖啡很香。这个就是很多这个喝咖啡喝的比较多的朋友喜欢这个，就不是那么入门的。很多朋友都跟我说喜欢这个Slab Town的这个咖啡豆，就喝咖啡喝的比较多的人。好喝啊，这样。咖啡怎么会甜呢？咖啡不甜啊。等我吃完这个，有点饿。我晚上没吃饭。他家浅烘好喝，看你喜欢苦喜欢酸嘛。
我吃的是牛脆组，牛脆的弹一下。真是吃货，猪油渣都能找到，感谢你对我的认可。这玩意儿真的好吃，这我是也是在南方呢，非常开心的发现，真的好吃。124号是啥？不知道，我肯定记不住都是啥呀。哦，这个袋儿吧，就这个保鲜袋儿，分装袋儿。给我这虾没吃完，我想有的冷冻，有的冷藏，我就分装一下，密封一下。我都是用来最常用的是葱啊，因为一颗葱吃不完，剩下的我就冻起来，下次再吃，做煮肉啊什么的。感谢大家。猪油渣一包是15个左右啊，他还是看克重。我震惊了，我有个朋友托我的朋友给我发来了一封信，说你能不能帮他读一下？我先发到群里。同事们，我发群里了，你们先看看，没啥不能播的，我就可以给他读一下啊，贼长。我们这瓶酒还有5瓶卖光了啊，不好意思啊，中秋仓库休息，这个酒就剩5瓶，5瓶就卖光了啊，还有5瓶，怎么又断货了？这也是李泽推荐，还有5瓶，中秋他仓库要休息。咱们就等以后中秋过了再播的时候啊。这比较丰富的干白，味道丰富一点。买1瓶送个帆布袋，这个没多少了，这就剩5瓶了。估计你现在我讲不完，应该我没讲完他就受气了，应该。柚子酒好喝吗？因为柚子酒应该卖光了，应该没有柚子酒啊。柚子酒好喝，但应该卖光了。我这是这好多东西都常年断货，我也很无语。感谢各位啊，感谢各位的支持。哦，刚刚漏了一个咖啡液，就是你又怕酸又怕苦，又想喝点咖啡，这个咖啡液啊，这个咖啡液是不酸不苦，有股茶香味，茉莉花茶，它还有别的花茶香味，你可以看看。茶咖，哎，就各种吧，大家按需购买。当然，就是喝的比较深的咖啡比较，呀，这好久没有挂了。对，我为什么好久没有？我真的好久没有介绍过我的挂耳咖啡了。这盒子上都有灰尘了，这盒子。我们这挂耳咖啡，你就是喝的比较那个什么，说喝咖啡喝的比较多，你可以喝个挂耳咖啡，或者喝个那个他们家的 Slapton 的咖啡豆。这盒子上都有灰了，好久没讲过它。这个喝完了吧？喝完的朋友可以来补货了，挂耳咖啡。我都忘了它，好久没有讲过它了。我们这挂耳是10包，一盒是10包，深烘啊，深烘的啊，深度烘焙。咖啡豆好像是有2种，有深烘的，也有那个浅烘还是中浅烘，忘了。哎，挂耳咖啡，大家可以尝尝。
可以试试啊。感谢啊，我们这个包，这感谢这个客户啊，我们这个恶魔包还在加赠，买了这个的还有机会加赠。我看他刚抽奖，我才知道。它就是袋儿啊，比如装个下杆动起来。大家可以点个关注，点开头像可以加个群聊啊。猪油渣是脆的吗？是酥的，它没有那么脆，是酥的感觉啊。这个挂耳咖啡是我们小卖部1代产品，我都好久没有讲过了。有这个老顾客吗？有当年这个挂耳咖啡开始上的时候的老顾客吗？可以帮我推荐推荐这挂耳咖啡。我好久没有卖过这个挂耳咖啡，好喝了啊！好久没有卖过这个挂耳咖啡。好久没卖，真的是好久没有卖过它，好喝了。主要是我们这天天的，我也是我这个人设也不太好，我这天天卖的咖啡有点多，我冷落了它，我怎么这样？原来我也是一个这样的人，我不自觉的就冷落了他。当年他陪我在小卖部刚刚开始的时候，只有他一个咖啡的时候，我天天讲。现在咖啡多了，我就竟然感觉已经有2个月、3个月没有讲过他，我怎么是一个这样的人？怎么是一个这样的人？我怎么是一个这样的人？原来不是，我不能说这样，我不应该说我怎么是一个这样的人，应该说原来我也是一个这样的人啊！原来我也是一个这样的人。挂耳咖啡就是大家回去这样嘛，它不是挂在耳朵上，挂在杯子上啊，撕开，这样喝，倒点水这样喝。都怪牛翠翠，没有，他跟牛翠翠是一起来的。读一下啊，读一下。好的，马上插播一条，这个人居然托我的朋友给我投了个，好长，但故事是这样的：7月底，我在一个饭局上认识了隔壁学校的一位博导。我们相遇很奇妙，一开始我完全没有注意到他，以为只是行政老师，想着我都读博了还单身，隔壁男生更多，或许可以拜托对方给我介绍对象，于是主动加个微信。我们学校老师当场和我说，这位老师就是单身，我就玩笑说了一句，那就你吧。大家搜搜的时候，我就好奇问他为何看着不小了还是单身呢？他诚恳地告诉我，数年前离开美国的时候离异，当时交谈几句，有1秒我突然感觉到他在愣神儿。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我感觉你挺可爱的。这是一个隔壁学校的博导和在读博士的相遇的故事啊，是这么个故事。我感觉你挺可爱的，这后面还有这么长吗？故事进展很快，当天很晚，他结束了第2场，就约我去清吧喝一杯。我们在湖边散步，被北京的大雨，我怎么感觉我就知道你哪个学校的？隔壁学校，行，有一个北京的学校的朋友特别喜欢在湖边散步，我感觉我已经知道你是哪个学校了。然后隔壁学校自然就是那个学校的。我们一聊到了凌晨4点，我们谈论了他的科研，他的过往，我感受到了对方的真诚，即便年龄相差20多岁，我也动心了。他有很多学术会议，去外地开学术会议也会抽空给我打语音，找机会抽时间见我吃饭，和我讲述了他的过去，他的现在，他的前妻，他的求学，他的科研。我们很坦诚的聊了聊，他告诉我他没有孩子，这些年一直都在谈恋爱，也有在考虑是否还要继续进入婚姻，他也很纠结，也错过了很多女孩子，问我是否愿意结婚生子。
他像是一个完全不会撒谎的人。假如他真的愿意结婚生子，我也不在乎，我也不在乎对方以后会不会出轨，这辈子就这样挺好。我们主动就在一起了。他当时觉得进度也太快了，想把节奏放慢，但我感觉一切像做梦一样不真实，就想用这件事试探一下对方的真心。我们生活在了一起，住个几天，彼此感觉到对方都很包容，性格也很合适。当我以为一切就顺理成章，我问他我们是什么关系，他说很难下决心。后续不再主动给我发微信，愈发冷淡。我们最后一个电话，他说我们不合适，我不够成熟，我们已经断联。但这是一个很俗气的故事吧？还好啊，搁外边吧不是很俗气，在我们小卖部确实挺多的。后续我了解到他的很多事情，求学过程很艰难，从一个农村的孩子变成了如今领域内的科研大佬。这干啥？这后面还要继续给他夸夸是吗？夸是吗？后面是夸夸环节啊。他是一个坚强勇敢永远不会打倒的人，1个月几乎全在出差。他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人，但是在感情中呢，他一开始就没有真诚对待过我吗？他真的有爱过我吗？只是因为我的年轻貌美想得到我吗？对，你把这些问号都去了，改成陈述句就可以了。学历跟人品无关啊，知识水平跟恋爱的那个状态无关啊。咱也不是说他人品不好，我换个词儿学历跟对感情的态度无关啊，好吧？知识水平跟对待感情的态度无关，咱不讨论人家人品，就是对待感情的态度跟他的学历水平无关，好吧？我还是很难过。那天在他家，我和他说，我一个人在北京这么多年，我在你身边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觉。或许你能给我个家呢？我一直以来很努力，我们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靠自己努力走到今天。爱情就是不能靠努力能得到的东西，好吧？好学生一看就是学习很厉害，正好社会教会你一课，不是靠努力，还是隔壁学校的老师教会了你一课，是吧？爱情不是靠努力就能得到的啊！我对他的爱，后面还是对他的爱，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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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悄悄去听他的讲座。学校那么大，我们还偶遇过很多次，那不叫偶遇啊，姐妹儿，你去偷听人家讲座，那不叫偶遇啊，这还给自己加戏了，还我悄悄去听他的讲座。学校那么大，我们还偶遇过几次，你就差堵人家了，你还偶遇呢。他因为脾气不好被人误解，我还在网上帮他和学生解释。今年我还帮他招了一个博士生。我偶尔看到他的一些只言片语，最新的科研成果，我就很满足。但这是爱吗？是吧？是吧？是爱啊，是爱。如果这不是爱，这样的感情又是什么呢？错爱啊，这是爱，但是是错爱，好吧？是爱啊，错爱啊。我应该究竟应该怎么做呢？结束错爱啊，结束错爱。幸福怎么这么难啊？幸福就是这么难啊！靠努力不会得到幸福。这姐们儿一听，是应该是一路顺风顺水吧？这姐们儿一路顺风顺水，感受点挫折，然后呢碰到了一个高手，是吧？还有高手，上来碰到个高手吧，有点整不会了，说这努力还得不到了吗？就是得不到，当成经历吧啊！这老师隔壁学校的老师给你上了重要的一课，不一定努力就会有结果。
啥蛋别读信了，卖牛脆脆，这是什么要求？大家自己买呗，啊，自助，感谢各位啊。姐妹儿，好好学习啊！你也好好搞科研，你怎么那么爱看别人搞科研？你也搞科研，好不好？看看自己的科研成果，不是更开心？啊？哎，咋呢？爱的不行，好好搞点自己的科研，明年就忘了。好，想起来就是一段经历，一个回忆。伞格瑞拉可以送酒杯？没有吧？伞格瑞拉是送冰盒啊，2瓶送个冰盒。送酒杯的是这个绿酒送酒杯，2瓶绿酒送个酒杯。投稿，这儿蛋的小卖部普通店员给这儿投稿。他的魅力来自你的想象力，不一定。这个男的肯定很有魅力，这男的肯定很有魅力。这男的要素过多，叠齐了，这兄弟肯定是相当有魅力的啊，还真不是想象，肯定是很有魅力。但是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人家就是媚你一下，又不要跟你怎么样，媚一下呗，媚完个得了呗，媚完该干啥干啥呗，还一直媚呀。这男的肯定很有魅力啊！别不服气啊！谁见谁都头晕。这男的还不是他这种魅力，还不是说只对女生起效。这个兄弟，这大哥出现在我面前，我估计都是目眩神迷。这种人就是很有魅力的人，一听就是很有魅力，就工作狂，事业有成，然后人嘛对人就不咸不淡，好像都云淡风轻。哎，人呢长得肯定也不赖，然后完了又经历丰富，是吧？肯定很有魅力。我看着都是那种，哎呦，大哥，有什么可以帮你吗？但是媚一下得了，后面该干啥干啥了。不信呐，真的，谁见谁头晕啊？谁见谁头晕。完了聊天还特别，也是个老手啊，一看就是高手。第一次跟人家聊天，突然愣神了，然后这姑娘问他怎么了，这个男的当时就是，没什么，我觉得你挺可爱的。这还不是高手，超级自然，手拿把掐。这一句话一出口，这姑娘当时就晕了，晕完了呀，晕完了。然后当天在湖边聊天聊到凌晨4点，这不头晕？完了讲自己的前期留学经历、求学经历、科研经历。哇，讲自己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完了又成了这个他的领域里的大佬，然后学生都很敬仰，是吧？学生心目中的他是一个坚强勇敢、永远不会被打倒的人，一个月几乎全在出差，是一个这样的人，肯定很有魅力。头晕啊，谁看谁头晕。远离啊，不要那么晕，头晕不是一个好状态。你看我头晕多难受，头晕还得吃感冒药啊，别头晕了啊。找点那个让人感觉头清爽的男的啊，媚一下得了。
咖啡啊，对对对，清醒一点，喝点挂耳咖啡吧。啊，好久没有卖过这挂耳咖啡了，都不熟练了，清醒一点啊，不要吃爱情的苦了啊，尝点咖啡的苦，喝点挂耳咖啡吧啊。太久没有卖过我们这挂耳咖啡，10包装啊。好吧，确实好久没卖过，都不熟练了。这可是有个新咖啡忘个旧咖啡呀！我们这个新咖啡咔咔天天卖，忘了我还有这个旧咖啡。这咖啡这以前就卖的很好，但是我是很久没讲了，刚发券了，11点半发券了。我顾客们买过这个咖啡的，帮我推销推销，让这个新来的朋友，肯定有新来的朋友都没见过讲过挂耳咖啡。其实我最早在小卖部就卖这个，可以买点回去喝一喝，感谢啊！我这几个品吧也没几个品，但是我有时候讲着讲着就忘了。你嫌这个挂耳咖啡麻烦，确实可以喝我们这个，比如说连咖啡的冰滴咖啡液，这很方便，直接倒杯给兑点水就行，兑点奶也行。喜欢苦的买火山，不喜欢那么苦买冰川。或者你还嫌麻烦，你连杯都没有，你说我没有杯，谁有咖啡杯呀？谁喝咖啡有杯呀？干啥呀？你喝这个啊 ，Positive Hotel 积极旅馆，它不需要杯，它给你7个袋儿，7个袋儿7根吸管，然后它里头是两包咖啡粉。然后你就倒这里，然后弄点水，把袋儿这扣上，摇一摇，然后再打开，把那个吸管插进去一喝，7包。你说我没有杯啊，你就喝这个就行。称杯的再买那个咖啡液啊。你要是喝挂耳咖啡，你就不光得称杯了，你还得称个壶啊，还得往里倒，慢慢倒。咖啡和咖啡也不一样啊。没有水，没有水啊，没有水，没有水，买点椰子水吧啊，椰子水也可以啊，椰香拿铁啥的不就这玩意儿吗？拿这个兑，买点椰子水回去兑咖啡喝。真服了呀，朋友们，没有水，谁带头说的没有水？没有水，朋友们，没有水，没有水，买点椰子水啊，回去把那个咖啡丢在这里头摇一摇也可以喝。那个咖啡液，比如说这个，没有嘴。没有嘴就别说话了，没有嘴，没有嘴就少说点啊！求求你们了，好吧？应付不了吧？对不起啊，我智力也是，我今天这 CPU 正处于这个半瘫痪状态，别搞我了，好吗？求求你们了，没有嘴，我这鼻子也不通气儿，中耳炎也犯了，嗓子也不太舒服，给我整这种难题，没有嘴。打字不用嘴，打字不用嘴吗？我打字都这样的，咱们打字不一样，我打字都这样啊。人和人不一样，我以为打字都用嘴。手机壳啊，手机壳在售，手机壳在售，给他们谈谈手机壳。又有朋友注意到我的手机壳了，手机支架是不是很可爱？小刺猬。但上半年在国外开会的时候认识了一个男生，第一眼就心动了，声音很好听，专业能力也挺强。
声音好听可能是感冒了啊。会后大家一起闲聊，得知他不久后会来到我的城市入职，我很激动。会议最后一天，我们一起走回住处，准备各奔东西。他在街边的小店买了个冰淇淋，然后等红绿灯的时候，我扭头看他舔冰淇淋，抿嘴唇的时候露出了2个深深的酒窝。当时阳光也很好，我就彻底沦陷了。哎呀，我的妈呀！等个红绿灯吃个冰激凌啊，就这个呗，这有什么好沦陷的？当时阳光也很好啊，我们这阳光也很好，这就沦陷了，真头晕呐！来，这就沦陷了。冰淇淋我倒是没有，喝口水。哎天，还是人家长得帅啊！我给你看看这个，给你一个丑陋的画面，你还沦陷吗？啊？阳光也很好，看红绿灯啊，冰淇淋，抿嘴，他说，抿嘴，阳光，文献还是长得帅，别形容那么多场景描写，还是长得帅，场景描写都是借景抒情啊，这个是传统的。小学就教过的文学手法，借景抒情啊，跟这个场景没关系。你还是觉得人家长得帅，你看我给你还原一个场景，你肯定也不沦陷。哎，说实话，学术界这些会议呢也很形式主义，尤其专业方向不太一样的人也不会再联系，都是点赞之交。回国之后大概1个月，找他说1-2次话，也就是找个存在感，他也会回复，但是聊几句聊不深入，聊点学术问题吧，我也不会。几面之缘，没有很熟，时间超级快。8月他来了，他来到了我的城市，他发了个履职新城市的朋友圈，我点赞了，但我没敢约他吃饭。之后没几天，他突然找我，他问我要一个外卖 APP 的邀请码。还沦陷吗？跟你要外卖 app 的邀请码的时候还沦陷吗？还帅吗？还 damn 是不是？又 damn 了这回，我超级开心，我顺手就约了1次饭，他也答应了。当中他回老家了一趟，又隔2周见了面，还是喜欢。说实话，我有点自卑。身边同学认为我俩差不多，但我觉得他已经有工作了，我还没毕业，压力也大。海外博士求职行情很差，没有办法。不能确定1年后我还留在这个城市吗？如果要留，很大几率我还得去国外再做段博再回来。嘿嘿，就是明明什么都没发生，但是我已经想到了很多结局的可能性。嘿，对，就是因为什么都没发生，才会想很多结局的可能性啊。想想吧，想想啊。见面的那天吃饭吃了2小时吧，感觉也没聊啥，互相关注了。哎。ins 啊，常常分享生活，他会看。有天他评论我，我就又顺手问他忙不忙，要不要出去玩。他说哈哈哈，可以啊。现在的问题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2次都是我主动在邀约，他可能是出于礼貌都答应了。我有设想，这一次约他出去，我可以玩一个离岛之类的，但是只停留于想象，我都不敢再主动找他。马上30了，单身也6-7年了，在这时候只敢想不敢行动，有时候觉得我已经勇敢的约他了，那我就再勇敢一点吧。对呀，你再勇敢一点嘛。想知道机智的你有什么办法打破当下的困境？你不需要机智的我，你需要一个勇敢的我啊！不对，你也不需要勇敢的我，你需要一个勇敢的你。你不需要机智，你挺机智的，你不又给他约出来了吗？你勇敢一点不就行了吗？啊，damn 啊，勇敢一点。约出来吃饭呗，离岛就离岛呗。拿阳光晃了，你买个那个啥，你不用买手电了，咱这手机里不都有这个那啥吗？闪光灯嘛，你晃它，你就这样晃。他说你干什么？你说第一次见你的时候，觉得你在阳光中有一个角度特别帅，我想再把那个角度找回来啊。他说你干嘛？你干什么？我说没有，我就喜欢那天阳光下的你。
你晃他，你照他，你给他一个下马威。哎，开玩笑啊，你直接晃他有点离谱了。但是你可以问他一些问题，你先得让他知道你对他的好感啊。比如呢，你可以问他，你说，你这样，你约会的时候路线设计一下，一起吃饭的时候呢，很容易嘛。你经过一个冰淇淋店的时候，你突然跟他说，你好像不经意经过这个冰淇淋店上，经过的时候，你突然跟他说，哎。上次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你最后会议结束那天，你在吃冰淇淋，你吃的是什么口味啊？很自然，他肯定就会说，哦，哎，你怎么是吧？他心里肯定会触动的说，哦，我怎么吃个冰淇淋他还注意到？你得让他知道你对他的好感，是吧？然后买一个那个冰淇淋，然后你再说，继续表达，你说啊，哎，真挺好吃，我以前都没有吃过这个口味的冰淇淋，不管啥口味啊，就说，哎，我以前都没有吃过，真挺好吃，喜欢上了。恐怕以后也会一直喜欢吧，不用说的这么文啊，你用口语一点，说哎呦这冰淇淋以前没吃过，哎，可以后我就吃这个味儿的，说点这种话，他又不傻，他肯定听得懂，听懂了以后呢，发现他迟没有反应就算了，就说明人家不喜欢你，有反应就继续，是吧？很容易的，没有那么难啊，不用真的拿灯晃他，刚刚是节目效果，不要真的拿灯晃人家。这个灯还挺好，有卖吗？有啊，有，可以谈一下这个灯。我们这儿没有一个道具是多余的啊。有卖，有卖。好吧，灯开关在哪？注意看啊！就这么拍它，这是调节，然后抬起来，抬头它就关了。低头，然后拍它，哎，就亮了。调节3种强度啊，这么个小灯，挺有意思啊，挺有意思这么个灯。但我播完了，我还是把电源拔了。我觉得这个，反正这是我个人习惯，我都倾向于我不太喜欢那个这种灯一直插着电源，我个人习惯了。我是一个特别害怕的人，我从小可能是《法制进行时》看多了，我特别害怕。不烫，完全不烫啊！这个我倒是可以跟你说。你看我手，我要烫，我也不至于为了挣点钱把手烫的那什么。我手放在这儿，它是完全不烫的啊，不烫，我不至于啊，没那么烫。你看，肯定是不烫，不是没那么烫，它是完全不烫啊。手糊不烫，哎呀，我摸摸灯泡烫不烫？啊，灯泡也是凉的啊，灯泡都是凉的。这没法表演啊！如果灯泡是烫的，大家知道烫的灯泡，我这会儿手早废了。不烫啊，你看，可以这样抓着，不烫，不发热的。LED 肯定不烫，我不给他展示，他们不信呢，我得。后面是这个那个什么
床单被套啥的，4件套。这个布舔一下。这太荒谬啊！太埋汰了，这画面太恶心了，不可能。虾干好吃吗？好吃。买这个大号的，买这个大号的，外面这个袋儿也有卖，没有一个道具是多余的。你皮厚，哎呀，啊，梨可以吧？注意看啊，这梨的表皮是这样的。你们一会儿别跟我说梨皮厚啊，梨的表皮是这样的啊，你贴一下，啊，贴啊，跟这个灯泡贴，亲密接触贴，循环贴，啊，还是这样的啊，没换过面啊，都是这样的，不烫啊，天。他们非说那个灯泡烫，说我手皮厚，是，梨也卖啊，假梨。人真的不能陷入这种自证陷阱，朋友们，给你们上重要的一课。别人质疑你的时候，千万不要证明自己，没完没了。他要想质疑你，他怎么都能质疑你。尤其感情中也是这样的。别你觉得他冤枉你，他知道你冤枉他才冤枉你，所以这个感情中有人冤枉你就听一听就算了，千万不要证明自己，远离啊。不能自证，越自证，人家想质疑你，怎么都能质疑，是吧？蛋蛋你好，上周我和2个同事一起去泰国旅行，我不太确定是否遇到了 crush， 我有点睡不着了。这次旅行搭子性别差别很大，3人行，而我仿佛一块夹心饼干。一个小几岁的姑娘十分活泼好动矫情啊，一个同岁的同事分外冷静保守。第一天抵达机场的时候，我只想着出去玩，开心一点喽。过关的时候，原本排在他俩后面，扭头看见有个小哥，窗口空着，他向我示意，我便拖着行李过去了。看得出小哥人挺 nice。结束后，他们聚在我身边说：“你是不是因为看见帅哥了才这么慢？”我笑了笑说：“是挺帅的。”没想到那个小姑娘一听这句话兴奋了，蹦蹦哒哒的说：“我帮你去要电话。”我心想：哈哈，也好，就把手机给他。结果扭头发现那已婚同事已经在乘电梯出去了，去了出口，等了一会儿没动静，感觉要黑脸了，我就赶忙招呼那个小姑娘。原来她的怪异行为已经把当地警方吸引过来了。我笑着说：“开玩笑，快走。”本来以为这就是小孩闹剧，但没想到他真的把电话号码要到了。我又蠢蠢欲动了，觉得反正在国外嘛，没几天，大胆撩吧。过几天电话卡一拔，谁也找不到谁，哈哈。接着我就小红书一顿搜索，啊，费尽周折加到了小哥。第一次发消息，鸟无音讯。第2天直接拱火给他打电话，结果人家给我挂了。我嘀咕说没戏了，结果被这2个姑娘一顿说教，说你这个 LINE 就一个账号 ，LINE 的账号没有任何包装就去关注人家，不行，谁会理你？我听话照做，上传了我的照片。看到小哥也换了头像，还是没回复，心想没戏了。结果第2天他回关了，看到我时发了一句 morning， 我发了一句 morning 啊，结果就对方还是没回。第3天睡梦中想到这事儿，实在不甘心。你这出去泰国一共几天？你这3天就操心这点事儿。哎，第3天睡梦中还是不甘心。然后我就确认了说按这个软件没有互相关注之前是无法收消息的。哎，我就把我第一开始给他发的那段话又发了一遍，结果5分钟后他真的回复了。我就把我这几天为了联系到他做的所有努力都告诉他了。这个小哥一直道谢说：“哎呀，谢谢你。”甚至主动说要下载微信和我们联系。
哦，外国人是吧？外国人主动说下载微信和我们联系，还在我们回国时特地跑到候车厅过来送我们登机。现在回国2天了，每天还是和他从早聊到晚。是用微信吗？我能明显的感觉到他比我更冷静，虽然是个内向感性的人，但这种跨国的联系，他应该更理性。朋友拍了我和他的照片，并附赠一首打油诗调侃他，他也只是笑笑说，认为不应该催促一段关系。而我好像真的有点聊天聊多了，依赖了，残存一点理性告诉我走不下去了，清醒点，还是失眠了，我该怎么办呢？我今年31岁，小康家庭。不是，咱们刚刚没有读到这么一句吗？反正国外也没几天，大胆撩吧，过几天电话卡一拔，谁也找不到谁。你拔呀，你没拔呀？你这回国嘎嘎又聊又依赖了，你的潇洒呢？啊，开岸赋予你的那些潇洒，假潇洒。假潇洒，晚上好啊！感谢各位，还有一些新来的朋友，点开购物袋看看买点啥啊？看看销冠吧。这个新来的朋友不知道买啥，买点销冠产品，欢迎啊！虾干老朋友看看新品。这个有便携的 Positive Hotel 便携咖啡，直接拿它这个袋喝的咖啡。还有这啤酒，无醇啤酒，一股茶香味儿，龙井茶的茶香味儿。随意购买。山姆同款。还有我们的这个麦片，燕麦片嘛，里头东西很丰富，什么树莓干啊，羊，它这个叫什么？羊乳球啊。椰子片啊，火龙果干啊，生可可粉啊，南瓜籽儿啊，一大堆。圣农炸鸡也上新了，有一个圣农的芝芝烤翅。益生菌嘛，是我个人家中常备啊，时不时吃一点。还有这个刚刚展示虾的时候展示过的这个恶魔包啊，很方便，很好用。菊酒老板推荐那个酒还没卖完吗？还剩最后5瓶，现在还剩几瓶啊？居然还没卖完吗？刚刚就说一共剩5瓶，我还没讲，我以为一下就卖完了呢。自信了，看来还是自信了，不应该那么自信，盲目的自信。猪油渣，猪酥酥啊，就是温州猪油渣，有温州的朋友给作证一下，这玩意儿贼好吃，超级好吃，无敌好吃。大包15个左右，大家随意购买。坛子酒10月份上啊，大家可以点开头像加入一下群聊。猪油渣真的好吃。猪油渣真的好吃，温州的朋友也可以帮我证明这虾干好吃，这都是温州的，我们都是用的温州的。苍南县吧，我看看猪油渣是不是也是？对，苍南县，温州市苍南县，虾干也是。虾买大号的，这就是大号，够大，好吃。梨也有，还有梨吗？有收到这个梨的吗？这个也好吃，可能有朋友也收到了。虾干是真好吃，对，虾干真的好吃。你中秋送礼其实都可以送虾干，你就说家里人啊，实实在在的，你也不知道送点月饼吧，他可能收个一堆月饼了，这吃月饼吃吐了，月饼太多了是吧？你送点虾干，也挺好吃的，比较实在，这玩意儿也不太挑人，他只要能吃海鲜，他就能吃这个，好吃的。梨收到了还没吃，哪个酒好喝？就好喝的酒很多啊，看个人需求。大闸蟹好吃吗？大闸蟹你现在收不到啊？说中秋收得到吗？不行啊，我卖的是蟹卡，不是这个季节的大闸蟹不好吃啊。你现在也能兑换，但是我不推荐。我推荐你这个大闸蟹蟹卡，你等秋风起了，天凉了你再去兑换啊。现在这个季节大闸蟹不太好吃，太瘦了啊。你可以买这个蟹卡，到时候兑换。秋风起，河蟹肥吗？销冠是啥？牛脆脆。思康咋样？推荐蔓越莓味的。
怎么没有人问我挂耳咖啡呢？这是好久没卖过的产品，大家整点这挂耳咖啡呗。我看看今天挂耳咖啡卖出去多少，我看一眼。我好久没有注意过这个挂耳咖啡了，好久没卖过，都好久都没有看见它，有点对不起他的感觉，有点愧疚，我怎么还？因为这也是我朋友做的，撒个烫。上海的朋友应该在富民路上见过这家店，在富民路还算比较出名吧。啊，咖啡豆也有，咖啡豆也有，都是他家的。你看这个黄酒还是有很多人买啊，买这个摊天下酒菜，你喜欢喝黄酒，喝过黄酒啊，可以试试，跟你喝的黄酒不太一样。我推荐是冰饮，也可以加热。很多朋友在买摊天，对，你要送礼嘛，你送那个摊天18年那个黄酒，就是有点特别拿得出手，包装特别好看，但是没在我身边。我之前展示过，应该你点开那个讲解能看见。我之前展示过那个摊天18年那个送礼也挺合适的，只要加给大人喝酒嘛，你别给他买那么烈的酒嘛，喝酒毕竟对身体不好，买点这种，喝点黄酒是吧？吃个海鲜什么的都很搭配。吃不了苦，吃不了苦喝这个咖啡，不酸不苦，茶味的咖啡，茶咖。姜茶嘎巴，你要像我那样兑水少它就嘎，你多兑点水就不嘎。我今天喝个3包，挺舒服的喝的。大闸蟹也配黄酒，对，这个，但是大闸蟹现在确实挑的太热，我这大闸蟹还不够肥啊。买个蟹卡先别着急换，我们这个蟹是买16只送8只，一共24只，还是比较合算的。读信读完了没有？接着读啊，马上读，还有3分钟，我稍微讲讲品。今天都确实没咋讲品，稍微讲讲品，接着读信。今天可能是这个鼻子也不通气儿，有点对不住啊，各位 QQ， 确实没怎么讲，就讲我自己喜欢的这几个来着，就是经常吃的。哎呀，我这个就你看这个不经常喝，我说过好几次啊，我不经常喝咖啡啊，我不经常喝咖啡，我就给人家忘了，有点不好意思。我喝完咖啡，我这个朋友们，咖啡嘛，我也挺喜欢喝的，我就是，但是他就这个是吧？偶尔喝一喝，偶尔实在是困，或者是今天确实没啥事，吃饱喝足，胃里有东西也喝点。我也挺爱喝咖啡那个味儿，香味儿。但确实这不是我经常就是手边的东西，我就老没给人家讲。经常不讲啊。女生推荐哪款酒？我强调一下啊，我知道这个很多朋友说女生推荐哪款酒是啥意思，但是呢，这个酒这个东西吧，其实它是不分男女的。但我知道你是啥意思，你的意思就是想甜口一点，度数别那么高，是吧？但是呢，它也不是说这就是女生该喝的酒，对吧？可能我太矫情了，就是我知道你啥意思，但是我们尽量还是说，哎，给这个不常喝酒的人，或者说酒量不那么好的人推荐什么酒，因为有点怪，他不是说女生就得喝这个小甜酒，是吧？他不是这么说法。那我比如说徐志胜，他就也爱喝小甜酒，他酒量不好，他不经常喝酒，他就爱喝这个小甜酒，他也不是说女生就得喝小甜酒。那我那姐们喝大茅台的也多的是，是吧？这不是这么个说法啊。我知道你们啥意思，但是这个说法有点怪啊。对吧？就好像因为我也深受其害，我就深受这种你说刻板印象，我深受其害。我不内蒙人吗？我常年喝酒，
我就是就受这种刻板印象加害啊，就过来就说，哎，你内蒙人，先给你干3杯。我酒量其实不好，我说别这样好吗？不是说内蒙人就能喝，也不是说女生就得喝小甜酒，就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刻板印象，是吧？就很头晕，我经常。发券了，发券了。对吧？这个就是，你看我内蒙的朋友也有不喝酒的，真有是吧？内蒙他就不喝酒，所以这玩意儿大家，哎，当然是你大概率不会错，但是有时候吧，你这么聊天，万一碰到一个像我这么矫情的，我其实没那么矫情，我饭桌上也不会跟人家扯这个，但你万一碰到一个人家那天心情不太好，就跟你矫情起来了，你也挺没理的，是吧？你突然拿瓶这个，我们这就是甜酒，你突然过去说，哎，女生，你就喝这个吧。那人家姐们儿如果心情就不太好，说你什么意思啊？就开始跟你扯起来了，你咋办呢？说你啥意思啊？女生就得喝甜酒，你就很被动了，对吧？我就是，咱们不要发生这种事儿，就是会容易尴尬，是吧？发券了，发券了。就经常，哎呀，饭桌上我经常见到这种很尴尬的，尤其我那些姐们儿吧，我挺猛的，是吧？经常给人整，我就，哎，我经常极力避免这种尴尬的情境发生。爱喝威士忌。我最早吃到这个猪酥酥啊，这个猪油渣，温州猪油渣，就是在威士忌酒吧吃到的。如果发生了怎么化解？哎，就赶紧嘻嘻哈哈的，就赶紧是吧？就是说呀，有时候会有点那啥。你像我有那种特别较劲的朋友，我也挺服的。他就是完全不接受别人敬他酒，就是不喝。你跟我干杯，我就不喝。我可以喝，但我要自己喝，你不能敬我酒。我有这种朋友，哇，那也挺刺激的。那真的就是一口不喝，哇，那整的真的是相当那啥。但我道理上我肯定支持他，我也不会，我其实不会去化解这种尴尬，我其实并不会去化解这种尴尬，我觉得就应该尴尬。他就不喝，我也会帮腔是吧？我说对，人家不喝，你敬人家干啥呀？最后就会很尴尬，就尬在那儿，挺好，但我觉得没啥。我觉得这个酒，大家出来喝酒，有时候尴尬，都长见识，是吧？这个不要觉得喝酒就可以随便跟人家那啥。哎，有时候真的很尬，有那种讲究的也不认识，他们就是很讲究，说哎我杯都端起来了，哎说你不喝，哎不喝这杯喝了行吗？说不喝，哎我先干了，你抿一口行吗？啊不抿，就不，很有意思的。我嘛就没有那么容易让人那啥，我一般还都比较那个。我一般也就算了。我说兄弟，我喝酒不爱劝酒，我也不敬别人酒。你要敬我酒呢，我就喝一口。但是你一会儿再也不要敬我酒，你再敬我酒，我可就不喝了。不是说跟你咋回事，我就这脾气。我喝酒就是我自己喝我高兴的，我也不劝你酒，你也别劝我酒。我一般喝酒就得说这个话说好几次，他们才能相信。我喝的是水啊，这不是酒，是水。
我喝酒是这样的，但有时候嘛，就是有时候入乡随俗吧，或者说哎也就无所谓了，有时候那个啥也就无所谓了，没有那么严重。但有的朋友他比较在意，人和人不一样，人家在意，我觉得人家是有道理的，我觉得在意的人是更有道理的。像我这种比较圆滑，其实没啥道理，但是比较快乐，是吧？哦，我们这个酒卖光了，但是你再买就是发货就延期了，中秋期间不发货啊，中秋期间不发货，中秋结束才发货，好吧？这个酒还可以卖，但是就是大家买到的就发货比较慢了，就还有啊，但是就是发货给大家提醒一下。但你好。我心情不太好，我最近一段时间靠着你的直播才能忘掉不开心的事儿，好多人都是这样，我都怀疑我自己，是不是因为我你们才不开心呢？怎么突然冒出来这么多不看我的直播不开心的人？我和渣男谈了7年，后面4年一直异地，前几个月看他手机发现他出轨，他也摊牌了要跟我分手，然后就走了。我气不过，通过社交评论，社交的那个社交网站的评论区找到个女方，我跟女方说了他劈腿的事儿。女方也不知道我的存在，他去找女方的时候，女方给渣男发了和我的聊天记录，拒绝了渣男。于是渣男开始报复我，先是用喷漆在我家门上喷字辱骂我，报案，他被传唤，他不到，因为是行政传唤，不能异地抓人，他不来也没有办法。然后渣男起诉我，欠他30万。去年他把30万转给我，通过我转给了他的一个生意伙伴，我也不明白他当时为什么要通过我转。现在他拿着他和我的往来流水说我欠他钱，但是我转给别人的流水他不认。当时转账是我们当面说的，所以没有聊天记录作为证据。他和他那个生意伙伴有签合同，但我没有那个合同。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没有任何设防，所以现在没有保留到对自己有利的证据。提醒各位恋爱脑的姐妹呀，恋爱期间大额金钱往来一定要留心设防呀。我现在找个律师，律师说比较难，证据不太充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在看直播的时候发现蛋总经常有些意想不到的建议，能不能有些妙招偏方啊？或者有没有其他律师朋友帮帮我？你这个前男友的账啊，你这个前男友的账大概率有问题。不然他没必要通过你转账，他这么搞你嘛，你可以，想办法，比如说相关部门查查他的账啊，但你不要直接去查，你可以拿这个威胁他，然后让他撤诉。他的财务状况大概率有问题，经不起查。行走江湖，自己这些防身的招数，咱们不是说要做坏人啊，但是遇到坏人保护自己还是要学会的啊，不是说非得举报他弄得撕破脸，但是他整你嘛，你也得会整他呀。公开名字那不行啊，他这来信也不一定是真的啊，而且我还要说，未知全貌，我只是他让我在这个情境下出一个主意，我只能出个这么个主意。那人家男生过来找过来说，哎，
其实我还给他什么转过30万，可能还有别的情况，咱不知道是吧？咱只能说，他如果就是因为就这个就是如你所说的事实是这样的话，你可以有一些防备手段啊。你跟你律师商量啊，你别跟我商量。就刚刚说的这些，你跟你律师商量，这律师应该都懂啊。就事论事啊，我也不知道这个，我也不知道全貌，对吧？人家男孩还委屈呢，过2天又给我来一封信，未必是吧？咱也不知道。咱不知道，只能说看他写的嘛，那他肯定是遇到坏人了，那你就律师说比较难，证据不太充分，那就是对吧？你也可以想想办法做那个生意伙伴的工作啊，这里薄弱环节还是挺多的，你自己去做也行，你让你的律师帮忙做工作也行，就弄个证据呗。然后最重要的是，姐妹儿，最重要的是什么？姐妹儿，别说是我教的啊，就说你在网上搜到的，你别激动说，哎，李诞教我的，别给我惹事儿，好心好意帮助你，不要把我害了，别过2天来我门上泼油漆来了。突然还给我泼油漆，我也受不了啊。好吧，自己学会了跟律师商量商量就行了，别说我教的，我没教过，我是当虚构故事瞎教的。我很怂的是吧？我这就是看他可怜，随便想想主意，但我也不能说负这么大责任。突然仇恨转移找我来了，那可不行。受不了，干涉不了你的，这是你自己的命运啊，我干涉不了，只是给你出主意。就刚说的这些，你跟你律师好好商量吧，这不都找律师了吗？还是有机会跟那个生意伙伴，你都给他转过账，你跟他聊聊天，哎，都有机会商量商量就算了，撤诉和解，商量商量，没必要，干啥呀？就这么点事儿。你看，当然我没有指责这个女生的意思啊，但我们这个小卖部呢，反反复复说过一件事是啥呢？就经常有女生来问我说，哎，我发现我男朋友什么在外面有个女生，我要不要告诉那个女生？我是不是每次都跟你说别告诉我？我每次都是这么说的，不听是吧？你看，他去人家评，我没有指责他的意思啊，但是我只是说你们再遇到这种事，千万不要弄这些，不要因为仇恨做这种事情。你看，你不就招来更多仇恨吗？但我没有指责他，但是这大概率不会有好下场，弄得自己心情也不好吧，至少。为啥别告诉我？因为你是出于恨意做这件事儿，你出于恨意做一件事儿，只会招来恨意。好吧，我对这件事是这么理解的。你出于恨意做任何事只会招来恨意啊，对你自己没什么好处。你出于善意，你出于善意嘛，那你方法很多的啊。我觉得，他说的是我气不过，好吧，我不知道出于善意是怎么说啊，他是出于恨意，他自己说的是我气不过，通过社交平台找到女方，说了他劈腿的事儿，他就是出于恨意，那你就招来恨意，我没有指责他，但是我就是反反复复的说，没必要，碰上了嘛就自认倒霉，就赶紧，你看你这牵扯出了这么多事儿，多痛苦啊！就别再牵扯了。遇到不好的人，最好的办法就是
当下就结束，你当下不结束，就牵扯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不好，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就不要再牵扯了，只有痛苦，只有痛苦。只有痛苦，没有必要。还是那句老话，任何时候呢，改变都要付出代价，但是你当时付出的代价就是最小代价，你不愿意付出这个最小代价，你就要牵扯进去，你要报复他，那你就要付出更多代价，好吧？你这个钱的事找律师商量商量啊，找律师商量商量，别说是我教的啊，再次强调，别害我，跟律师商量商量，拿起法律的武器。风扇关一下哦，对对对，今天都没给你们关风扇，吹的时候有点头晕了，关一会儿。你呢也别硬刚啊！我再劝一句啊，你跟你这个前男友吧，你就不要再恨他了，你就让他撤诉，然后这事儿就过去了，就尽量商量商量，这事儿就和平解决掉吧，不要再硬刚了啊！还老想抓他，你为啥要跟他牵扯这么深呢？啊，这么快意恩仇吗？咱们不生活在武侠的世界啊，没有必要呀，自己把自己以后的日子过好不行吗？欢迎大家啊！但我想分享一下我的故事，用一句特别火的话说，就是别看我跟你谈恋爱谈的要死要活，跟你结婚我真不敢。我21岁的时候谈了一个男朋友，两个人有很多同甘共苦的回忆，我俩感情特别好。唯一不好的就是他没钱，真没钱。我工作挺好，谈了8年，花了30-40万，哎，导致现在没什么存款，干啥了？因为他没钱，我一直不敢把他介绍给家里。结果去年机缘巧合之下，被父母知道了他的存在。我当时特别上头，工作都不要，跟他连夜开车直接跑了。我当时知道我父母特别聪明，肯定会调各处监控找我们，一直指挥前任24小时不间断开车绕各种小路。啊？哇，什么呀？啥呀？可是最后我还是自己选择回来了。因为我对父母的担心和愧疚把我压垮了。当时回来以后，因为男朋友的事情，我一直努力争取，父母也同意不同意之间反复摇摆，最后还是决定不同意。如果我坚决不跟前任分开的话，就断绝关系。后面我父母就直接搬来跟我住了，看着我，不准我跟前任见面，跟死了一样。上完班就回家躺着。有一天我突然想通了。什么是努力坚持，随时放弃？就开始跟现任聊天了，迅速转变了自己的想法。现在快结婚了，现任家里条件很好，本人前途也不错，最重要的是对我感情也深。我觉得我自己过得很幸福，父母和亲人也都祝福我们。我想跟姐妹们分享我的故事，就是想说，恋爱是恋爱，结婚呢还是要好好评估。爱人一辈子可以爱好多，但是自己一辈子就一次，不要草率。就这样，我去买牛脆脆了啊！谢谢你。啊，是吧？
头晕啊！精彩的反转，很精彩的反转。大家帮我售卖一会儿这个炒干条和虾干吧，感谢各位。今天这个嗓子不舒服，一直喝水，怎么能让他站起来？哎，算了，你就躺着吧。哎，你就别跟我去厕所。洗手了吗？又开始了，怎么样？卖的好不好？这虾干，感谢大家。哎呀，太感动了，看到你们在说了，哎呀呀呀，哈哈哈，谢谢谢谢。虾干是啥字？干的虾。炒干条，巧克力，巧克力是那个黑钻。我们今天那个茶嘎嘎那又卖光了，你可以吃。茶嘎嘎那个还不是巧克力，它是个巧克力脆，这个就是巧克力啊。但样品呢，抱歉，我又找不着。哎，我一天稀里糊涂的，我能干成啥呀？我的朋友们全都嗨起来了。哪里呀？又叫我出去玩儿。哎呀，这么快乐吗？今天晚上只有我一个人在家生病吗？都这么快乐？我也很快乐啊！哎，我也很快乐。蛋，我和前男友是2022年相识，12月在一起。阿蒙还给我发了一个有点快乐，太气人了。24年1月分手，那就1年呗，其中8个月同居，每天都在一起。他的父母和我的父母，我的姐姐，他的妹妹都知道我们彼此的存在。哎呀，这来个贯口啊！这家庭关系贯口啊！他的父母、我的父母、我的姐姐、他的妹妹都知道我们彼此的存在啊。他是教育研究方向的，有2个合伙人，我是一名教师。分手后，由于我放寒假加上分手心情不好，出国玩，打算寒假回来上海再搬走。可就在2024年的2月，我回上海的前一天，他的微信发给我一组照片，照片上是他和一个小孩子，上面写着这是我和某某某的孩子，明天就9个月了，某某某是他的前任，还加上了一些
哦，某某某是我前任的名字啊，那就说明这个微信发的是女方发给他的，加上了一些辱骂我的话，我五雷轰顶。第二天我换了最早的车回上海，在我们同居的房子里，我姐姐和我一起打包。这时她回来了，询问之后，她说的版本是，在我们一起4个月的时候，那个女生告诉她已经怀孕9个月，前任想逃，所以更加紧密跟我在一起。后来因为孩子和他长太像了，他决定回去当爸爸。我是96年的，前任是94年的，女孩今年40岁啊，就在那边那位。听他说他们没有谈恋爱，哦，只是一些往来啊，就发生了。我感到很错愕，这个事件里面所有的部分都让我3观炸裂。我是一个普通县城长大的女孩，普通硕士，一路读书来到上海。他，我就别念地名了，这容易掉码了啊。他也是上海读书啊。他的那个发生的那个女生呢，也是上海的本地人。无论呢事业嘛还是财富，肯定都在于我之上。现在他已经在对方家里生活了，扮演一个好丈夫、好爸爸的角色。世俗层面应该过得很好，我也祝福他们一家人。他的父母也表示希望我祝福。笑死，谁要和这么混乱的关系搞在一起？哎，对，这个态度就对了。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我们不会走到最后的。我没有结婚的打算，也不是因为他，因为谁我也没有。所以分手后几个月悲伤时刻，现在感觉放松了。分手后全网拉黑，删除了全部联系方式，删除了所有共同好友，每天好好上班，好好读书，早睡早起。分享这个故事是想给姐妹们说，希望大家花更多的时间在自己身上，事业、学业、身材等等都要超过期望啊，把期望放在别人身上来的踏实。一直很喜欢蛋总，在上海喝酒也有偶遇过，没有打扰，各自干杯啊！没事，下次可以喝一杯。牛脆脆很好吃，这后面就是夸的啊，谢谢。好的，谢谢啊，行，你好好的，挺好啊，挺好，非常好啊。哎，就放下就好了，就是就不要再牵扯了。哎，遇到坏人嘛，谁都会遇到的，一辈子遇到倒霉的事情，总会的。你认倒霉嘛，就是遇到一次倒霉的事情；你不认倒霉嘛，就这个倒霉还要让你继续倒霉啊，就是认了就行了，就赶紧。我可能比较怂啊，有一些比较勇猛的人就是不行。我遇到倒霉的事情，我得让那个人觉得倒霉，我不能，我是他的倒霉啊。有的人是这样的，我的性格不是这样的，我比较怂。我遇到倒霉的事情，我就觉得 OK， 还有2分钟发券了，好，奶脆脆，对，大家想把我们哈尼牧场卖的比较好的东西一网打尽，你就直接买个大礼包吧，谈个大礼包吧，那里头就有牛脆脆、奶脆脆、超干条、霍根贝尔的空气、霍根贝尔的草，那俩是开玩笑的，还有果干、沙果干，还有奶贝，还有一包蓝莓干啊，就是这个人啊，就是刷礼物这个人，这人太坏了，这人正在外面玩呢。这人就在我直播间蹲着，在外面玩，然后我每次只要提到他的产品，他就该刷礼物啊，就这个人，很好吃，人不咋地，卖的东西还行啊，人很坏，没有什么义气，卖的东西很好，我都难受成啥样了，跟我这还气我说外面挺好玩的，还有1分钟发券。这大礼包呢比较合算，你看着偏贵哈，但是你要是分别去凑这几个东西，肯定是比这个要贵。它这个价格贵呢，它是因为东西多啊，比较合算。牛胸口今天有现货，朋友们有来补货想买牛胸口的可以去买啊，还有牛肥瘦，我就不额外讲了。大家买了牛肥瘦以后呢，在小红书搜
牛肥瘦李诞，或者搜牛肥瘦蒙古肉干面，你搜这种关键词，有一个姐妹儿呢她是一个做饭博主，她就是分享美食的。她在我这儿买了这个牛肥瘦以后，回去把那个我教给大家那个蒙古肉干面的做法，用这个牛肥瘦做了个视频，你搜看看，一学就会，特别好吃，贼好吃，贼好吃，没谁了，说着我都馋。哎呀，我其实现在这个病情这么严重，我吃碗面条不过分吗？啊，我都生病了，生病是不是可以吃点面条啊？我小时候生病了，我妈就给我煮面条，然后里头荷包个鸡蛋。生病了是不是就可以吃个肉干面？没有必要吧？这个时候还戒什么碳水啊？是不是？哎，牛肥瘦谈一下啊。我对这个东西啊，这种食品啊，我对这种食品就都是童年记忆。我小时候生病呢，我妈就给我煮这种蒙古的这个肉干面，里头荷包个鸡蛋，要么就罐头啊。大家这个黄桃罐头嘛，我现在也不吃了，但是这是桃子酒，这个桃子酒的味道呢，就是小时候吃的桃罐头的那个罐头汁儿的味儿啊，很香。你可以买这个啊。沙果干不单卖啊，牛肥瘦谈一下，朋友，我的伟大的同事们，他们都说让牛肥瘦谈一下。不吃碳水抵抗力弱啊？真的吗？哎，不知道。手机壳又没了，这是牛肥瘦啊，现货500单，应该也没有500单，但是大家可以买一买。你就在小红书搜就有教程啊。那姐们做的特别好，一步又一步，人家还切镜头，拍的特别好啊。哎呀，我说感冒，我看明天能不能好吧？明天好了咱们喝吧啊！明天是啥日子呀？咋了呀？我说好朋友突然叫我喝酒，为什么我的所有朋友都在叫我喝酒？不是这是个人家吗？欢桃啊，欢桃开了个快闪店。你在哪儿啊？我正在直播。不是你不是这个欢桃这个快闪店在哪儿？我正在直播，我给你介绍一下，我给你讲讲。你给我说说，你发一个简介过来，我正好在直播，我帮你宣传宣传。好朋友欢桃的老板，他说欢桃开个快闪店开幕。对，我在直播，你发给我介绍吧。手机壳有啊，欢桃是我们上海的一个酒吧啊，在这个进贤路的一个酒吧，在上海的朋友可以听一听，不在上海也没有必要。哎，罗老师来了吗？罗老师突然给我发个微信说你书太少了，来来去去就那么几本。啊，阅读量有限呐，罗老师，阅读量有限的，罗老师。这是在哪儿？在番禺路，长宁区番禺路232号1楼欢桃限时商店啊。哦，明晚这个就是给朋友喝酒，那我还推广啥呀？你是内部啊，你不对外啊，那我还介绍啥呀？别介绍了。啊，不是内部啊，没客人可以来啊，客人可以来。它是一个在这个店叫 Bake No Title 合作的限时限定甜品，有这个叫桃子大麦私房主厨Lux， 哎，不好意思啊，可能念错了。有川菜快闪也会在此 Bake No Title 同期进行，上海的朋友可以去玩一玩啊。15号晚上开幕，请大家来玩一玩啊！欢桃快闪店啊，
好的，介绍完了。罗老师的啊，番禺不念番禺吗？罗老师给我发微信呢。罗老师，你是不是已经走了？我阅读量有限的。他们说明天刮台风，朋友，明天刮台风啊，能行吗？台风你开幕啊？好，感谢各位。他说我这姐们说喝酒就是结界，好的，喝酒就是结界，好的，行，好的，一切顺利。我只要明天不难受，我就去。对呀，我肯定是卖我看过的书。好吧，我的同事可以看一下今天卖的好的前10名，我一会儿给大家过一过前10名吧。这也是在罗老师那儿学会的，在交个朋友学会的一些招数，是吧？因为有一些迷茫的朋友来了不知道买啥，我们就过一下前10名。大礼包里有牛脆脆、超干条、奶脆脆、沙果干、蓝莓干，也是大包的蓝莓干，还有一罐奶贝，还有一罐开玩笑的霍根贝尔的空气啊，有一股草味，还有一罐草籽可以种的啊，明星产品大礼包。现在谈起来的就是价格高，但是其实你这些东西自己去凑的话，比这个贵啊。沙果干直接吃，这里的东西都是撕开直接吃的，贼酸。朋友们吃不了酸别买啊，这个酸啊。这我们北方的朋友可能很多人吃过，这我们小时候吃的，一吃就特别开心，回忆起童年了又，贼酸。泡水可以吗？啊，理论上也可以。是。我毕竟交个朋友混过，我肯定很谨慎啊。我刚刚说啥？对，我们小时候有时候拿杏干也泡水喝嘛，有拿杏干泡过水喝的吗？我小时候也爱喝杏干水，这个也可以，沙果干也可以泡，但是没必要，直接吃特别好吃。小时候就是为了让水好喝点，是吧？泡点杏干水喝。小时候也是觉得好玩吧。还有故事吗？还有。哎呀，我又想起那句特别流行，但是每次听到我身上就起鸡皮疙瘩那句话。刚刚他说我还有故事吗？我就想，那你还有酒吗？非常怕这句话，每次看到都一哆嗦。很多酒吧里都有这句话。哎呦天！很多酒吧里还有一句话。很多酒吧里还有一句说：“我说天长你就地久。”哎呦我的妈呀！我经常我就酒我都拿起来了，我也不知道谁说了，我对说这句话的人没啥恶意，就是这种玩意儿吧，你别到处都是的时候就有点那种，对吧？那人家说的人可能是很真诚的啊，我也说过很矫情的话，说的人肯定是很真诚，但是他广为传播以后，就跟说的人没关系了。哎呀，罗老师还在哈。哎呀，5公5实的。好，给大家过一遍前10名，我们就开始读信啊，快速过一下前10名啊，就读信了，好吧？感谢你们。第10名是这个毯子酒的好朋友啊，这个酒呢 Sangria 就是调配酒，它里头是白葡萄酒、红葡萄酒，还放了哈密瓜和荔枝提取物、柠檬酸啊，就是酸酸甜甜，但是不是腻的那种甜，清爽的那种甜，放点冰块喝，特别好喝。买2瓶送一个冰盒
第9名是这个菊酒老板推荐的偏贵的这个酒，你现在买呢就要中秋以后再发货了，中秋期间不发货，中秋以后再发货啊。它不过你买葡萄酒应该也没有那么着急喝吧啊，就稍微贵一点，但是呢今天卖的也很好。送的帆布包长这样啊，长这样一个大大的帆布包。这个酒就是菊酒老板推荐的稍微进阶一点的，像之前卖那个绿酒嘛，就是入门，这稍微味道进阶一点啊。第8名是我们的滩天的这个猪酥酥，其实就是猪油渣，温州猪油渣，请温州的朋友们帮我把好吃打在公屏上。没有啊，不是说你们吃这个好吃，其实就是温州猪油渣，吃过温州猪油渣就知道这好吃啊，真好吃。具体长啥样呢？长这样，它没有那么肥，但它是油，确实油，它是瘦肉鸭食，但是它也有瘦肉，但是就是也是油，你怕腻就别买了，好吃。啊，10、9、8、7是奶脆片啊，7是奶脆片，就是小时候偷吃奶粉的快感。6啊，大家这么注意健康啊，益生菌啊。Wonderlab 这个品牌也很出名了 ，Wonderlab 的益生菌，这个呢就是我自己家中常备。我们买3盒赠维生素 C 软糖1袋啊，这个我家中常备，就是我肠胃嘛，之前是治疗那个幽门螺旋杆菌，你看我也生病，我有时候这个吃个抗生素，菌群杀的厉害，我就吃点这个，会舒服一点，我自己感觉啊，我没有说什么，我自己感觉啊，很害怕。第5名是一个断货的东西啊，卖光了，售罄了，米店的那个。能售罄了，给大家谈一下吧。反正你下次来买的时候可以看一下，很多人选择，但是售罄了。大家可以买他家的碱水面包干也很好吃，这米店家吃的还都可以。第4名是柚子酒，哎，今天还有柚子酒吗？我的同事们，我以为没有柚子酒了，我就没咋讲。还有桃子酒，对吧？你看柚子酒卖光了，桃子酒嘛甜啊，偏甜啊，它就是小时候你吃桃罐头那个罐头汁味啊。第3名是我们的超干条，老演员了啊，老演员贼硬，4斤牛肉出1斤，嘎嘎硬，牙口不好别买，但这个确实是我们内蒙人小时候爱吃的。第2名是虾干啊，这前3名基本固定了，虾干买那大号的就行。第1名牛脆脆，阿蒙可以刷礼物了。第1名牛脆脆，阿蒙喝酒去了。没义气啊，还在啊，对，就是这个人卖的啊，牛脆脆啊。哦，预售了，我们这个开预售了是吗？哪个开预售了？我们这个没有芒果可以预售了是吗？没有芒果可以预售了吗？今天售罄了，确实售罄了，它可以开，是不是开预售了？开预售给大家谈一下。这个今天就一直卖断货，确实没有了，开预售了，可以谈一下。啊，柚子酒预售，嗨，这个没有芒果也没有预售，这柚子酒预售，嗨，没有芒果连预售都没有，这个柚子酒预售，大家可以买预售。断货王都是断货王，这干啥？给我多备点货不行吗？这前10名也俩卖断货了，干啥呀？这还有一个中秋以后发货的，这个也中秋以后发货。感谢啊，感谢各位支持。感谢，讲讲柚子酒，就是酸，它就是酸口的，柚子本身的那个酸味儿，我是挺喜欢这个本身的酸味儿的，酸口的，看你喜不喜欢酸，冰着喝好喝啊。杨梅酒、桃酒都偏甜啊，偏甜。柚子酒是酸的，看你的口味。益生菌就是家中常备，我刚刚开播的时候讲了一下那故事。我说去年治幽门螺旋杆菌吃一堆抗生素，最后把肚子里的好菌群也杀光了。我就问医生，我说我这肚子都杀光了，怎么？我说我病已经治好了，我就又去测嘛，已经治好了，没有那个幽门螺旋了。我说为什么我还是肚子疼呢？他说你就是好菌坏菌都杀光了，你肠道应该有100多种有益菌也杀掉了，他就推荐我说你吃点益生菌。然后这个小蓝瓶嘛，我就认识好几年了，我就反应过来，我说是，然后我就没事吃点这个。我只能说我个人啊，我感觉确实有帮助。然后我现在就常备是什么呢？比如我出差去，比如说像贵阳这种
口味突然变化很大的城市，啊，酸酸辣辣的地方吃饭，我都会备这个，我就不等它闹肚子，我就吃点这个，我感觉是有帮助的。换水土的时候，我觉得是有帮助的。牛萃是自然好吃，柚子酒可以兑咖啡吗？杨梅酒喝多了会不会吐气？我这不认真讲品的，怎么还是这样？中秋以后发货的酒是这个，菊酒老板推荐，干白白葡萄，就味道丰富一些，没有那么简单。像我们之前卖的绿酒啊、坛子酒啊，那个就是入门。你稍微想进阶一点，你试试这葡萄酒，也不算贵啊，但就稍微进阶了一点，它也是精心挑选。锡林浩特下雪了，真的啊？不可能吧？我爸没跟我说呀，我妈也没跟我说。一般下雪了，我妈都会跟我说的。感谢各位支持啊！随意购买，随意挑选。愉快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啊！今天呢播的也够晚的了，大家那个要不差不多，我就给大家把散热器插上，咱们再播一会儿吧。怕你们热。但好喜欢你啊！明明是喜欢男 idol 的我，居然被你的才华吸引。你打败了我一众剧版老公，成为我的精神食粮。没必要，听这开头，我感觉未必是好事儿。恋爱谈了快1年了，终于有素材了啊！你别为了给我投稿谈恋爱呀，这干啥呀？恋爱谈1年了，终于有素材了。唉，那么请问，男人说想静一静，是不是想分手？我工作城市在深圳，对象老家江西的，本人是东北哈尔滨的，对象年龄33，打工人，本人打工人32。我家里条件比他好点，我有个弟弟在家里啊，工作不错，我也没啥负担，自己挣钱自己花，一分没往家里上缴。在这个年纪，我对结婚生子是随缘的态度，没有想必须追求结果，毕竟结婚嘛，我可以自己承担后果。生娃自己做不到独立抚养，我是本职工作财务，对象嘛跑业务，啊，解决个温饱吧。我还能出去节假日出国穷游、青旅啊。对象就是前几年玩赛车，创业了失败了，有10万的负债。玩赛车创业失败，负债才10万吗？玩的啥赛车？玩赛车创业失败，负债才10万？怎么突然东北口音了？因为他说他家哈尔滨的嘛，他说他家哈尔滨的，我就沉浸式一下嘛。啊，说认识1个月的时候就告诉我有10万的负债，我是觉得结婚没有问题，我能承担得起后果，我也不想生娃，也不想有车房贷车贷。他最近对于自己穷有点焦虑，觉得这个年纪没结婚没生孩子有点焦虑，我也劝了啊。出个生死都是小事儿，大家都穷。你这是话说的像东北人啊！他问我嫌不嫌弃他，我的态度是他要是去结扎做丁克结婚，我就没问题，互相陪伴抱团取暖，也不是主角光环的，咱俩也改变不了世界，就这样解决温饱了。但是你为啥要让人家？要是生孩子就得有足够多的钱，因为足够多的钱我就少遭罪，我父母能帮衬，但是我不想看脸色，只要给你花钱都想管你啊，这是我的态度。我不想因为孩子变穷，也不想因为孩子委屈自己
啊，我觉得我们嘛，把自己过好，遵纪守法，别给社会添乱就得了，没有负债，挣多少花多少，我觉得挺好啊。唉，现在很多卖课的说结婚是生存加繁衍的利益结合。25岁之前太单纯，我抛弃了利益。30岁之后，我现在也想抛弃繁衍，我想要个互相陪伴。然后呢，说完了，然后他想静静是吗？你开头标题是男人说想静静，是不是想分手？你给他一顿激情演讲完了之后，他是不是说想静静了？是不是你让人家做手术那会儿他就要静静了？小伙吓坏了是吧？估计听到做手术的时候头一晕，就想静静。太猛，吓坏了是吧？真吓，肯定吓坏了。说不要孩子，不要孩子呗，这非得做这个手术吗？心里嘀咕上了，你后面那些对世界的看法，他一句都没听进去。行，我觉得你想的挺开的，挺好的啊。你男朋友能跟你一致的想法，好好处呗，挺好，挺好啊，我觉得挺好的，没啥问题啊。他没问题，他没说问题，他的问题就是男生想静静，是不是想分手？他太宽泛了。你后面说了一大堆具体情况，但是你没说他为啥想静静。你看他是在啥时候想静静？是想起他这10万负债了，还是想起要做手术了，还是他就是想结婚要孩子？你看他在哪个点想静静就不一样啊。欢迎大家，感谢大家，笑死了，太好笑了。唉，中秋吃什么月饼？我肯定我在上海嘛，我肯定是要吃那个。上海的朋友知道我想吃什么吗？鲜肉月饼，鲜肉月饼。鲜肉月饼，其实榴莲月饼也好吃，但榴莲月饼吧，罪恶感太强了。鲜肉月饼吧，假装里头还是点蛋白质，罪恶感还没那么强。管理期解馋小饼干啊！哎呀，我的同事真好，我都不用讲。你看，我确实忘了一些东西，东西有点多，我有一些不在我手边吧，我忘了一些。那个我同事会谈，大家就看按需购买啊！感谢各位。还有6分钟发券。鲜肉月饼啊，我觉得鲜肉月饼得吃现做。你看上海大街上，你说这个，在上海人怎么干啥呢？买个月饼还排队。他那个鲜肉月饼吧，他确实是
那是真好吃，那是真好吃。榴莲月饼也好吃，然后我在广东吃那种蛋黄的那种也好吃。月饼好吃的还是有不少的，但是你问我，因为我不敢吃太多嘛，你问我只挑一个的话，我吃鲜肉月饼。实话实说啊，虽然我也在卖别的月饼，但我实话实说，你让我只挑一个，你要身体那个不怕，你也不胖，你也不怕胖啊，你也不怕糖，我那当然哪个都吃最开心。都不敢吃啊，理解。牛脆脆咸嘛，有点咸，微咸嘛。这个是无醇啤酒，龙井，它就是龙井味儿，有一点，茶味儿。还有4分钟发券。我要给蛋总提供一个炸裂八卦。我们的小姐妹军团是几个多年闺蜜组成，各种成家或有稳定男友，其中就剩下一个单身姐妹，简称 A 姐。A 姐本人又甜又美，但是恋爱脑，去年交了个男朋友，近期才地下转公开。按照惯例 ，A 姐依次带给我们姐妹们过目，我是最后被轮到的一位。我前期得到的 feedback 都是此男不行，但 A 姐上头，所以当 A 姐喊我几次，我均以不想做电灯泡婉拒。直到昨天 ，A 姐逼我下班后必须见她男朋友，比如说已经想结婚了，要见此男家长了，我硬着头皮去了。饭间，此男得知我是姐妹团之一，表现得非常热情，非常友好，也看得出很照顾 A 姐。我本希望 A 姐快乐，也为她高兴，并送上祝福。就在皆大欢喜吃完饭之后， A 姐和她男朋友坚持约我再喝一杯。我刚到酒吧就给我老公视频报备， A 姐与 A 姐男友也出镜打招呼。到这里，此男表现都不错啊，我对他印象还挺好。但喝了几杯之后，此男以酒吧太吵听不清对话为由，要我坐到他身旁，让我从 A 姐身边挪到他身边。我和 A 姐眼神交流后坐过去，随便聊了几句毫无关系的天之后，此男要求亲亲抱抱要微信。啊？此时 A 姐就坐在对面，全程目睹。我当时懵了，立刻推开她，站起来说 ：“A 姐在对面，你喝多了。”此男借机上厕所 ，A 姐站在对面和我一样发呆，并反复确认是不是此男刚才真的问我要联系方式，还有要亲亲抱抱。我想带 A 姐离开，但她表示要等男友一起走。就在我们对话时 ，A 姐男友回来了，我们一起离开。在酒吧门口，这男的当着 A 姐的面依然要拉拉扯扯，亲亲抱抱，甚至让我跟他回家。我有点吓到了，推开以后自己打车跑了。当晚我实在震惊，因为 A 姐一直是我们姐妹团里最好看的那个，而且昨天她很美，而我只是一个下班后头发也油、脸上有痘、充满斑味的疲倦牛马，带着工牌背着电脑，以及我跟 A 姐有40斤的体重差距，我想不通。昨晚 A 姐爆哭，感觉信任坍塌，她一直觉得男友很踏实可信，不是第一次见到她的女性朋友了，想不通为什么昨晚为何如此出格。今天 A 姐代表男友向我道歉，说男友醒来后表示自己不记得，把我当成了好兄弟。我们姐妹团嘛，就想骂醒 A 姐，让她远离渣男。但是她这么不清醒，我们恨铁不成钢啊。
我就想问问蛋总，你能理解吗？这男的是不是故意的呀？不想和 A 姐好了？我们都觉得 A 姐疯了呀，你有什么好主意吗？啊，发券了，发券了，大家可以买一买，今天卖的比较好的，其实卖的好的前3名就是我手里这个，还有我面前这个，一直稳居前3名。我消化不了，啥意思？这个兄弟啥呀？这个兄弟在炸裂界也是相当炸裂，这兄弟干嘛？中毒啊？酒里有毒啊？啊，喝的是一杯毒酒吗？干什么？哪个酒吧？什么酒啊？给我推荐一下。什么酒？告诉我们一下，以后不喝了。什么干嘛啊？这是？哇！下蛊了吧？这怎么了？不是，不能是试探，疯了！这个不能用逻辑来解释，肯定是疯了，肯定是疯了。核心啊，不在这个男的上，朋友们。我现在是这有点生病了，我脑子不够转，我现在脑子转回来一点。我觉得核心不在这个男的上，核心在这个 A 姐上。你这个 A 姐呀，你这个 A 姐啊，背后不知道怎么说的你。我用那个阴暗啊，我阴暗啊，我阴暗啊，我没有，对不起啊，我阴暗的想法啊，我希望不是这样啊，我阴暗了。我阴暗啊，我希望不是这样的。阴暗，阴暗，我不就不展开说了，太阴暗了。反正呢，你这个 A 姐呀，V， 不是他被下蛊的，就是这个 A 姐给这个男的下蛊的。反正他们俩呀，一段不健康的恋情可以让一个健康的人变得非常的不健康。你们这段时间就离这个 A 姐远点吧，你们这个姐妹团可以少一位成员了啊，没啥，天下姐妹团都是这样，也别太难过，天底下姐妹团到最后都是这样的，分崩离析啊，很正常。不是，行，我希望不是，我希望不是。头晕啊，头晕啊！不能再细分析了。反正你这个 A 姐是相当的不对劲儿。不是，她当面看到这个男的跟自己的姐妹卿卿我我，然后当天就跟这个男的走了，然后事后也是原谅了，然后替这个男的来道歉，还替这个男的解释，完了还要跟这个男的在一起。咱也不用分析具体发生了啥，但是你离这个A 姐也远点吧。V 啊 ，V。V，刚在一起。啊，咱们也不知道发生啥了。好吧，我其实不知道发生啥。
但咱们就从现实结果来看，就有点奇怪啊，这是要干啥呀？有点奇怪啊，就离他远点就行了。你知道我觉得最奇怪的是啥？哎，算了，我说一下吧。哎呀，你别骂我啊！你知道我觉得最奇怪的点是什么吗？他们说按照惯例，这个 A 姐谈个男朋友是要给姐妹团看的，她为啥一个一个看？不能一起看吗？为啥？我不知道为啥，但是我觉得这个行为很诡异。我不知道为啥，他这个行为非常诡异，所以算了。我不知道为啥，咱也不知道为啥，但是咱们也不推测了，反正就是很吓人，是吧？很诡异，这是要干啥呢？就算了呗，少接触啊。也许就是这个男的说了一些什么，他就可能神志都不太正常。我觉得他可能是神经都有点不正常，有可能是一个不太正常的人，是吧？这也有可能。所以就是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你离远点对你没害处，离近了有点危险。我觉得这个不能用正常逻辑来理解啊，就干啥呀？这是不理解不了，所以就离远点吧。咱们面对这个危险就躲远点吧。动物都知道躲远点，你躲远点再说呗，你管他呢？不至于啊，我觉得你们推测的这个呢也不至于，我倾向认为它是不正常啊，就是我看你们推测那种特别阴暗的那么，我刚也闪现了一下，我觉得不至于，这太离谱了啊，肯定是，我觉得就是有点那啥，对吧？大家推这个阴谋论呢，阴谋论就算了，我也推不出啥阴谋论，反正就是离远点就好。几年前我领导组局给我介绍对象，我说我想要那个人通透。最近遇到一个男生，我27，他30，我本科，他博士后，学哲学，我俩家乡同城，通过软件加上微信，学历光环，但是学历相差太大。前2个多月他一直在外地，大多是他找我。第3、4个月他回到同城市，多次推动见面未果。这4个月聊天频率很低，但是挺同频。第5个月又约见面，因我出差拒绝，他把我删了。1周后我主动找他，发现被删了，纠结后主动加回来。第1次见面聊得很好，那天刚好是7夕，外面有人放烟花，我闭眼许愿，他亲吻了我，我没有拒绝。持续1个月的约会，每周见1、2次，每次见面语言行动相互很热情。前几次他还时不时询问我俩什么时候在一起，我都说哎，我想再了解了解。这1个月我发现我们很像，画同样的人物画，觉得人活着就是痛苦。生活方式很随意，会交谈，敢争辩，不吝啬跟对方表达爱意和夸奖。赞同喝酒是一种快乐的生活方式，一样半死不活，极其感性，对原生家庭感到厌恶，有着疯狂且痛苦的旧恋情。星座和 MBTI 都一样。他的微信头像也是梵高那个画，也是啥意思？是我用过那个什么？感觉他就是我几年前择偶框架里的那个人，但是他更加洒脱，爱自由，恐惧婚姻，不见面，线上比较冷漠，天天有互动。我不是一直追问，但实在难受嘛，也会问干啥不理我。相处期间也有摩擦，他一直跟我说他怎么做要明确提出来，我也说要多聊天多见面。
他知道后发小作文跟我解释，并承诺可以让我感觉到真诚。怎么这么长啊？导火索是某天因为我又有点不开心了，我晚上发小作文拒绝他的道歉，并提出问题。他第二天晚上回我想怎么解决，我说我不想解决，我要解决你。他很委屈，我说我感觉自己像他无聊的一个乐子，他自在的相处方式我觉得不用心，俩人不合适。他没说什么。自我评价，我是一个真诚热烈敏感悲伤的人，我对90%的人和事儿都没有感。现在我有一种多年前开的一枪正中眉心的感觉，断联1周我还是很想他，但我知道他在消耗我，所以确定不会再找他。我感觉我们那么相似，他也应该不会找我，但依旧想念他。我的问题是，如果他找我，我要怎么做？让他找不到你。以及我想问一下，你们男生喜欢什么样的人？喜欢各种各样的人啊！问题太大了。姐们儿啊，姐们儿，我读到这个觉得人活着就是痛苦这儿吧，就开始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了。开心一点啊！人活着苦不苦嘛？人活着呢，肯定是要吃苦，但是就是痛苦。人活着肯定是要吃苦啊，但是啊，咱们开心点不好吗？快乐起来啊！我同意你说的，你这里头很多，我也能感受到，我也能理解得了。越是这种时候啊，越是这个叫什么？越是恨生活，恨人生，越是觉得好不了，活着就没劲。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要把希望寄托在爱情上，求求你了啊！越是这种在水里扑腾，你的状态是啥呢？其实我说过一次这种事儿，你的状态是啥呢？溺水了，你是一个溺水的人，你在水里扑腾，你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你觉得这个生活太无聊了，你觉得活着就是痛苦。你在乱扑腾的时候，你伸手乱抓，你一抓，你觉得你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很容易是吧？你乱抓的时候抓到的呢是另一个落水的人，就是他啊，这男的，你一抓到一个，你以为你抓到一根救命稻草，没有，你咵，你抓到另一个落水的人，俩人一起扑腾，扑腾的更痛苦了，再也上不去了，哇，嘿嘿，哇，好难受啊！越是这种时候，越是觉得对生活有点悲观的时候，越不要觉得有一个人来救你啊，脚踏七彩祥云啥啊，这电影里演，自己救自己，学会游泳啊，溺水以后学游泳，不要在那扑腾了，换气啊，学换气，说哎，好了。我经历过，我对他这个我特别理解，我经历过，我也有这个悲观厌世，但是我就比较短暂。我觉得感谢大草原吧，我可能是内蒙人，就每次有这种时候比较短暂。千万这个时候别想着抓另一个人来救你。我也会有啊，都会有。我觉得人嘛，你说人一点不痛苦，那也太奇怪了啊！我也有过，但是咱别沉浸在这里面，是吧？开心去，游泳，买点牛肉干吃啊，快乐去。世界还是很美好的，是吧？牛肉干很好吃啊，酒也很好喝，对不对？对吧？你说喝酒是个快乐的事儿，那就快乐的喝酒啊，喝快乐的酒，快乐的喝酒。
世界很美好的啊。总体上来说，世界还是美好的。对的部分比错的部分多得多得多，但是错的部分是如此的显眼，你总会在意那个错的部分，忽略对的部分，很正常，人都容易这样。像刚刚这个姐妹儿呢，我就不推荐她佛学入门了，她应该佛学已经入门了，她现在就应该看事实了。刚那个姐妹儿，你要在的话，买本事实看看吧啊，感受一下真实世界是啥样的。啊，可以听听思辨力啊，庞颖这个思辨力也可以啊，感受一下真实世界，学学逻辑啊。佛学先放一放吧。啊，世界呢，对的部分比错的部分多，但是对的部分吧，你会忽略，你不在意，你觉得它就应该对，所以你就有一点错你就盯着不放，说怎么让我这么不得劲儿？很正常，人都这样，很正常。但是你得调节，快乐起来。快乐起来，快乐起来啊！还不睡觉？哎，今天有很多新来的朋友啊，有很多新来的朋友，觉得这个肯定是催我睡觉的，肯定是新来的朋友。那你点点关注吧，新来的朋友点开这个头像，加入一下群聊吧，一看就是新朋友。这才哪啊！点开这个购物袋，你看看销冠嘛，买点我们这销冠产品。啊，你看下面这个刷屏的，肯定是有很多新来的朋友，没注意到还有这么多新朋友啊！买点我们这个这个销冠产品啊。10年老粉，真的假的？10年前我多大？15。哦，不是，10年前我25，25我已经出来抛头露脸了吗？2014年，哎呦，是啊，哎呀天哪，妈呀，我怎么这么老？我已经抛头露脸出来10年了。我的妈！这一天，其实这个感谢啊，这个 Mr. Tipsy 是吧？我是不是念对了？不知道念没念对啊？谢谢啊，不用刷礼物啊，感谢啊，您随便买点啥，买点这牛脆脆的，挺好吃。还有波妞啊，别放炮了啊，买点这个，买点这个多好，实实在在的你也能吃着，感谢啊，感谢。其实那个容易悲观、敏感的朋友，你看看我觉得我还挺励志的，是不是？你如果真的是关注了我10年的话，你看看过去的10年的我，我觉得应该挺励志的，就是一个敏感的人，怎么在这个世界上好好的活着，可以的，是吧？可以好好的活着，是吧？我不是说教你做人啊，我也不是说你学习我至少跟你说，就是有人是可以做到的，你也可以做到，可以做到的。可以做到的，对吧？没什么，可以做到的。这不就做到了吗？这做着做着就做到了。是吧？这稀里糊涂的10年不也过去了吗？3年人过去，那歌词是啥来着？我特别喜欢那首。当我梦里人醉醉，在夢裏醉，路崎嶇那晚歸，香水，你的笑照舊河。
哎，对对对，念念不忘。我那天还又看了一下他那个僵尸，哎呦我妈，还是很好看，但真的很吓人，太吓人了。3年又过去。在夢裏追，真係 Hello Kitty 那麼貴。哎，播完了听了，忘了，好久没听这歌。看点这个别的，出个情情爱爱的。但我觉得我是个不幸又幸运的人。我爸妈在我超级小的时候就离婚了，再婚后又各自生了一个弟弟。我是女生，我从小在我奶奶家长大，和爸妈呢每个月除了领抚养费不怎么相见。幸运的是，我的姑姑、伯伯、伯妈、伯妈、伯母吧，和他们的孩子天天来我奶奶家跟我玩，不高兴了，姑姑哄我高兴。学习上，伯伯还是伯伯，你们那叫伯伯还是叫伯伯？我们那叫伯伯。学习上伯伯很用心教，对我比对自己儿子还上心。依稀还记得一些被爱的瞬间，比如我弟做手术没人照顾，我在外地做手术，姑姑伯妈啥，这个伯妈也不对，肯定是伯母啊，去外地排队照顾我。比如第一次住校的晚上班会，我不敢竞选当班干部，往窗户外一看，很晚了，别的家长也都不在了，就我姑姑伯伯他们在外面偷看我，我就鼓起勇气了。高考的时候，我伯伯借了同事的车送我复考，然后回去上班，换姑姑在烈日下在考场外等我陪考。考研究生的时候，伯伯又请了1周的假，伯母带着我去另外一个城市住了7天复试。我在里面考试，他们就在教学楼外面的湖边凳子上喂蚊子。他们从来没有打过我、骂过我，都是耐心、爱心、宽大为怀。我很感谢这个散装的大家庭，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毕业后，我在1线城市找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完全靠自己买了房、落个脚啊，很欣慰。但是可能是因为不太会和人相处吧，升职加薪、结婚生子，通通没赶上同龄人的脚步。现在变成了一个胆子小、不敢做、不敢想、不敢提要求、不相信自己的人，感觉对不起这么多年家人的爱啊。不过这是我自己的问题啊，我姑姑已经觉得我很棒了，可能她永远把我当成当年拉着她的手的小女孩吧，感觉更对不起她们。中秋月圆，回忆里温馨弥漫，点点都是温暖。我爱我的散装大家庭，也祝但一切都好，圆圆满满。姐妹儿有点那啥，愧疚感啊，怕犯错。我盲猜啊，我再猜一次啊，听着很感动啊，这个确实是。但是呢，姐妹儿你是啥呢？就是因为这个你家里的这些姑姑啊、伯伯、伯母啊，对你无条件的爱，你特别怕对不起他们。你怕对不起他们呢，你就会有一个什么行为呢？你就不敢犯错啊！你怕你犯错就是对不起他们，不会的啊！人生就是要犯错的，所以你觉得你胆子小，不敢想、不敢做、不敢提要求、不相信自己，你就是怕犯错，没事儿的啊！你得到这么多爱，你就是应该犯错啊！他觉得，我猜这个姐妹嘛，她是觉得她得到的这些爱呢，也不是人家应该付出的，她就很愧疚啊，觉得人家付出了一些本来不用付出的爱，但是她得到了，她就觉得她就不应该犯一点点错，没事儿，
可以犯错，无所谓啊，没事儿啊，肯定很有压力，感觉到啊，感觉到，没事儿啊。啊，你是啥呢？你不已经长大了吗？你如果长大了，但是呢没有真的长大，那就是你能犯的最大的错，这是你最对不起他们的，姐们儿。他们这么爱你，这么一直把你抚养长大，为的是什么？不就是希望你好好长大吗？你听我一句劝啊，希望你听进去。然后呢，你现在貌似长大了，但是你没有真的长大，那你不就是最对不起他们吗？你这个散装家庭不就是希望你长大吗？但是由于你怕愧对他们的爱，不想犯错，人不犯错是没法长大的啊！这也不敢，那也不敢，你就没有真的长大。你没有真的长大，你怎么对得起他们对你的抚养呢？他们不就是想把你抚养长大吗？好吧，希望你听得懂这个逻辑啊！想干嘛干嘛吧，没啥事儿。干啥呀？房也买了，车也买了的，我看看啊。对吧？房也买了，车还没买，没事，有房可以了。一线城市找个稳定的工作，靠自己买个房，行了，你还能犯啥错呀？犯不了啥大错啊。行了啊，该干啥干啥吧。犯不了啥大错啊，也别那么自信，你犯不了什么大错，没那本事啊。还有3分钟发券啊！喝的是水啊，因为我嗓子不是很舒服，所以在一直喝水。你哭出眼屎了，我有这么埋汰吗？我的妈呀！观察这么仔细吗？还有吗？刚才不敢照，吓死了。没有啊，不信啊，没有，没有截图不信啊。丑归丑啊，没那么埋汰，长得难看一点而已。你们一说我眼睛，说看不见我眼睛，这眼屎你就看见了，真行，你们这些人。好吧，感谢各位啊，随意挑选。这会儿还有新来的人吗？不知道，可能有人睡不着了。还有2分钟发券，可以点个关注，加个群聊啥的，我就不一一讲了。反正新来的朋友嘛，你就看看这个销冠，老朋友就看看新品，哎，挑点顺眼的，随便买一买。感恩啊，感恩。还有1分钟发券，给你们快速过一遍前10名。第10名，酸酸甜甜酒，果酒，哈密瓜、荔枝提取物、白葡萄、红葡萄混在一起的，加点冰块喝。然后第9名，你现在买要中秋节以后发货了，现货卖光了，中秋节以后发货。这个酒，这个酒嘛，就是进阶一点的葡萄酒，白葡萄酒，干白。第8名是今天的新品，潘天下酒菜系列的猪油渣，温州猪油渣，有温州的朋友帮我证明一下，好吃啊，酥的口感是，油啊，怕油别买。第7名是奶脆片，偷吃奶粉的感觉。
第6名是我们的 Wonderlab 益生菌啊，这个品牌益生菌可能很多朋友也都听过，我是家中常备，换水土的时候很需要。第5名卖光了，第4名也卖光了。第4名柚子酒预售，柚子酒有预售，虽然卖光了，但是有预售，可以买点柚子酒预售啊，或者喜欢甜口的买点桃子酒。桃子酒呢，就是那个什么味儿，那个什么味儿来着？桃子罐头啊，甜甜的，桃汁很甜啊，加冰块喝。前3名就是老演员啊，第3名是这个超干条，嘎嘎硬。有人来补货的话，可以买点。第2名虾干，买大号的就行了。发券了，第1名牛脆脆。阿蒙睡了吗？阿蒙没睡，这会儿给他刷礼物。睡了，没义气，肯定玩去了，很开心。这会儿正欢歌笑语，感觉咬不动啊，牙口不好就别买这个，嘎嘎硬。但真的很好吃，真的很好吃。我还有一个手势舞，哎天！但我爸从农村读书一路考学，现在在大城市工作也很成功，大部分时候也都很讲道理，但是有浓重的传统气息，重男轻女。虽然我是独生女，但是他有个亲弟弟，也就是我堂叔，堂叔家有个儿子，也就是我堂弟。我爸总觉得堂弟才是我们家族的唯一血脉，让刚参加工作的我给还在读书的堂弟每个月打生活费。被我严词拒绝后，我爸骂我不讲亲情，可是我还没结婚，要是被男友知道我还要把工资补贴堂弟，不知道男友会不会不接受。你也够传统的，也别，你是你爸的亲闺女，你这思路这么诡异吗？可是我也没结婚，要是被我男友知道我还要把我工资给堂弟补贴，不知道男友会不会不接受。你不一样重男轻女吗？你就没想过自己花点钱开开心心的吗？你们家是够传统的，这我的妈！请问我该怎么办？坚决不打，坚决不打。如何和我爸和解？如何和我自己和解？我觉得你应该挺容易就和解的啊！你要是这么想问题，最后你会变得跟你爸一模一样，你会组成一个跟你爸一模一样的家庭。我觉得你会很容易和解。你要是真听我劝呢，你买个银行那个定期存款吧，定期死期存款，到点就工资就直接打进去，然后留点生活费。先买个10年的啊，将来谈个恋爱有个男朋友，男朋友问你钱呢，你说对不起，我年少无知买了一个10年的那个定期理财，我现在每个月工资发下来就直接就存了啊，每个月就留点生活费啊，没钱。你听我劝，你就这么干，但我怀疑你不会听我劝，哎。真头晕了！你这钱留着是想给男朋友花呀？哎呀，真是两眼一黑了。哎呀，我的妈呀，太头晕了！
范总，我发现我妈妈出轨了，该怎么办？家里的花销主要靠爸爸，爸爸因为工作原因长期出差，没想到我妈在这期间和人在网上聊天。我之前看到过一次日期是7月份，我就想先忍一忍，结果最近她用手机点外卖，结果最近我用她手机点外卖，发现竟订酒店的记录有3次，我该怎么办？睡不着觉了已经。之前因为我妈投资还贷了款，现在打水漂，基本都是我爸还贷款。家里还有一个上小学的妹妹。我现在大4还没毕业，我该怎么办？我要直接和我妈谈吗？超纲啊！这是今天第一道超纲题啊！这太难了。我为啥觉得难呢？他妈出轨嘛，管是不用管的，但我为啥觉得难？我觉得他妈被骗钱了。如果只是个感情问题，我肯定劝他别管。但我现在严重怀疑他妈是被骗钱了，骗的就是他家的钱，所以我有点犹豫。如果他妈就是感情上出轨，那跟他没关系，就别管了，管不了。但是嘛，要是骗钱了，骗的是家庭财产的，这怎么办？感觉就得管管了，是不是？哎，好难。为啥？为啥？为啥？唉，订酒店记录3次，还用问为啥？还得说，我还要说的更复杂吗？订酒店记录3次，那指不定给这个男的花了多少钱呢？好难呀！谁出的题这么难？你这样吧啊，姐们儿，谈可以，不要从干涉父母感情的角度谈，不要谈出轨的事儿。谈什么呢？从保护家庭财产的角度谈，然后也不要戳穿这个出轨的事情。你不是可以用你妈妈的手机看到她订房记录，还可以点外卖吗？你下次再把她手机拿过来，你看看她那个短信、银行卡，你看一下她有没有就是消费转账，有很多这种记录，你看看。要是没有呢，就别管了；要是有呢，你就说：“哎呀妈，你干啥花这么多钱？”装的特别天真啊，啥也没看别的，说：“哎呀妈，你怎么花这么多钱啊？你干什么呢？你是不是又贷款了？你是不是被人骗了？”说这种话啊，就特害怕，说：“妈，钱，咱们家的钱，我爸辛苦挣的钱，把钱留住。”啊，这种可以聊啊，不要聊感情的事。我主意只能出到这儿。主打一个浮夸。你说你没事花这么多钱，你是不是被人干啥呀你？你不行，我得跟我爸说。反正你就是敲打他钱不要乱花。好吧，我就拖着病体，我想不出什么更好的主意了，也就这样了。感觉可以。
T 恤有链接吗？有啊。我这嗓子有点发炎。亨氏啊，感谢啊，不用送礼物，感谢感谢，拿着牛退退吧啊。在家呢，然后还可以没事干，用那种功放，用你们家电视搜点那种杀猪盘，什么中年已婚妇女被这个小伙骗的家财散尽这种新闻，法制新闻，你给他整一个100集连播，没事你在家看这个。你别直接交流这个，直接交流不行啊，太明显了。你就，那你就爱看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好爱看哦，好喜欢。怎么样，朋友们？感谢各位啊，感谢各位。你觉得听着开心好玩，其实也没啥道理，我就胡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真帮不上啥忙，就随便说一说。这姐们也不知道该跟谁说，跟咱们说说，就帮她念一念，听一听，消解烦恼。哎，这个世界上药到病除啊，一招就解决问题，都是武侠电影啊。真实生活没有这么容易，没有武林秘籍，都是苦得一点一点吃。我也就是说一说，大家随便买点啥，可以买点这个牛脆脆啊、牛肉干啥的，支持一下，感恩啊！我怎么又饿？哎，算了，别吃，这个嗓子还喝点水。再展示一下 T 恤。波妞，我的妈呀，波妞，波妞，你是去而复返，你还是一直在这儿？太吓人了！你在这个直播间比我时间都长。哎呀 ，Mr. Tipsy， 别送吧，感谢啊，心领了，随便那啥吧，随便买点啥吧，啊，谢谢啊，哎，我喝点这个，这玩意儿有营养。120号2号链接的这个人在这夸产品，哎呀，被刷走了。刚刚我看到了一眼，你在夸我们的这个哈，恶包包啊，是挺方便的，但我没看到你具体夸的是啥，刷太快了。奇异果汁儿啊，猕猴桃汁儿啊，猕猴桃汁儿也叫奇异果，没那么奇异啊，这挺正常，猕猴桃。除了牛肉有啥推荐买的吗？你就点开这个购物袋看看销冠啊，那个销冠里都是卖的比较好的。但是我太张扬了，还是身边的人有问题？我感觉身边亲密朋友总是喜欢和我比较，甚至我分享一样东西，他没有吧，他会拿他朋友用过的和我比，说他朋友买的更好更贵啊。最好笑的是，一个朋友买了车，他故意把车钥匙放在我办公桌上，我懂他那点小心思，但就是不明白。我平时也没有给他们显摆，为什么竞争意识这么强？还都是几个身边比较熟的朋友啊。那只能说你觉得你没显摆吧？
我也可能觉得你没显摆，但是你身边这些朋友觉得你显摆了，要么换朋友，要么改性格，你自己看着办吧啊。或者呢，还有一种可能是你太敏感啊，他也就是把车钥匙放桌上啊，车钥匙这玩意儿还能揣兜里，我就没见过有人把车钥匙揣兜里的，所有人买个车钥匙都是扔桌上啊，都这死出啊，都这死出。对吧？车钥匙那玩意儿，它就对吧？都这样啊，也不知道为啥车钥匙非得这样啊，不知道为啥，这没这很奇怪，我也不知道。啊，这是个幸福的投稿，我赶紧念一个幸福的。小学的时候住在小小的房子里，中午爸爸开着电瓶车把我接回家，我们一起吃饭，一边听今晚80后。哦，那会儿就喜欢你了。不过那当时一直以为你叫蛋蛋，嘿嘿嘿啊，就叫蛋蛋也没问题。那会儿你头像还是火龙果色呢，呵呵呵。后面一直挺喜欢你的，不过中学太忙了。啊，小学时候就我，哎呦，哎呀妈呀，这么高吗？已经有小学时候开始看我的人了。中学太忙了，忙里偷闲的看你的节目。现在看到你的小卖部越办越好，我居然有一种妈粉的感动。你干啥？你从小学给我当妈呀？你说什么胡话呢？你凭什么给我当妈粉？你小学认识我你就？By the way，我们现在一家3口已经搬到大房子了。爸爸会开车带我上大学，妈妈会坐在副驾驶坐着陪我们聊天，好幸福呀！外公外婆房子拆迁了，有点钱，外公可以放心大胆的吃有点贵的小笼包，抽有点贵的烟。外婆也是，他们还有多余的钱去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我的压岁钱也因此变得多了很多。因为平时不太敢给朋友们分享太幸福的事情，想着给你分享一下。祝大家都幸福发财健康，祝你小卖部越来越好啊！谢谢妈妈啊，看到妈妈过得好我也开心。行啊，行啊，母亲好好过啊，你幸福就好了。太离谱了。哎，哎，但我有一件事一直困扰着我。我姑姑有2个儿子，就是我的俩表哥，平日里关系很好，也经常约着表嫂逛街、喝咖啡。终于有人喝咖啡了啊！嗨，咖啡太多了。我们那个同事随便谈点咖啡吧啊，我也不知道该接上哪，咖啡太多了，随便谈点，反正重点是喝咖啡啊。可是这个关系没过多久，因为我表嫂的一个电话而改变了。我的小表嫂和我大表哥有外遇了。而且和前任大表嫂已经离婚，大表哥是为了把和小三生的孩子生下来而欺骗表嫂，假离婚。之前的房子车子都过户给了前表嫂，和小三小孩生下来以后一直不回前嫂子家，前嫂子经常找我哭诉我表哥不回家。小三生小孩这事儿
我应该和前嫂子说吗？因为这个事情我都不敢和两个嫂子见面了，我不怕小嫂在我这里谈起他们的八卦，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大表嫂。意识被抽离了，你做的是对的啊，离他们远点，就是不见面。你生病了啊，你生病了，你说你那个，你得了那个啥玩意儿传染啊？啥玩意儿传染病啊？什么玩意儿传染？肺炎啥的啊？你说你得什么肺炎什么之类的，见不了面啊，见面传染他们，别见面了。没听懂，没啥，就是他两个，他有俩表哥，然后这俩表哥都出现了感情的变故啊。小表嫂和大表哥纷纷外遇啊，就是家庭很混乱。然后他俩表嫂跟他关系还挺好，经常喝咖啡啊，重点是喝咖啡。你看我刚就说了，重点是喝咖啡，以后就别喝咖啡了啊，在家买点我们的咖啡啊，买点连咖啡啥的，自己在家喝咖啡吧，别出去喝咖啡了啊。在家喝点咖啡行，别出去了，别跟他们喝咖啡了。没事，在家喝跟外面喝一样，很好喝啊，这咖啡。啊，喝点咖啡，吃点虾干，别出门了啊。吓人。但我越来越小气了，我就针对一个认识多年的朋友，这些年来10次吃饭9次半我买单，他的孩子也经常让我给他买东西，现在他一约我，我就害怕，我不想买单，我就不想买单，我又为自己变得这么斤斤计较而苦恼，怎么办啊？少见面吧，就是占你便宜没够的。我从小生活在一个情绪色彩非常显著、人物性格极其鲜明的家庭，如枪药般一点就着，或者说不去点也会自爆。我爸就是这样，和我爸情况差不多，但是比我爸多了一份固执的我姑姑啊。谁要是触及到了他的雷点，他能好几年不跟你说话。现在我妈和我婶婶就是被他屏蔽的重点对象，时间在无限的延续中。我叔和我爸我姑截然相反，他相当的沉稳，但是脾气也不怎么好。只是他表达方式不同。我妹曾跟我说，他小时候写作业玩了一会儿，我叔没有一句提醒，就直接把他提起来扔在了门上，很恐怖。这3姐弟每次相遇都能演绎出小剧场版的哈姆雷特。还有一个重要演员就是我奶奶。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他已经快80了，但是哈姆雷特的演出他次次到场，嘶吼起来底气不输年轻人啊，他是病根嘛。哎，就是这样一个演职体系。现在故事开始了。我婶婶是我姑，我婶婶和我姑啊，就在某年中秋节，我妈、我姑、我婶婶在厨房做菜，本来也算其乐融融。菜切着切着，我姑突然冒出了一句让我婶婶就说了一些他们自己的信仰啥的不当言辞。我婶婶觉得不可思议，她的父母、她的兄弟姐妹一直都不聊这些啊。她严厉的提醒我姑这种话不许再提，但我姑依然自说自话，惹恼了我婶婶。他们大吵着冲出了厨房，傻乎乎的我妈也跟着出来了。当时我们都在客厅，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问我妈怎么了，我妈说不知道，他们俩突然冲出去了。我婶婶哭得歇斯底里，我姑姑大喊大叫，极度暴躁，一直在问发生了事情的我爸坐在那里，还有一言不发稳如磐石的我叔。我不知道我叔会不会突然站起来把我婶婶和我姑提起来扔到门上。还有在所有人中间盘旋的我奶奶很巧妙，她能够很快的把这场戏升华到最高点，
让矛盾变得更加矛盾。我默默地站在客厅之外的餐厅里观看这场闹剧。那时我已经是一个大学生了，不会再像小时候那样被吓哭，但我还是非常害怕。我在想，到底多大事儿能把一个人气成这样？我感觉他们哭的气儿都上不来了。于是我拨打了120。现在我已经有了自己温馨的小家庭，情绪稳定的老公，活泼可爱的女儿。我觉得任何节日都是一个大家一起齐心把快乐放大一点的日子，这才叫团圆。马上要中秋节了，希望大家快乐开心，希望世界和平。哎呀，恭喜啊，恭喜啊！这个姐们呢，是一个打破了家庭诅咒的人啊。这个姐们是一个打破了原生家庭恶性循环模式的人，非常好，了不起啊！每个家庭都要有这样的人，不然延续下去很麻烦的。他是打破了这个恶性循环的人，挺好的。以后少跟他们接触就行。很高兴啊，读到这种就很开心，心情非常好啊！还有4分钟，我们发最后一次券，今天就这样吧，2点了，4分钟发个券啊，确实是啊，不是身体是不是？身体是的时候也就播到差不多2点多，差不多了。感谢各位，还没关注可以点个关注，或者点开头像加入一下群聊啊，谢谢谢谢。刚进来，怎么会刚进来呢？干啥去了？刚干啥去了？是不是出去玩去了？是不是刚放假刚出去喝酒，开心回来？开心够了才回来？你还知道回来？啊？你心里还有这个小卖部吗？好吧，刚回来那些自觉点啊，把那个新品买一买。我们最后一波还有2分钟发券，再过一波这个前10名，今天差不多了。再一会儿找一份快乐一点，很难超越刚才这个，刚才这个太快乐了，很喜欢。看看能不能一会儿再读一个快乐的收尾。第10名是这个酒啊，第10名是坛子酒的一个公司的，这个是 Sangria 啊，白葡萄红葡萄兑在一起，再兑哈密瓜、荔枝提取物和柠檬酸啊，它就是果味酒，不是齁甜的，是那种清新的甜，加点冰块喝更开心。第9名还是酒啊，今天的新品是居酒老板推荐的进阶的葡萄酒，卖的比较贵的这个葡萄酒，它呢是中秋节以后发货，还卖的比较好。我们可能也是没想到这个酒会卖的好吧，库存没存够啊，配的帆布袋是这个。第8名嘛，是今天也是一个新品，猪油渣啊，温州猪油渣非常好吃，酥脆的，不是那种炒莲花白那种全是油的猪油渣，它也油啊，但里头也有瘦肉，非常香。然后呢，第7名是奶脆片，小时候偷吃奶粉的快感。第6名是 Wonder Lab 比较出名的这个益生菌，这益生菌我是家中常备，换水土的时候我会吃一些。第4名、第5名卖完了，第4名是这个柚子酒预售，酸的，喜欢甜的买桃子酒，桃子罐头、桃汁的味道。第3名老演员超干牛肉条，牙口好买，牙口不好就算了。第2名是大虾干，买这个大虾就行了。第1名牛脆脆。发券吧，还有1分钟发券。
啊，哎，哼，你也喝完酒回来了？刚刚上一轮念到牛翠翠，你没刷礼物啊？肯定这是又喝完酒回家了。你还知道回来？发券了，发券。虾干呢，它是推荐你冷冻，冷冻呢保存很久啊。但是你要是就是5、6天之内吃，我感觉冷藏常温都没啥大问题。但是我们为了安全嘛，你就冷冻，因为它解冻也很快，它很干，它解冻也非常快。你要是冷冻保存放个10个月啊，没问题。Mr. Tipsy， 谢谢。哪个白葡好喝？那肯定有入门款，有进阶款。你要问好喝，那肯定喝进阶款，味道丰富一些。它也是干型，酸的那个口感。下次啥时候播不知道，我得看看我这个身体，好吧？允许我康复康复，我不敢再预约了。我之前几次搞这个预约直播，我怀疑我生病跟这个有关系，打乱了我的生命节奏。我其实是一个对明天没有计划的人，然后呢，最近几次因为一些工作安排吧，因为，哎呀，就稀里糊涂的，每次直播都预约下一次，弄得我特别的疲惫。我觉得直播嘛是一个小卖部这种念念信的，我是很开心的，就是想播就播，不想播就不播。结果预约了几次，我就累了。我怀疑我生病就是因为这个，所以我现在不预约下次直播了。我就想播就播，不想播就不播。我觉得这样我身体会比较好，心情会比较好。预约嘛，我播是挺开心的，但是这个预约给我压力很大，我就不喜欢这种感觉，我喜欢自由。真的，自由。我就这性格，我不行，我真不行。我真的是明天你约我吃饭，我有时候其实挺讨厌的。就有的朋友约我吃饭，说哎，咱们3天以后哪吃个饭。我说朋友，3天以后我还活着不活着我都不知道，我约不了这么远的事儿，咱们就随遇而安吧，酒精引领，到那天酒喝到位了，咱俩就见到了。咱俩如果没有见到彼此呢，就说明缘分没到。我经常都是这样的，气氛到了，酒喝到了，该见到的人你总会见到，见不到就是没事儿，下次再见。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屁人，对我也对，我就是这样。所以呢，你看商家没意见嘛？我们直播为啥我经常卖的都是朋友的东西？你看我小卖部是不是更新也很少？我会有一些很离谱的诉求，就是会跟商家说，我不能保证我会奖品，我奖品的时候也不敢保证我能拿到样品，我也不能承诺我啥时候播。你如果这些都能接受的话，我很乐意帮你好好卖。最后就是合作时间长了，就是这些，他最后发现嘛，其实我这么稀里糊涂的卖的也挺好。最后你像什么米店啊这种，啊，那牛翠翠这就不说了，这都处成哥们儿了。其实米店老板我也没见过，但这些嘛牌子就这么卖着卖着，哎，他觉得这不卖的也行吗？最后就这么合作下来，就这性格啊。工作嘛，不可能这样啊！所以呢，我真的觉得小卖部直播呀，是这一生啊，我真的是目前为止，我觉得这是最适合我的。哎，咱们最后也不念信了，咱们最后聊会儿天，走会儿心，是吧？我觉得小卖部直播真是我活到目前为止，我最适合我的工作了，就是自己为自己负责。哎，播就播，不播就不播，真的是很开心。就是前段时间多那么预约了几次，我都觉得不适应，以后就算了。我这个人最奇怪的是什么呢？我明明是一个
没有计划，想干嘛干嘛的人。但是好死不死，我很有责任感啊！这我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真的是好死不死，我很有责任感。哎，经常把自己搞得很累。就是以前那个工作啊，要操持一个大的项目的时候，又有很多人要仰仗你的时候，哇，那真的很累。明明我就是今天我就是，我今天不想出现在任何地方，谁也不要找我。但是呢，大家都在等你，我连迟到都不会，我连迟到都不会。我就是心情已经是但我还是会出现工作，所以我特别喜欢我现在这个工作，再也没有人等我开会了，非常好，完美的工作对我来说。对，我真的是个这样的人，我甚至真的前一天会睡不着觉，我要是明天要干个啥，我前一天就就这样。真的是这样。哎呀，真的是很痛苦啊。那我工作嘛，那工作其实我是一个工作起来我很爱工作，工作起来嘛做的还大差不差吧，这么个人。但是呢，其实扪心自问，还是觉得这个节奏吧，还是不能完全自己掌握的时候，还是不行啊。就是喜欢活在自己的节奏里，我自己的节奏就舒服，连病都不生。你稍微节奏一乱就生病。真的很奇怪很奇怪。但是呢，话说回来，我又是个意志力特别强，或者说就很矛盾啊，也挺拧的。你看我经常读这些信给大家解决问题，你们不要有任何误会啊，好像我怎么没有问题似的，我充满个问题，我同时充满个问题与道德瑕疵啊，我同时充满个困扰、烦恼、道德瑕疵和很多的问题啊，我也是一头包啊，我没有假装自己已经什么大智大慧在这儿给你们解决所有问题，没有啊，咱们是那个同病相怜啊，所以有时候你们很多东西我也觉得特别感同身受，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真的很矛盾。就是有时候吧，你说这个工作交给我吧，我其实也都能干了啊。有时候你说通个宵、熬个夜什么的，那都是太轻松了，是吧？这些事情呢嘛，做起来我是个工作狂，但做完又觉得，为什么？IN，我不是 I， 我好像是 ENFP， 好像是，是不是？我测过这个，不太记得。我是 ENFJ， 哎，不知道，忘了。我是 ENFJ 吗？忘了。你看这 MBTI 不太准啊。哎，大家测一测，当个好玩得了。我记得他们说我是快乐小狗，什么就是有一些什么竞争者什么玩意儿的，好像有这些说法，不太记得。竞选者是吧？有这个说法啊，不太记得。你看我这种性格是啥呢？我啥性格呢？就是我不会测这种东西。你让我主动去测，我更不会测。就是工作有人要求，真的是工作有人要求测一下才测的。快去吧，注意安全啊！
感谢大家，今天就这样吧啊！一会儿读信估计也不会读到什么太开心的，就跟大家聊聊这也挺有意思，好吧？感谢大家，居然还有新来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点个加入群聊。你居然还要购物的话，我也不知道想不通有什么人在半夜2点10分的时候会购物。你居然想购物的话，可以点开销冠看看啊！我其实不太明白你们为什么在2点10分购物，但你可以点开销冠看看，不太会出错，因为这就是卖的好的啊，不太会出错。嗯，好，还喝酒？喝啥酒啊？2点10分了，你听我这嗓子，睡了，歇了。我还没遛狗呢，哇！你是加班啊，还是因为出去玩刚回来没遛狗？赶紧遛去吧！啊，这么晚，别疯了！我直播还上2趟厕所呢。你说我为啥不养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你说我这生活作息，我咋遛它？我咋遛它呀？很伤感是吧？每次只能玩一玩别人的，很开心，没法养。猫也不行，我都怀疑我这喝的稀里糊涂的，我还给它换猫砂，我都能睡猫砂盆里。啊，对，责任感太强。对，我就是觉得，哎，你养吧，你就好好养。有时候也觉得自己特奇怪。我有那个朋友啊，我有朋友就是那种性格不一样。我有那朋友养猫是散养，我都服了。他也不是说住有院啊，他就住正常的小区。他每天那个门啊、窗户、阳台不关，那猫就来去自由。散养，从来不管。我说可以这样吗？很佩服。我是做不到，我觉得这能行吗？这猫要不回来，我得闹心死了啊！好吧，今天就这样吧。2点13分可以睡觉了。对，我同事特意提醒我，你们养猫的话，如果住高层的话，养猫不关窗户很危险的，猫容易就，他们没有9条命啊。我说的那个就是住的楼层比较低的人啊，提醒你一下。对呀，封门窗，对，封门窗。吃点药好得快，行，听劝。今儿喝了仨姜汁了，还吃药啊？感觉喝姜汁挺舒服的。哪天还播？随缘吧，播之前肯定会发预告啊，到时候看吧。可能就是突然就播了，也许明天就播，不知道，看我康复情况。好吧，今天就这样。感谢各位，如果中秋节之前不播的话，就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如果居然又播了的话，就再次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如果中秋后播的话，就祝大家刚刚过去的中秋节快乐。反正就快乐啊！拜拜，晚安啊，朋友们。